要这么多东西？后生，你未免也太贪心了。黄泉妖圣沉默了一瞬间，随后淡淡的开口道，眼神中浮现出一抹莫名的情绪。而萧炎对此却丝毫不退让，而是轻笑道：“我相信以我的实力，可以做到这一点。难道前辈你不认同吗？”有着前世记忆的萧炎自然知道黄泉妖圣残魂遗留在黄泉石碑当中的缘由。本来他早就该消散，已经虚弱到在外界只能展现出7品炼药师级别的灵魂力量，只是为了找到适合黄泉妖圣传承之人，这才苦苦等待至今。黄泉妖圣残魂如今的状态，即便是如今灵魂境界已经完全恢复到地境的萧炎，也没有办法去拯救，因为他清楚地察觉到，那一缕象征着生命印记的灵魂光点已经彻底消散了。这比前一世在天幕当中萧玄彻底燃烧了灵魂之后的状态还要差劲。地境灵魂，年纪轻轻便是踏入了斗圣境界。你说的不错，后生，你的确有这个资格。刚刚还硬气的黄泉妖圣，在听到萧炎这番话后，却是叹了口气，算是认可了他的这般说法。他老辣的眼神自然看得出萧炎的真实年纪，古龄甚至20出头，这般年纪便有这般惊人的成就，即便是当年的自己也是逊色不少。可能他真的能够抵达那个传说中的境界。一想到那个传说中的斗帝境界，黄泉妖圣的双眼中便是浮现出了一抹不甘之色。不过随后这抹情绪一闪而逝，他当即再度坐回王座。下一秒，天空中翻滚的雷云以及那淡黄色的手指和手掌褪去，萧炎微微一笑，一步踏出，便是来到了空间尽头，看到了那坐在白骨王座上的黄泉妖圣。后生，黄泉天怒的修行之法和妖圣精血都可以给你，不过在此之前，先跟我这个老头子聊一聊吧。见状，萧炎先是抱拳行礼，沉声道：“多谢前辈。”随后他便就地盘膝坐下，并没有什么架子，笑道：“不知道妖圣前辈想要了解些什么事情？”黄泉妖圣眼神恍惚一瞬间，一抹缅怀的情绪便是从眼底闪过，随后他缓缓地开口，轻声道：“讲一讲自我陨落之后斗气大陆上的事情吧。”作为一道残魂，生活在暗无天日的石碑空间当中上千年，饶是黄泉妖圣的心智坚定，也会感到孤寂，这是自然。那便从这件事开始吧。萧炎缓缓地讲述着，将自己知道古今之事用第三人称的描述大致讲述出来。伴随着他的话语，黄泉妖圣也是不住地微微颔首，布满沧桑的面庞上也是充满了怀念的神色。莫约半个时辰的时间，萧炎将大部分的事情讲述完毕，合上了有些干燥的嘴。而黄泉妖圣也是略微感慨道：“还真是精彩啊！没想到在哪些年代也能出现不亚于我的英雄豪杰。不过，果然如我所料，一个斗帝都未曾诞生。”说到这里，黄泉妖圣的面容上带着些许不甘的神色，低沉地说道：“恐怕日后的斗气大陆永远也不会再出现斗帝了。天地间果然少了些什么。”见到后者这副略显软弱的姿态，萧炎也是忍不住在心底叹息一口气。他理解对方的心情，作为意气风发的天才，一路上披荆斩棘，创下了煌煌战绩，来到了距离传说中的斗帝境界只差一步的地方，用尽全力推开了半个门槛，却发现另外一半根本无法达成。即便是天资卓绝，如同黄泉妖圣这般的存在，也会不甘心。这片天地当中似乎缺少了什么东西一样，如同前一世那样，黄泉妖圣叹息着说出了这般话语，便是将目光看向了萧炎，想要将传承给予后者。而萧炎这时候确实正襟危坐，眼神明亮，紧紧地盯着黄泉妖圣，沉声说道：“是少了元气。当年远古斗帝集体离开斗气大陆，离开之后便是仓促将斗气大陆的空间通道封锁，此后天地间元气便是没有了源头，越来越少。”听闻此言，黄泉妖圣先是微微一怔，脸上的表情有些愕然，随后他看向了萧炎，嘴唇微动，想要说些什么，但却听到萧炎继续沉声说道：“只要灵魂抵达了地境，斗气修为到达了9星斗圣后期的极致，自身血脉开始微弱的异变，拥有元气，便可毫无阻碍的直接闭关晋级斗帝。”听闻萧炎郑重的话语，黄泉妖圣的脸上再度出现了变化，随后便是有些错愕的对着萧炎问道：“你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他知道自己作为一个早就陨落之人，萧炎没有任何欺骗他的必要，他只是疑惑震惊，这般隐秘的消息，后者究竟是如何得知的？萧炎叹了口气，他不愿意去骗这位将死之人。随后他便是抬起眼来，紧紧地看向黄泉妖圣，低沉道：“因为我曾经抵达过那个境界，自然知道那个境界的一些信息。”闻言，黄泉妖圣彻底错愕了，萧炎也不再花费言语去解释，而是直接将记忆中一些有关自己突破斗帝时候的感悟以及心路汇聚起来，随后一手抚向自己的眉心，然后将一点灵魂之光点出。黄泉妖圣伸手接过，灵魂光点融入他的体内，一瞬间，巨大的信息流冲入他的脑海，那些历历在目的感悟真实无比。他一眼便是能够看出，这些东西只有亲身经历才能有所感悟。不仅如此，他甚至窥探到了一点属于真正斗帝的威能。
跌坐在白骨王座上的黄泉妖圣，原本充满威严的面庞上，表情不断的变化着，又悲又喜。良久之后，他睁开眼，看向萧炎的目光中也是充满了喜悦。哈哈，没想到我一朝陨落，只是不甘自身传承落入庸人之手，但这般无心之举，却让我等来了这样一个天大的惊喜。接受我传承之人，竟然是一位将来的斗帝强者。笑声在空旷的石碑空间中不断回荡，经久不衰。本以为斗帝之路已经断绝，却不曾想是我杞人忧天了。黄泉妖圣略带几分惆怅地说道，语气中夹杂着几分释然。随后他莞尔一笑，再度开口道：今朝能够窥探到一缕斗帝的威能，不枉本座这一缕残魂守候在此千年时光，此生已然无憾。这妖圣精血就交给你吧。话音落下，黄泉妖圣缓缓地伸出手掌，一团莫约拳头大小、泛着淡金色的液体自他的体内飞出，落入其上。这些淡金色的液体，其中蕴含着无比精纯的能量，即便是千年的时光，也依旧挡不住那股淡淡的生机。这已经开始发生蜕变的血脉，便是黄泉妖圣半只脚踏入斗帝的证明。一旦他真正踏入那个境界，这蜕变的血脉将会汇集所有与他血脉相连之人。只可惜元气的缺失，让的这位金才艳艳之人，最终只能止步于此。萧炎郑重地将这一团妖圣精血收好，对着已经浮现出苍老之色的残魂郑重行了一个礼，沉声道：晚辈萧炎多谢妖圣前辈。黄泉妖圣摆了摆手，虽然已经虚弱到魂体逐渐变得透明，但他的脸上却是浮现出一抹释然的笑意，道：我的使命已经达成，彻底陨落之前，还能见到当年未曾踏足过的风景，已然再无遗憾。妖圣绝技虽然对你来说可能算不得什么，但也算是本座的一点心意。说着，黄泉妖圣虚幻的身形再度闪烁，随后一道光点自他的眉心飞出，落入萧炎的额前，随后映入其中。道道信息流闪过，萧炎明白这便是黄泉天怒的修炼之法，当即心中浮现出万千感慨。伴随着一阵震动，黄泉石碑的空间猛然间震动起来，大地开始崩碎，天空开始塌陷，宛若一副世界末日的场景。萧炎很清楚，这是黄泉妖圣力量的快速消退导致的石碑空间开始毁灭。恭送前辈。萧炎低沉一声，目光注视着小世界的中心。这般空间崩毁虽然骇人，但对他根本造不成什么影响。在萧炎的注视下，黄泉妖圣微笑着微微颔首，再度落在白骨王座之上。也是在刹那之间，伴随着一阵最为剧烈浩大的轰鸣，石碑空间彻底崩碎，大地、天空、山峰、王座在一瞬间便是被吞噬，化为了漆黑的虚无，消散而去。望着面前的漆黑空间，萧炎深深地叹了口气，目送一位曾经距离斗帝只差一步之遥的传奇之人最终毁灭的场景，即便是再度见证一遍，依旧让他的心底浮现出阵阵涟漪。身形一闪，萧炎略显虚幻的身体消失在虚无空间当中，无形的灵魂力量自黄泉石碑中飘出，化为一点灵光，落入盘坐在石碑面前的萧炎体内。他猛然间睁开眼，双目中金光爆射而出，随后缓缓起身，目光向着身边望去，只见美杜莎女王和小医仙正围拢在身边。见到萧炎醒来，后者的脸上泛起些许惊喜，而前者原本紧皱的眉头也是舒缓了开来。没事吧？小医仙关切地问道。萧炎则是摇了摇头，嘴角上扬，挂起一抹微笑，轻声道：放心吧，我能有什么事？你这般大费功夫，到底是为了什么东西？一旁的美杜莎女王问道，声音明显缓和了不少。对于他们，萧炎也不藏着掖着，都是自己人，哪有那么多弯弯绕绕。当即他便是伸出手来，一团足有拳头大小的淡金色液体漂浮在身前，其中散发出浓郁的生机，以及蕴含着难以言述的精纯能量。这是什么？黄泉妖圣的精血？难道是那位曾经半只脚踏入斗帝的黄泉妖圣？听闻萧炎的话语，美杜莎女王和小医仙都是不由得瞪眼，前者红唇微微张开，有些惊讶道：是的。随后萧炎便是把黄泉石碑中的经历粗略地讲述了一番，惹来两女的感慨。不过有关前世记忆这般事情，萧炎并没有讲述，而是将之略过。虽然他没打算隐瞒，但这些事明显不是现在该说的时候。待得一切尘埃落定后，再把那边的故事讲给他们听嘛。萧炎在心底默默地打了主意后，便是将悬浮在面前的妖圣精血一分为三，其中2份分别给了美杜莎女王和小医仙，而自己只留下了最后1份。这是你得来的，你自己收好便是。果不其然，美杜莎女王直接拒绝了黄泉妖圣的精血。虽然此物能够极大程度地提升她的实力，但是对于自己没有丝毫付出便拿到了回报，她还是不屑于这般去做。小医仙亦是如此。面对这般情况，萧炎早有准备，当即便是微笑道：这段时间以来，你们也为天府联盟付出了很多，接下来我有一件事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很多帮手一同去完成。若是你们过意不去，在炼化了妖圣精血后，去帮我一把便是。虽然二女还是有着几分退却，
但在萧炎的攻势下，还是勉强将之收起。做完这一切后，萧炎更是帮助他们二人将妖圣精血封印在了体内，随时都可以炼化，并不存在爆体而亡的风险。随后他便是带着他们再度回到了九幽黄泉。九幽地冥蟒一族的叛乱也在今日彻底结束。伴随着妖冥铁血一般的大清洗，妖啸天和大长老的倒牌，加上不少原本就支持妖冥的长老，外加族长信物的存在，这般清洗并没有引来太多的抵抗。萧炎在二女身上各自留下一道灵魂印记之后，便是离开了这里。在走之前，专门叮嘱过妖冥一番，后者也当即表示会用命来保证二女的安全。离开的时候，要比来的时候快上很多，不用顾忌。萧炎直接大张旗鼓的飞出，短短半天辰的时间，便是回到了星界。此时距离妖火空间的开启已然只有10天的时间，而在这之前，除去炼化妖圣精血之外，还有一件最为重要的事情没做。将黄泉血晶交给药老之后，萧炎便是回到了星界后山，独属于自己的闭关之地。如今的药老已经突破到斗圣层次，连带着炼药术也精进不少，足以炼制9品宝丹层次的9阴黄泉丹。对于药老的炼药术，萧炎还是很放心的。现在吸引他注意力的反而是另外一件事。随手在闭关的洞府上打上数层斗气禁制，萧炎深吸一口气，便是将那戒当中的数块净莲妖火残图取出，将之摊在地上。大大小小被分割开来的净莲妖火残图显得枯黄破旧，毫不起眼。若不是萧炎知道他的秘密，恐怕不经意间也会将之当成废物掠过。这让他不得不感叹，当年自己的运气是真的好。萧炎仔细地观察着面前的古图，其材质相当特殊，水火不惧，而且其上的相关地图纹路，寻常人根本无法对此进行复刻，只有到达了天境以上的灵魂力量，才能略微摆脱这种影响。许多人对此都百思不得其解，但在这个时空当中，只有萧炎知道，净莲妖火的残图中究竟隐藏着怎么样的秘密。轻叹一口气，萧炎随意地伸出手来，几番拨正之后，便是将净莲妖火的残图尽数拼在一起。当最后一张古图的位置落定之时，一幅略显普通的山水纹路出现在了萧炎的面前，其上并没有什么确切的目标以及路线，看上去完完全全就像是一张随手绘制的山水画。将之恢复之后，萧炎并没有停下动作，而是指尖微弹，随后一缕融合而成的黑红色火焰自他手指掠出，迎风而长，当即化作一簇熊熊燃烧的烈火。黑焰红心的火焰不断交织跃动，周围的温度并没有丝毫的变化，似乎那就是一团再也寻常不过的火焰罢了。若是有人观察到这一幕，谁人能想到，光是一点溢散出来的火星，都足以将任何一座连绵的万丈山脉从地图上彻底抹除。呼呼，火焰涌动，而萧炎毫不犹豫，直接将那好不容易才收集完毕，最后才拼好的净莲妖火残图就那么丢了进去。哗啦，一道火蛇卷起，窜上了妖火残图。但令人诡异的是，那净莲妖火的残图并没有被火焰吞噬、焚烧殆尽。除去萧炎的控制效果之外，古图本身也蕴藏着什么东西。伴随着火焰的灼烧，其上的纹路越发越明亮。待的某一刻，古图猛然颤动起来，一道道纹路直接从上面跃起，最后化为几道古朴的字体，落入了萧炎的眼前。双月同现，9星一体，天地潮汐，妖火降世。这般玄之又玄的话语，萧炎自然知道代表着什么意思，不过用处却并不是很大。妖火空间的所在，斗气大陆上每一个踏入斗圣的强者都能隐隐察觉到。嗖，忽地，古图之上那道绽放的妖莲却是陡然蠕动起来，宛若一道活物一般，刹那间便是化为了一道电芒，朝着萧炎的眉心射去。当，早就做好了准备的萧炎，又怎能任由这一缕力量扎入自己的眉心当中？有着潜意识记忆的他，早就知晓了会发生什么。前辈，这般小动作未免也太过掉份了吧？萧炎淡笑着说道。而那道电芒此时此刻也展露出了样貌，那是一道只有拇指大小的光团，其上散发着点点淡白色的光晕，一股无形的波动从其中传出，赫然正是灵魂力量。萧炎紧盯着那道灵魂光团，并没有什么动作，而是依旧盘膝坐在原地，对着他摊开一只手掌，做出请的手势，指向面前的蒲团。那道淡白色的灵魂光团在半空中滞留了片刻过后，这才缓缓飘荡在蒲团之上，伴随着一阵光晕闪过，一道虚幻的人影自绽放的火莲中浮现。他的面容俊美，身着一袭白袍，眉心处还有着一朵绽放的火莲印记。此人便是千古一圣，在远古时期号称最接近斗帝的强者，以这般姿态重新归来，地境灵魂。没想到唤醒本座这缕残魂之人，竟然有着这般本事，还真是有些失策。净莲妖圣俊美的脸上一抹惊讶闪过，旋即便是有些遗憾地说道：“前辈留下这道禁制，不正是为了防备已经诞生灵智的净莲妖火突破封印，祸乱斗气大陆吗？”萧炎微笑着说道，并没有因为净莲妖圣的出现而出现任何动摇。听闻萧炎的话语，净莲妖圣也是叹了口气，眼光有些惊讶地看向萧炎，
旋即道：“那家伙与我同体，修为相当。当年在我闭关之时偷袭，本座虽然陨落，但也将他的修为打散大半，封印在一处空间当中。如今距离下一次妖火空间开启，只剩下不到10天的时间。妖圣前辈不知作何打算？”萧炎反问道：“这一世，在恢复记忆后，他依旧收集净莲妖火的残图，为的就是这一刻。我吗？”净莲妖圣俊美的脸庞上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笑容，旋即道：“本座灵魂主体早已消散，这本就是一道遗留下来的残像。若是不借助那片空间，怕是什么都做不到。”面对净莲妖圣，萧炎也不想再说什么弯弯绕绕的话语，他紧紧地盯向后者，嘴角上扬，露出一抹淡淡的微笑，出言道：“实不相瞒，晚辈萧炎想要夺取净莲妖火，将之炼化，还请前辈帮忙。”闻言，净莲妖圣也是有些意外，眼前这个青年跟他见过的很多人并不一样。而萧炎却并没有去管净莲妖圣的意外，而是继续述说道：“前辈担心净莲妖火在这数千年的封印当中没有磨灭力气，为大陆带来灾祸。有晚辈在，净莲妖火还祸害不到斗气大陆，这点前辈可以放心。若是他突破封印，就由我来将之击溃。”听闻萧炎的诸多话语，净莲妖圣的思绪也是泛向了远方，一股莫名的冲动让他不由得对面前这个青年抱有几分信任。“我拿什么来相信你？我并没有可以拿来说服你的理由。”萧炎摇了摇头，净莲妖圣的眼底浮现出一抹不易察觉的失望。下一刻，萧炎却继续补充道：“我不会强迫妖圣前辈你做些什么，现在说什么都是虚的。10日之后，我自会前往妖火空间，到时候妖圣前辈任何行动单凭自身，帮与不帮都由前辈自己决定。”伴随着萧炎的话音落下，净莲妖圣也是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他的脸上看不出情绪的波动，只是微微颔首，旋即整个人便是融入了古图当中，只留下一句话在密室中回荡：“好。”伴随着净莲妖圣的消失，密室再度陷入了平静，而萧炎也没有浪费时间，而是将那得自黄泉妖圣的精血从那戒中取出，泛着淡金色流光的液体悬浮在萧炎面前。他轻轻吸了一口气，旋即便是双目微微闭合，手中结出修炼的印记，而那精血则是缓缓漂浮，扩张开来，覆盖在他赤裸的上半身上，然后悄然间融入他的体内。黄泉妖圣不愧是半只脚踏入斗帝的存在，其已经开始蜕变的精血，光是一滴100年足以令得方圆100丈之内的天地能量尽数黯然失色。不愧是妖圣精血，竟然霸道到这种地步。感受到外界的情形，萧炎也是忍不住心头一喜，这等霸道又精纯的能量，完全足够他将自己的修为提升一个大阶段。一缕黑红交织的火焰自萧炎的身上燃烧，浮现在他的体表之上，将之包裹在其中。伴随着火焰的燃烧，萧炎已经停滞不动的斗气修为也缓缓有了变化。一火燃烧，将那如同脱缰的野马一般霸道能量收入其中，随后将之缓缓转化成属于自己的修为。从1星斗圣后期直接跨入了巅峰，随后又在源源不断的精纯能量的加持下突破到了2星斗圣。就这还没完，10天之后，星界后山一道冲天的光柱爆发，凶悍澎湃的气势刹那间卷袭开来，随后又在一瞬间内收敛回去。洞府之中，萧炎紧紧闭合了10天的双眼猛然睁开，一缕犹如实质化的金光从中爆射而出，刹那间便是将面前一块磨盘大小的巨石盯得炸裂。他坐起身来，握了握拳头，感受着自己体内澎湃到几乎要溢出的能量，萧炎忍不住心底狂喜。他能够感觉得到，相比于自己闭关之前，自己的斗气修为提升了极大的程度。3星斗圣中期，黄泉妖圣的精血果然霸道无匹。萧炎喃喃自语道：“短短10天的时间，他便是跨越了2个星级，由1星斗圣一跃成就3星，这般幅度，饶是萧炎本人也没想到。别看只不过是小小的2星，在斗圣阶段，1星的修为之差，那可是天差地别。一位3星斗圣足以正面压制2名2星斗圣，若是后者配合不默契，甚至击杀也不是不可能。不过这并不能增幅到已经抵达地境灵魂的萧炎。如今他在灵魂上的修为已经抵达了斗气大陆的极致，至少在突破斗帝之前是不可能再有所提升的了，还需要尽快将我的斗气修为也跟上来啊。”萧炎摇了摇头，缓缓说道：“忽地，他像是感受到了什么，猛然抬头望去。同一时刻，星界之中，主殿之内，药老也是猛地抬起头来，神色凝重。丹塔披头散发的大长老忽地看向远方，花宗一名老妇人忽地轻叹一口气。草原之上，放牛的孩童挥着皮鞭，稚嫩的脸上满是惆怅。魂殿盘坐在主位之上的黑袍人影，眼神中闪过一道金光。斗气大陆上，所有抵达斗圣的存在都在同一时刻察觉到了变化。只见西边天空之上，2轮弯月一上一下同时浮现，星空之中9颗璀璨的大星在无数道震撼的目光当中缓缓移动，最后链接成为一条直线。双月同现，9星一体，天地潮汐，妖火降世。那遥远的天空突然间迸发出了强烈的光芒，
在这种光芒之下，还蕴含着一种极端恐怖的温度。那圈涟漪扩散而开，也不知道波及了多大的范围，即便是到了这星界，都依旧是让的人感觉到一股燥热自心底涌出。萧炎无意识地低声呢喃道，他已经意识到了什么，当即脚下微动，整个人便是融入到虚空当中，风驰电掣般朝着那处早已经察觉到炽热空间赶去。中州之上，各处的大宗派大势力之内，都是在此刻飞掠起了大批人影，然后带起呜呜的破风之声，一批接一批的从天空掠过。他们的目标都是惊人的一致，赫然都是指向了中州的西北。对于许多寻常势力来说，这一幕异象代表着什么，他们并不知晓，但那是对于存在斗圣或是曾经存在过斗圣的势力来说，他们却很清楚地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就算一向超然的远古八族，这次也出动了不少强者，一切只是为了将净莲妖火。妖火出世，整个中州都被惊动。唰！萧炎的身形猛然停滞，在前方已经有着大批强者驻留于此。略微犹豫了一瞬，萧炎将黑袍披在身上，遮住容貌，随后再度前行。此地距离妖火空间已然只有千里之遥。抬眼望去，目光所及之处，刺眼的光芒犹如中午的大日，炽热的温度迎面卷袭而来，引得无数强者大汗淋漓。光是距离千里发散出来的余热，便是让斗尊强者难以抵抗。心中有了打算，萧炎再度望向周围的队伍，能够抵达这里之人，实力最弱也在转进斗尊，即便是寻常难以见到的半圣级强者，萧炎也是看到了足足7、8位。中州大陆上还是卧虎藏龙，若不是有着净莲妖火的吸引力颇大，怕是根本见不到他们吧。萧炎不由得暗道，对于这些人他并没有放在心上，以他们的实力还不足以窥探净莲妖火，他所关注的只有远古八族中人。千里路程对于如今的萧炎来说不过是几分钟的事情，一路上他所能看到的队伍越来越少。当他真正抵达那妖火空间入口所在的连绵山脉时，此地已经有着不少人等待于此。对于这些人，萧炎都是有些印象，他们之中最弱的也是跨入了高级半圣的存在，不乏有着斗圣级别的好手，其中一半都是来自远古八族的前锋。另外一部分，萧炎也是有着几分熟悉，其中那道身着白色衣袍的俊美男子，正带着一人静候在另一边，此人正是天妖皇族的强者。至于剩下的人，想必都是各处的散修强者，萧炎对他们都没多少印象。至于太虚古龙一族，这一次却是没人前来，对此萧炎也不意外，毕竟算算时间，紫妍距离彻底炼化龙皇果还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就在萧炎目光扫过他们的时候，那些人的目光也是不留痕迹地停留在了萧炎的身上。能够盯着净莲妖火威能抵达此地之人，无论再怎么隐藏自己，都不会是泛泛之辈。尤其是他甚至是孤身一人，有着这般魄气，想必定然有着几分底气。不少人在心底暗暗将这后来的黑袍人的危险性提高了几分。就在他们谁也不说话，安静等待的时候，萧炎猛然抬眼看向一处虚空，在那里有一股熟悉而又厌恶的气息正在传来。空间突然出现一阵蠕动，伴随而来的还有浓郁的黑气自空间中弥漫开来，一股可怕阴寒的气息驱散了周围的热意。3道身影在众目睽睽之下高调走出，无数人的目光都被吸引过去，然后瞳孔骤然紧缩，眼底不加掩饰地浮现出一抹忌惮的神情。魂殿殿主魂灭生，见到后者出现的刹那，萧炎的心底便是浮现出了浓郁的杀意。不过这一抹杀意当即便是一闪而逝，现在还不到时候。虽然已经出现了妖火降世的异象，但是妖火空间的开启还有着一段时间，在这里击杀魂灭生势必会引起魂族中人的注意，搞不好魂天帝都会亲自动手。虽然有着古人的保证，但是谁也不知道魂族为了千年谋划埋下了多少后手，萧炎也不会去赌这一手。就先让你们多嚣张一段时间。微微眯起双眼，萧炎在心底宣判了对于魂族3人的死刑。除去魂灭生外，魂族到访的另外2人，萧炎也并不陌生。一位正是那神秘的魂族少族长，也是前一世被萧炎亲手击杀过的存在，魂族魂风。另一人则是有些不一般，虽然他的表面上只有4星斗圣的修为，还不及一旁的魂殿殿主魂灭生，但在萧炎的感知中，他的真实修为却是足足有着5星斗圣后期，还真是一贯阴险的做法。萧炎喃喃自语道，随后隐去了自己的气息，将存在感再度降低几分。所有的注意力基本都被魂殿殿主所吸引，他的凶名之下，萧炎的小动作倒是没有人注意到。在那遥远的时代，这位魂殿殿主魂灭生可是在1日时间之内血洗过10家抵抗魂殿的门派，屠杀过5位实力到达2星斗圣的强者，铸造了赫赫凶名。在座除了萧炎，没有谁敢小看他。结，净莲妖火出世，可谓是惊天动地，此物何该落入我魂殿之手？魂灭生身旁的佝偻老者阴笑着说道，声音未加掩饰。在座众人都是难得一见的强者，纷纷闻言色变。不要大意，净莲妖火虽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却是要保护好少族长。魂灭生宛若一位入定的老僧，
平淡的说道，丝毫没有那般屠宗灭门刽子手的形象。不过是一帮垃圾而已，没必要操心。你们全力夺取净莲妖火便好。魂风则是面带微笑的说道，看上去彬彬有礼，但是吐露出的话语却是意外的嚣张。他们根本没把在座众人放在眼里，似乎已经是将净莲妖火视为囊中之物。忽地，又是几道破空声传来，2道火红色的身影闯入此地，一位年轻男子，一位红袍老者，实力皆在斗圣层次。誓言族中人，似乎是他们的出现打破了禁忌。很快，远古8族当中真正的主力都纷纷赶来，药族、石族、雷族。最后，当古族的2位老者出现后，再等了1刻钟的时间，再未有人出现。显然，能够抵达此地之人已经尽数在此。对于薰儿的未能出现，萧炎早有预料。虽然净莲妖火很强大，但是薰儿本身便是执掌古族的传承异火，异火榜排名第4的金地焚天炎，论起威能来也不逊色几分。更何况他们现在都在天幕当中闭关，消化难得一见的收获。相信下一次见面的时候，薰儿的实力会蜕变到一个让人惊喜的地步。除去魂、古2族之外，萧炎最为关注的则是药族。虽然他本人对于药族并无太多好感，但毕竟是关药老，他还是留心了几分。与前世相同，药族此次前来妖火空间的强者正是药万归，曾经一言不合便是冤枉药老，并且将之逐出药族的长老，其实力在4星斗圣初期，即便是在场众人当中也算得上一方好手。实力的层级泾渭分明，除去魂、古2族之外，各族云集于此的最强者便是4星斗圣，而在这之下，3星斗圣也是寥寥无几，反而是零散的1、2星斗圣居多。魂族却是偷偷隐藏了实力，这般行为不亚于是在给各族埋坑。咦？萧炎心中微动，微微抬头看向了一处虚空，在那里并没有人影的存在，但在萧炎已经恢复到完全的地境灵魂下，那处空间确实无所遁形。只见得一位骑着青牛的稚童，戴着草帽，停留在此处，双眼注视着妖火空间，似乎在想着什么。丹塔老祖，萧炎认出了后者的身份，旋即心神微动，一抹想法浮现，当即他便是凝聚起一缕灵魂力量，对着稚童传音道：“前辈，还请一叙。”你是谁？草帽稚童脸上的悠然自得消失，取而代之的却是无比的凝重。他四处张望，试图寻找声音的来源方向，但却毫无所获。这个传音之人实力至少在自己之上，前辈莫要紧张，在下不过是想请老祖帮个忙而已。黑袍之下，萧炎的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奸计得逞的狡黠笑容。什么事？丹塔老祖沉声开口道，面上满是与外表不符的神情。而萧炎则是轻声回答道：“还请前辈关照一下魂灭生身旁那位老人，他的实力可不一般啊。”听闻萧炎此言，草帽稚童的视线下意识地扫向了魂殿殿主身边，重新将那位佝偻老者纳入眼中。莫约半分钟后，他的瞳孔陡然紧缩，旋即低沉道：“魂魔老人，怎么会是他？”见到丹塔老祖注意到此人，萧炎略微颔首，也是不再言语，提点到这一步已经足够。进入妖火空间之后，他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拿到净莲妖火，其他一切都要放后。若是趁着这个时机让魂族有小动作，到时候其他8族中出现大规模伤亡，那便不好看了。毕竟在座的有一个没一个都是未来抗击魂族的重要战力，斗圣级别的存在，即便是对于远古8族这种级别来说，每一个都是十足珍贵，甚至一代当中都可能不会出现这等人物。远古8族中的斗圣强者，别看有着好几位，但那是数千年的漫长时光中累积下来的。正常来说，可能数百年才能有一位族内天才突破到斗圣层次。萧炎沉默不语，独自屹立在阴暗处，掩藏气息，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而其他各大势力则是三三两两的并立在一起，或是几个中型势力抱起团来。虽然心思各异，但是他们终表面上却是已经联合在了一起。显然，魂灭生的出现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压力。轰轰！莫约过了1个时辰左右，那原本只有数丈大小的破裂空间缓缓扩张开来。最后在空间的破碎抵达极限的时候，一道乳白色的光圈便是在那破碎的空间处成型，稳定了破碎的空间，构筑成了一道足有100丈大小的空间门。就在空间门彻底稳定成型的刹那，周遭空间顿时传出无数道急促的破风之声，宛若具备着某种魔力一样，一道道强横的气息都是如同闪电般掠过虚空，朝着空间门冲去。他们之中实力最低之人也是半圣层次的存在，在妖火空间之中，不到半圣之人都不具备进入其中的资格。光是那灼灼燃烧的星火，便是足以凭空点燃他们的斗气，将之焚烧成一片虚无。跟随着大规模的人流，萧炎一样冲进了妖火空间之中。周围一股诡异的空间波动传来，萧炎察觉到，但并没有阻止。下一瞬间，他便是出现在了一处空旷的地方。原本与他一道冲入其中的大批强者尽数不见，空间挪移，梦魇天物，6星斗圣的手段，那家伙恢复的还不错。忽地，
一道略显沉重的声音窜入萧炎的耳中，赫然正是净莲妖圣。进入熟悉的地方，他已经察觉到了妖火空间的不对劲。若是能够透过萧炎的那剑看到其中那幅已经拼凑好的古图，便是可以看到其内部空间中盘坐在一朵虚幻妖异莲花上的净莲妖圣，脸色有些意外与凝重。空间挪位，星火陷阱，这一套组合拳还挺厉害的。萧炎陡然间吐出一口浊气，一缕淡淡的炽热之意从他的胸腔中消失。具备地境灵魂的他并没着了道，而是在第一时间察觉到了不对劲。不过即便是如今的我都能影响到，其他人怕是或多或少都会中招，这倒是个好机会。萧炎喃喃自语道，随后抬起眼来，在他的眼底深处，一缕黑红交织的火焰陡然腾升，覆盖了他的双眸。刹那间，在萧炎的眼前，宛若褪去了一层轻纱。他看到在他身边方圆1000丈之内，尽皆是一位位被包裹在乳白色雾气当中的身影。忽然有人惨叫一声，便是化为了灰烬。显然在星火构筑的幻境当中，他已经彻底沦陷。又是有人从入口处冲了进来，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缕乳白色的薄雾便是覆盖了他的周身，伴随着淡银色的光芒闪烁，他便是出现在了1000米之外，躺在那里，面容上浮现出痛苦的神色，故意放出些许空间波动，让人们都以为是被传送离开，但实际上却在其中藏了陷阱。这家伙当真有些狡诈。摇了摇头，萧炎吐槽了一句，随后扫视一圈，并未在这帮人当中发现熟人，当即便是一步踏出，朝着妖火空间内部前进。加速了莫约10分钟后，一个巨大的广场出现在了萧炎的眼前。而在那广场自上，此时此刻已经站了不少人，他们基本都是远古8族中人。以他们的实力，纵然最开始的星火陷阱能够造成影响，但还不至于出大事。不过即便如此，萧炎也能看出，有几人的身上衣衫有些凌乱，显得有些狼狈，在之前可能吃了不小的亏。他们中不少人注意到了萧炎的到来，见到他身上并没有明显的狼狈迹象，眼神也不由得凝重了几分。我炎族对净莲妖火没有兴趣，不过也不想让其他8族获取。炎族的红发老者眼神中闪过一抹金光，淡淡的说道。而在他的身旁，雷族的长老也是没有丝毫犹豫的缓缓点头，沉声说道：族长说了，保持原样便好。随着2族的表态，10族也是发表了一剑，3族站到了一条阵线。而药族的药万龟当即脸色微微变化。对于药族这个斗气大陆上最为擅长炼药的家族来说，净莲妖火的吸引力之大，不是其他能比的。在这般吸引力下，药万龟沉默了，他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异火广场之上顿时诡异地沉默了下来。除去还未表态的药族之外，在场的大势力只剩下了魂骨2族，他们也是远古8族当中最强大的2支。而其余几族的联合，更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钳制这2族。毕竟当初灵族出事，虽然古元通知他们的时候，各族族长表面上都不曾在意，但实际上却也实实在在调查过灵界之前所在之处。整个斗气大陆上能够悄无声息地毁灭灵族，这般恐怖的实力，只有魂骨2族具备。虽然以各种作风来说，大概率此事是魂族所做，再加上古元的提前通知，洗清了不少嫌疑，但是其他各族却并不打算听从古元的建议，联合各族对抗魂族。在他们看来，魂骨2族最好还是保持这般互相对峙的平衡为好。毕竟一旦其中一族消失，剩下的远古种族加起来也未必能和其中的一支抗衡，这不符合他们的利益。我等此次前来，不过是为了加固封印，净莲妖火的归属，我古族没有兴趣，只不过它不能落入魂族的手中。古族的2位长老互相对视了一眼，分别从对方的眸子中看到了一抹苦涩的情绪。旋即萧炎曾有过一面之缘的古南海长老站出来，沉声道。听闻这般话语，在场的大多数目光便是直接扫到了魂灭生的身上，他们在逼迫魂族做出决断。就在此时，忽地一道咔嚓声传来，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却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妖火广场周围的空间已经崩碎。发生了什么？有人惊呼。而实力较强的长老们则是将各族后辈子弟护在身后，眉头紧皱地望着眼前一幕。古南海低喝道：小心，这里是净莲妖火的布置，在这里他是空间的主宰。当然不用他提醒，所有的人目光警惕地盯着周围，斗气凝聚，做好了战斗的准备。早在众人发现之前，萧炎已经察觉到了空间的变化，他的眼眸微动，有着潜意识记忆的他自然知道接下来出现的会是什么。无穷无尽的火奴将会从空间裂缝中涌出，将众人逼得不得不往一旁的大殿闯进去。而在那大殿关卡的尽头，迎接众人的将会是最强的一批火奴，他们每一个实力都在斗圣之上。哼，与其按照净莲妖火的想法行动，不若直接打破他的计划。萧炎心神一动，灵魂力量扫过，想要找出净莲妖火本体的所在，但却被阻隔。这里毕竟是净莲妖圣曾经的作化之地，有着大阵的保护，主场优势下，即便是萧炎短时间内也难以探寻到净莲妖火的具体位置。心神一动，萧炎并没有和在场众人同流合污，
而是一步踏出，在许多人不解的目光当中，冲到大殿的石门之前，随后一拳轰出，将石门砸得粉碎后，毫不犹豫地冲入其中。魂殿三人见到这一幕，当即互相对视一样，没有交流，便是直接默契地跟了上去，速度之快，眨眼间便是消失在了众人的目光当中。怎么办？魂族三人前去，那个黑袍男子怕是要危险了。古南海眉头微微皱起，低声问道一旁的古族长老，后者瞳孔微微皱缩，正想要说些什么，周围原本碎裂的空间陡然破碎，顿时骇人的一幕出现在他们的眼前。只见密密麻麻无数形容枯槁的人影，手持火焰长矛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这是火奴！有人惊呼道。火药长老脸色有些难看，低喝道：数量这么多，怎么可能？上一次根本没这么多。每一个火奴的气息并不强大，只有斗尊修为，但当这个数量变成1万的时候，即便是斗圣强者也要提起精神来应对。在场那些半圣强者们当即脸色都变了，对于他们来说，成千上万的斗尊火奴已经足够威胁到他们的性命。下一刹那，只见那些火奴纷纷抬起头来，眼瞳中一缕乳白色的火焰闪过，当即便是如同出巢的蜂群一样，密密麻麻地朝着广场上的诸多强者飞扑而去。走，别跟他们硬打！古族另一位长老果断下令道。与此同时，他一虚握，将周围方圆100丈之内的天地能量揉成一个大印，直接拍向前方，当即便是将几十位火奴轰成藻粉。然而，这不过是杯水车薪一样，下一个瞬间，便是有着无数火奴不怕死地顶了上来。被净莲妖火夺取了神智的他们，基本与真正的傀儡毫无差别。轰轰轰！其余的强者们也纷纷出手，当即五颜六色的斗气匹练飞舞，横跨虚空，当即将挡在大殿门口的诸多火奴轰杀，血肉弥漫间杀出了一条血路。走！趁着这个机会，所有人都朝着大门处赶去，后面则是无数追击而来的火奴，一瞬间显得相当拥挤热闹。对于这些，萧炎并不知情，不过他大致能够猜测出来他们的遭遇。那些火奴数量虽然很多，但面对真正认真起来的各族强者，他们想要脱身确实不难。黑袍之下，萧炎的嘴角微微上扬，浮现出一抹冷笑，眼底冷意闪过，速度加快几分，当即便是将跟在身后尾随的魂族3人甩出视线之外。萧炎清晰地感知到，除去魂族3人之外，丹塔老祖也进入了大殿之中，以他6星斗圣足以完全掌控空间的修为，隐藏起来气息，在座的魂族中人根本无法察觉他的存在。魂灭生和魂魔老人就交给丹塔老祖吧，在错综复杂的大殿之中，追不上我，那可真的追不上喽。萧炎冷笑一声，他已经隐约察觉到了净莲妖火的所在之处，不过想要击穿那层空间节点，还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定位，以免打草惊蛇。在主场之中，对方若是一心想逃，萧炎想要追到对方，也要耗费很长一段时间。不过首先要去把萧晨先祖救出来，以免他被当成火奴，被在场各族强者联手击杀。心念一动，一股无形的灵魂力量便是从萧炎的识海升起，转瞬间扫荡开来，只是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便是将整个大殿扫了个通透。在那里，忽地，萧炎睁开眼，他感觉到北边有着数道缺乏生机的强悍气息，他们一动不动，周围被炽热所包裹，显得极为怪异。显然，火奴的大本营就在那里。当即，萧炎的身形在半空中划过一道圆润的弧线，转了个方向，便是朝着刚才感知到的方向赶了过去。一路上，他遭遇到了不少悍不畏死的火奴的阻击，但他们尽数在萧炎的攻击下化为了藻粉。一扇厚重巨大的石门挡在面前，萧炎提起一口气，随手虚握，顿时周围方圆100丈的天地能量被射入他的掌中，化为了一道凝实的光印，猛然对着前方的巨门砸下。轰隆隆，伴随着巨响，巨门上当即被轰出一个大洞，大小不一的碎石飞溅开来，撒得到处都是，烟尘扬起，但转而便在高温之下彻底蒸发。萧炎身形去势不减，直接撞入大洞之中，横跨10米，便是要冲入大厅之内。唰！忽地，一道破风声自萧炎耳畔响起，伴随而来的是让人头皮发麻的凛冽寒意。他不由得心头一惊，当即身体宛如药子般扭动，险之又险的将一道血色的锋芒闪过，眨眼间便是出现在10丈开外。直到这个时候，萧炎才回头望去，只见一道有些干瘦的身影站在大洞旁边，其身体上出奇的没有火焰萦绕，但是引人注意的是，在他的手中拿着一柄足有数丈庞大的血色巨斧，形状怪异，与他干瘦的身躯相比，显得有些滑稽，但那身体里蕴含的庞大力量，却是让人不由得心惊。4星斗圣，血斧萧晨。萧炎的瞳孔中也是闪过一抹喜色，没想到刚抵达目的地，第一个见到的便是要找的人。不过萧晨此刻却并没有摆脱控制，见到萧炎闪开攻击，他当即发出一声沉闷的低吼，额头上属于萧族的族纹浮现，血色巨斧高高扬起，冲着萧炎迅猛地斩去。当，萧炎手中忽地出现一道巨大的黑齿，
堪堪将萧晨的巨斧挡下，发出清脆的金铁交击之声，溢散的锋芒划开，当即将大地斩出一道足有100丈之长的深渊。他被星火入侵了心神，只能凭借修为压制，强行保持一丝神智。净莲妖圣低沉的声音在萧炎的耳边响起，萧炎微微颔首，对于萧晨的情况，他自然也很清楚。妖圣前辈，可否出手帮他拜托妖火控制？可。听闻此言，萧炎心神大定，此地四下无人，可以略微展现一下真实实力。心神一动，当即汹涌澎湃的灵魂力量自萧炎的识海激发，宛若滔天骇浪。在这般恐怖的力量下，即便是萧晨也显得有些渺小。灵魂力量化作遮天大手，朝着萧晨抓去，后者当即再度举起血色巨斧，短暂凝滞一瞬后，悍然劈下。霎时间，血色的锋锐锋芒展出，迎风暴涨100丈，带着凶悍的杀意自下而上，想要将遮天巨手斩断。二者刹那间便是跨越空间撞击在一起，但让人想象的剧烈爆炸并未发生。只见那血色锋芒周围不知道何时出现了交织的黑红火线，将之束缚，随后消融湮灭。而那灵魂大手则是毫无阻碍将萧晨抓住。好！萧晨的身上乳白色的火焰陡然间腾升，妖火赫然腾升，他挣扎的幅度霎时间大增。哼，散开！就在萧炎想要加大力道的时候，净莲妖圣平淡中夹杂着些许威严的冷哼声响起。下一秒，只见萧晨身上腾升而起的乳白色火焰，仿若是见到了天敌一般，直接消散而去。萧晨停止了挣扎，他眼底的那一抹跃动的火焰消散，取而代之的却是迷茫。这里是他声音沙哑的开口，宛若腐朽的枯木。萧炎当即散去灵魂大手，身形缓缓飘下，额头上一道玄奥的足纹浮现。这里是妖火空间，萧族后辈弟子萧炎，见过萧晨老祖。说着，萧炎缓缓对着萧晨躬身行礼。见到这一幕，萧晨的眼珠微微颤动，握着血色巨斧的手也不由得攥紧几分。他紧紧地盯着萧炎额头上的足纹，默约1分钟后，才缓缓开口道：“现在萧族怎么样了？”萧炎略微沉默，轻声道：“如今萧族已经在斗气大陆上除名了。”旋即，他便是将萧族如何覆灭，以及萧家如今的情况讲述了一番。而萧晨的目光也在萧炎的讲述中略微暗淡了下来。从始至终，他都没有开口，但从他紧紧攥住的拳头，可以很明显看出，萧家这位不善言语的老祖心情到底是如何激荡。没想到我被困在妖火空间的这段岁月当中，萧族竟然遭受到了如此大劫。他低下头，声音略微颤抖，心底充斥着悔恨的情绪。一旁的萧炎微微叹了口气，他知道萧晨是在自责，在萧族遭遇到大劫的时候，他这位萧族中的中流砥柱却是流落在外，没能尽一份力。但以魂族当时的布置，就算萧族多了一个萧晨，那又有什么用呢？无非是多葬送一条人命罢了。这里是妖火空间，萧晨先祖，现在还不是伤心的时候。萧炎叹了口气，缓缓说道，看向萧晨，他忽地开口道：“魂族也有人进来，据说他们参与过对萧族的围剿。”话音还未落下，萧炎便是感受到萧晨的身上一抹凶悍的杀意陡然闪过。他知道这般激将起到了作用。他们在哪里？萧晨的眼底一抹凶光闪过，既然已经留下了遗憾，那如今要尽全力去弥补。他们同样是为了净莲妖火而来，如今应当已经朝着那边过去了。无形的灵魂力量转瞬间扫过大半座宫殿。萧炎如实说道。萧晨沉默了一瞬后，和萧炎对视了数秒，随后沉声道：“跟我来。”萧晨起身，萧炎跟在身后，二人缓缓踏步上前，朝着大殿后方走去。萧炎注视着萧晨，缓缓推开巨门，露出了巨大的石梯台阶，一眼望不到尽头。以二人的速度，也足足飞掠了10分钟的时间，才抵达了台阶尽头。在那里，有着一座庞大的祭坛，祭坛之上，巨大的王座屹立，在那王座之上，一道身着白袍的身影，仿若是陷入了沉睡。这边是净莲妖火所在，当年我就是在这里被他击败。萧晨声音低沉的开口，萧炎心神微动，他能够感觉到净莲妖圣已经单方面和他断绝了联系，显然此地已经接近净莲妖火的所在。抬头看向祭坛上的人影，萧炎微微皱眉，他已经看出在那祭坛王座之上的净莲妖火是假的。虽然这梦魇天物对于其他人来说颇为逼真，堪与真实一样，但是在萧炎的眼中却是有些错漏百出了。以地境灵魂强行破解此地幻境并不难，但是萧炎并不打算这么做。心念微动，他便是遮掩了气息，拉着萧晨来到了一处难以被注意到的角落。萧晨微微皱起眉头，而萧炎则是嘴角上扬，黑袍下清秀的脸庞上浮现出一抹戏谑的笑容，沉声道：“萧晨先祖，我请您看一场好戏。”好戏！萧晨心神微动，像是意识到了什么，当即在萧炎不远处藏好。以萧炎地境灵魂的遮掩，外加上净莲妖圣本身对妖火空间大阵的掌控，即便是净莲妖火，
也是很难察觉到他们的存在。就在两人藏匿好不久之后，便是3道略显狼狈的身影闯入此地，身上黑色的衣袍都被烧穿数个焦黑的大洞，其中那位年轻人更是头发都焦了大半。魂族3人组率先抵达祭坛，他们进来之后便是扫视此地，一眼便是看到了盘坐在王座上的净莲妖火，当即眼瞳中满是贪婪和狂喜，没有丝毫犹豫，其中一人当即便是向着祭坛扑去，至于剩下2人则是当即朝着后方入口处轰出斗技。魂灭生，你们敢！就在他们动作的刹那，伴随着剧烈的破空声，一道怒喝声爆响，数道身影再度从入口处闯入。古南海，净莲妖火这等天地至宝，何该我魂族居之？放屁！魂灭生低喝道，大手没有停止，而是朝着看似沉睡的白衣青年抓去。古南海的脸上满是急切，但速度依然赶之不及。在他的身后，则是远古8族的各族强者，只不过每个人的状态都不是太好，而且他们看向魂灭生3人组的眼光也是颇为不善。目光随意的扫过，萧炎发现，相比在妖火广场上的时候，人数减少了一些，显然有部分人已然陨落。萧炎嘴角上扬，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容。魂族在这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还真是个很让人玩味的事情。众目睽睽之下，就在众人以为净莲妖火落入魂灭生手中的那一刻，一道惨叫声猛然自祭坛中央传来，一道漆黑的身影猛然倒飞10几丈的距离，是魂灭生。他发出凄厉的惨叫，抱着手臂，额头上冷汗洒下，那副宛若坐定老僧一般的气质不复。更让在座众人瞳孔骤缩的是，魂灭生刚才抓向白衣青年的手掌已然变得焦黑萎缩。不错，这一次抵达祭坛的人比我想象的还要多。忽地，一道略显轻浮的声音自祭坛之上传来，众人这才惊觉望去，只见那刚刚还仿若陷入沉睡一般的白衣青年，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然醒来，带着玩味的笑意看向众人：“来吧，打败我，你们便能获得妖火本源，否则便永远留在这里做我的火奴。”他的声音虽然轻浮，但吐出的话语却是极为沉重。在场的诸多强者都是神色凝重地盯着祭坛上的那道白袍身影，心底满是忌惮。显然净莲妖火之前展现出来的实力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预料。远处，萧炎和萧晨注视着这一幕，后者见到这一幕，当即瞳孔骤然紧缩，似曾相识的景象再度浮现在眼前。纵然萧晨再怎么迟钝，他也意识到了不对劲，那是陷阱。虽然是疑问句，但萧晨确实以肯定的语气说出，而萧炎则是微微颔首，解释道：“净莲妖圣的成名绝技梦魇天雾并不是那么简单，足以笼罩一城，让上百万人口毫无察觉地度过数百年的时光，其中玄奥又岂是那么简单？实际上，在这数千年的时光当中，我想净莲妖火一定反渗透了净莲妖圣当年用来镇压他的大阵，具备着操纵梦魇天雾的本事。因为入口处遭遇过一次陷阱的缘故，自以为逃脱的人们并不会将念头再度联想到梦魇天雾之上，而没有意识到这点的人们将会步入净莲妖火的陷阱，最后在被他编织的幻境下一步步沦为火奴。”听闻萧炎的话语，萧晨心底不由得一沉，想到了当年自己的遭遇，萧炎的分析可以说是8、9不离10。与此同时，萧炎却是在心底默默催促道：“妖圣前辈，好了没有？”净莲妖圣早已经没有了初见时候的那般淡然，而是有些无奈道：“别催，就快好了。”早在萧炎跟随着萧晨踏入地下祭坛之前，净莲妖圣便是提醒萧炎掩藏气息，找一处僻静之地。当年他大阵已经被净莲妖火篡改不少，他需要一段时间用来夺回权限。就在这时，忽地一道轰鸣爆响从远处传来，各族的强者终究是忍不住了，在危机面前，他们连起手来，对着净莲妖火发动了进攻。一时间，温度骤然暴涨，各色的斗气匹链划过虚空，所过之处，空间崩碎，不断有激烈沉闷的爆响传来。双方在第一时间便是进入了白热化的激斗当中。只不过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萧晨的瞳孔微微紧缩，他注意到了各族强者的眼前，不知道什么时候萦绕扇了浓白色的厚重雾气。照这样的侵蚀速度，恐怕那些人撑不了太久。一旁的萧晨眉头微微皱起，眼底一抹担忧的神色浮现。虽然他一向自信，但若是如今正在和净莲妖火幻象鏖战的几位强者全部沦陷，他也不可能在净莲妖火的手中护得2人可以安稳离开妖火空间。因为萧炎未曾在萧晨面前掩饰，所以他看得出来，萧炎如今的斗气修为应当在3星斗圣左右。这样的实力虽然很强，即便在1000年之前的远古8族当中，也算得上是绝对的天骄强者，但在如今的情况下却还不够。既然这样，先祖不妨去帮一下他们。略微沉吟一下，萧炎目光投向一处隐秘的虚空，他能够感知到丹塔老祖就藏在那里，至于未曾出手，想必也是在等待时机。梦魇天雾虽然厉害，但以如今净莲妖火的实力，想要影响到6星以上的斗圣强者，却是没多大可能的事情。好，萧晨点了点头，
提起手中的血色巨斧，整个人刹那间便是消失在原地。下一瞬间，他便是出现在战场中心，眼神微微眯起，对着前方猛然劈去。唰，血色的锋芒凭空出现，刹那间划破虚空，留下一道切割面异常光滑的漆黑通道，去势不减，朝着前方的人影当头劈下。背后锐利的锋芒传来，魂风心头一惊，背后毛骨悚然，当即就想要暴退而去。但那锋芒的速度却比他要快得多，在他刚刚有所动作的时候，血色锋芒已经穿透了他的身体。啊！魂风发出惨叫，原本阴雾的脸上现在却满是惊恐的神色，但这并不能改变他被一分为二的结果。先从你身上讨回一点债，萧族的血没那么容易沾染。屹立在虚空中，萧晨眼神中布满寒意。若不是有着萧炎的嘱咐，恐怕他现在即便是拼着自己去死，也要将魂族3人一同拖下水。如今不过是杀了一个，已经是很克制了。血色锋芒去势不减，击杀了魂风后越过众人，直接斩在了白衣青年身上，将其轰退数步。无论是突然出现的血色斧芒，还是魂风的惨叫，都引起了在场众人的注意。他们不由得趁着这个间隙抽空望去，只见提着血色巨斧的枯瘦人影屹立虚空。你是哪方畜生，竟敢杀我魂族中人？魂灭生原本如同老僧坐定一般镇定的面容当即变得扭曲，双眼布满了血丝，当即暴喝道：一切都出乎了他的预料。本来以为10拿9稳的净莲妖火没有到手不说，自己还断了一臂，出来历练的魂族少族长竟然陨落在了这里，让的一片大好的局势出现了变化。此刻的他接近暴走。魂族真是肮脏的血脉，千年时光过去，依旧是这般恶臭。萧晨平淡地说道，只是看向魂灭生的眼瞳中夹杂着几分肃杀的意味。就在这时，一旁的古族老者先是眉头微微皱起，随后当即指着萧晨惊呼道：你是萧晨，血府萧晨，没想到你竟然还活着！伴随着震惊的话语落下，在场中人无不是瞳孔骤然紧缩，震惊不已。原本以为覆灭千年的萧族，如今竟然有着强者出现，这让他们不由得心头一颤。就连原本即将暴走的魂灭生，也是用极为震惊、复杂、难看的目光看向后者。原本冲霄的气势被削减了大半，望着萧晨冷漠平淡的眸子，他似乎感觉到自己的灵魂都被冻结。竟然有火奴能够逃过本座的禁制，当真稀奇。白袍青年略带惊异地看向萧晨，后者却并没回话，而是直接提起血色巨斧，当即便是一个闪身来到前者面前，手中巨斧再度劈下。一起出手，不要停下，别给净莲妖火恢复的机会。古族那位长老当即低喝道，手中飞速结印。一旁的古南海亦是如此，周围的天地能量汇聚过来，周围的空间也在强烈的威压下寸寸崩碎。地印诀，五印合一，两人齐齐发出暴喝，顿时2道足有100丈大小的金银掌印轰开虚空，对着白袍青年轰去，所过之处激荡起无数能量涟漪。苍炎爆，雷地拳，雷炎2族强者当即效仿，短暂结印后施展出族内传承斗技，顿时卷袭而起的澎湃火浪以及闪烁的雷光充斥了大半个战场。2道身影宛若飞驰而出的利剑，一左一右朝着白袍青年围了过去，将他夹在中心。剩余的各族强者也都没有留手，除去有些阴晴不定的魂灭生之外，纷纷施展出传承斗技，朝着白袍青年轰去。轰！剧烈的爆炸出现，发出刺耳的轰鸣，在那无数斗技交织的中心，只留下了一道刺眼的茫茫白光，所过之处，即便是斗圣强者毫无遮挡的望去，也会刺得两眼生疼。干掉了吗？有强发出疑问，他们都死死地盯着烟尘爆炸的中心，刚才这般出力，可所谓是竭尽了在场强者的全部力量。若是还不能将净莲妖火击溃，恐怕……可嗨嗨，你们的实力当真不错，我越来越开心了。白袍青年依旧平淡的话语从爆炸中心传出，不知何处而来的劲风拂过，将烟尘吹散，露出了爆炸中心。只见在那狼藉的满地上，白袍青年依旧悠然自得，好像刚才的联合攻击他一点伤都有。一时间，在场不少人心都是微微一沉，净莲妖火展现出来的实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这样下去，说不定他们都会死在这里。一想到这里，即便是以他们的地位，心底也不禁泛起了些许涟漪。在他们不曾注意到的地方，双眼之前那乳白色的浓雾再度加剧了几分。就在他们的心沉寂到底部的时候，一道声音却是自远方传来，夹杂着几分讥讽，几分平淡，让所有人都不由自主的微微一怔。阁下当真好手段，这净莲妖圣留下来的梦魇天物，看来已经被你参透的七七八八。众强者当即微微一怔，旋即回过神来，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只见一道身着黑袍的身影缓步走出，虽然看似极慢，但每一步踏出都是跨越了1000丈空间，仅仅数步之后，便是来到了众人身前。是你？见到这一袭熟悉的黑袍，在场众人当即反应过来，之前在妖火广场的时候，他们便是见过此人。当时对方第一个发现不对劲，
率先离去，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未曾在祭坛处见到此人，他们还以为这黑袍人已经陨落，没想到却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他却神兵天降。梦魇天物？什么梦魇天物？我们该不会还在幻境里吧？有强者抓住了重点，惊呼道。剩下的人却是注意到白袍青年的脸色在极短的时间内出现了微弱的变化。虽然他很快变了脸色，但这却无法瞒过在座的众人。他们当即意识到，这黑袍人说的很可能是真的，但也有不少强者纷纷质疑，低喝道：“不可能，我的存在是真实的，我可以保证。对，本座不可能是虚假的。梦魇天物，即便再是鬼神莫测，又岂能凭空生成诸多斗圣强者？”对于这些质疑，萧炎则是淡淡的说道：“梦魇天物乃是净莲妖圣的成名手段，能够笼罩一整座大城市，让几百万人口恍若一梦般毫无察觉地生活在其中数百年的光景，又岂是这么简单的手段？若是这般简单，为何众多斗圣强者谈之色变？”听到萧炎的反驳，他们不由自主地沉默了。是啊，萧炎说的没错，净莲妖圣的成名手段怎么可能会简单？那可是曾经号称最为接近斗帝的强者啊！你是谁？怎么会知道梦魇天物的弱点呢？白袍青年死死地盯着黑袍青年，眼神中满是不甘的神色，低喝道。而萧炎面对他状若疯狂的这副神情，当即嗤笑一声，旋即道：“别装了，这般演技当真拙劣。”听闻萧炎的话语，所有人顿时微微一怔，旋即看向白袍青年，只见他那副歇斯底里的神情果然消失，取而代之的却是一抹阴霾。你是在找死？白袍男子俊美的脸上当即泛起一抹狠辣，伴随着一声暴喝，方圆千丈的能量汇聚在他的手中，身形一动，便是出现在众人上空，被乳白色火焰凝聚而成的巨大岩枪高举，随后悍然冲着下方众人砸去。这股骇人的威势，堪比最巅峰状态的净莲妖圣，在场众人当时亡魂皆冒，心中裹纽曼斯绝望之感。雕虫小技，梦魇幻境，给我破！面对这道遮天蔽日的攻击，萧炎也没有选择应接，这便是梦魇天物的神奇之处。你认为他有多强，那么他就有多强。这般恐怖的威势，即便是如今的萧炎也无法应接，堪比古元和魂天帝奋力一击的恐怖威能。即便有着地境灵魂的萧炎，也会被当即轰爆。不过他自然有着应对办法，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胸有成竹的微笑。当即即便是划破指尖，略微泛着金色的血液激发而出，指尖飞速滑动，顿时一道玄妙的血色符文散发出阵阵波动。破眼符？怎么可能？白袍青年发出凄厉的咆哮，岩枪的速度当即加快，但是为时已晚。只见那血色符文之上，白芒掠过，形成一个大的光圈，将出去魂族之外的所有人包裹在其中，随后绽放出白光。柔和的光芒洒过，众人不由得微微闭合双眸，再度睁眼之时，只见周围已经大变样。祭坛？哪有什么祭坛？出现在众人面前的，赫然正是无边的岩浆海域，一眼望不到边缘，充斥着整个空间。而那大片大片的岩浆，则是全部由乳白色的火焰构筑而成。众人站立的地方，赫然已经到达了悬浮石山的边缘，离得最近的只差1尺，便是要一脚踩空，落入乳白色的岩浆当中。他们顿时被惊出了一身冷汗，纷纷退后数步，远离开了悬崖边缘。就在这时，原本无雾的天空之上，也是陡然间出现了数道身影。他们面容苍白，气息萎靡，神色惊恐不已，望着周围，不断地喘着粗气，平复着内心的情绪。萧炎在刚才施展出破眼符的时候，连带着将另外一些人也救了出来，当然除了魂族的2人。多谢阁下出手相助，还请告知身份。这个人情，古族必有厚报。一旁的古族长老拱手沉声道：“不管面前的黑袍男子究竟是什么身份，光是他出手救下众人这份恩情，已经够大了。”有着古族长老的带头，一旁的雷炎耀14族长老也是纷纷拱手道谢。萧炎将这个人情一一承下，虽然并不是主目标，但他确实抱着类似的想法，才故意绕了个大圈子，没有去直接找到净莲妖火将之击溃。有着这份恩情的存在，想要以天府联盟的名义联合各族组建出对抗魂族共盟，想必也会容易不少。小子来自天府联盟，叫我萧炎便好。萧炎略显轻松写意的开口，摘下兜帽，露出那张显得有些清秀的面庞。古族2位长老当即瞳孔紧缩，旋即露出一抹苦笑。萧炎在古族闹出那么大动静，他们自然知道对方是谁。至于另外各族的长老，也是纷纷心头一惊，毕竟天府联盟的事情，他们也是知晓。毕竟他所拥有的力量也是相当庞大，可以说是除去远古8族之外，斗气大陆上的顶尖力量。耀万归的脸色突然微微一变，天府联盟的事情他自然也知道，也知道对方的盟主赫然正是那位曾经被他冤枉，亲手逐出耀族的弃子。一向看不起药老的他，如今竟然被药老属下势力中人救了一命，这让一向颇为注重颜面的耀万归难堪不已。就在众人交流的时候，一道岩浆层中心，一道白袍身影忽地现身，眼神中满是阴晴不定的神色。所有强者
同一时间默契地停下了交流，将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到了他的身上。该死！忽地，2道略显狼狈的身影浮现在虚空中，破口大骂。众人惊异地望过去，却发现这2人正是之前被萧炎破开梦魇天雾时候遗留下的魂殿2人。胆敢杀我魂族少族长，坑害我等小子，这件事没完！魂灭生冷眼望向不远处的萧族2人，眼神中满是毫不压抑的杀意。一旁的魂魔老人亦是如此，他们恨不得当场便将2人碎尸万段，但是迫于净莲妖火的压力，如今不得发作。呵呵，那我便等着你们。萧炎皮笑肉不笑地回应道。经历过2次侵入，净莲妖圣已经将大阵的控制权夺回了大半，如今只剩下最为核心的部分，依旧被净莲妖火死死地看管着。前一世吞噬净莲妖火，萧炎即便准备万全，依旧被折磨得痛不欲生。若是没有薰儿的帮忙，恐怕最终的结果也会被焚烧成一团灰烬。如今重来一世，他自然也不会放松分毫。或者说，即便是曾经的净莲妖圣，也陨落在净莲妖火之手。虽然有着偷袭的缘故，但那可是实实在在站在大陆巅峰的顶级强者。萧炎即便对自己的实力相当自信，也不会认为如今的他可以匹敌当年巅峰状态的净莲妖圣。想要吞噬净莲妖火这件事，还需要准备许多。你们这些该死的家伙，尤其是你这只蝼蚁，竟敢破坏我的大计！站在岩浆当中，宛若火中地黄一般，白袍青年状若疯狂，偏偏风度不见，俊美的脸庞上满是冰寒。他死死地盯着萧炎，咬牙切齿道：“我会亲自把你炼成火奴。”足足谋划了数千年，想要脱离封印的计划，一朝被破坏，即便是净莲妖火也难以接受。是要报仇？还有你们，都别想跑！伴随着白袍青年略带癫狂的话语出口，整座看不见边缘的岩浆空间当即发出轻微的震动，大片大片的乳白色的岩浆中，如同被煮沸的水一样，激起滚滚大泡，炸裂开来。在这般环境下，白袍青年的气势飞速的提升，4星、5星、6星，最终他的气势停留在了6星斗圣后期，没再变化。而他本人则是再度癫狂的大笑道：“即便本座实力不足全盛时期10之23，尔等又如何应对？”这还没完，在他气势停滞提升的那一刻，周围乳白色的岩浆当中，一道道干枯的身影从中浮现而出，身上缠绕着火芒，赫然正是火奴，密密麻麻，宛若漫天飞舞的蝗虫，一眼望去，让人有些头皮炸裂。面对气势飙升的净莲妖火，在场众人的面色已经沉了下去。当那无数火奴出现的时候，他的心更是一个咯噔，彻底沉到了底部。要知道，这些傀儡当中，实力最弱的也在5星斗尊以上，甚至其中还夹杂着半圣级别的火奴。一旦围攻下来，这般恐怖的阵容，即便是真正的斗圣强者都难以抵挡。诸位，生死危机的时候到了。古族的长老当即沉声道：“如今形势已经陷入到了最为危机的时候，一个不慎，恐怕他们所有人都会陨落在此处。不管我们之间有着什么恩怨，各位这一次都得联手了。”随后，他便是将目光缓缓扫过，在座大部分人实际上实力都不足以参与对净莲妖火的围攻。以对方6星斗圣后期的实力，实力不足之人，即便是斗圣强者上去怕是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如今能够称得上有效战力的，只有几位远古8族中的老东西。本店主没有意见，愿意合作。魂灭生深吸了一口气，冷静地开口道，眼瞳中的情绪已经收敛了起来，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我炎族亦是如此，雷族也愿意出一份力。炎雷2族纷纷表态，火药与雷战2位长老分别踏出一步。他们2族实力不比魂骨2族强横，能够凑得出的人手自然也少一些。老夫也来搭把手。一旁的药万龟终究是没能任由事态发展，深吸一口气，选择出手对抗净莲妖火。7位4星以上的斗圣强者选择联手和净莲妖火搏命，夺取一线生机。萧炎注视着这一幕，嘴角不由得微动，旋即道：“先祖，你不去帮他们一把吗？”闻言，萧晨略显浑浊的眸子微微转动，旋即他嘴唇轻启，沙哑地说道：“若是我去应战，谁能护你安全？”如今的萧炎算得上是萧族唯一的苗子，在萧晨看来，萧炎的命比自己的还要重要得多，他不会放任萧炎陷入危险当中。萧晨先祖，我自有打算，您不必担心。萧炎心底微动，轻声道。而萧晨则是深深盯着萧炎看了一眼，从后者漆黑的眸子中，他看到了一抹自信。好，那你注意安全。萧晨微微颔首，随后脚下猛然一动，来到众斗圣身前，手提血色巨斧，声音沙哑道：“算我一个。”8位斗圣，足足8位4星以上的斗圣强者，联手将与净莲妖火一战。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那就去死吧。净莲妖火并没有阻止众人的小动作，因为他也需要时间来摆脱封印大阵对他的影响。在准备好的那一刻，他便是发出暴喝，周身无数乳白色的火浪翻滚，朝着8圣轰去。诸位，联手应敌！古南海低喝一声，双手结印，
轰出斗技，周围诸圣纷纷效仿。一时间，斗气的光华和乳白色的火浪不断的翻滚，激荡开来。从一开始便是陷入了最激烈的交战。就在他们陷入大战的那一刻，诸多火奴也是纷纷朝着众人扑来，无数强者也是起身朝着火奴群撞去。一时间，整片岩浆空间化为了天地间最为激烈的战场。而在这般大战之下，萧炎却是并没有过多的动作，而是沉下心神，发问道：“妖圣前辈，还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夺取核心阵法？”半刻钟，萧炎将目光投向了净莲妖火。在他的感知中，如今的净莲妖火哪是什么6星后期，分明就是7星斗圣。即便是如此愤怒，净莲妖火还是留了几分心机，这般心性倒是有些让人胆寒了。萧炎用只有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呢喃道，随后一拳轰出，无形的空气当即被巨大的拳压成一枚凝实的炮弹，直接将前方一大片火奴轰成肉饼。净莲妖火在故意示弱，战斗到最后恐怕会装作被封印克制。这样一来，原本还在共同进退的八圣肯定会出现内斗。借此机会，他可以伪装成被炼化，损失近乎半数修为后脱离封印，当真高明。可惜遇到了我。萧炎几乎可以肯定，净莲妖火抱着这样的打算。他现在有些庆幸自己没有一进入妖火空间，便是直接仗着实力强行对净莲妖火出手。在妖火空间主场掌握着部分大阵的净莲妖火，再加上本身特性，即便是如今已经完全恢复地境灵魂的萧炎，面对他也有些棘手。虽然他只长着足足4种异火，在以往的战斗中为无往不利，但在面对净莲妖火的时候，他们反而会被克制。因此，萧炎希望借助净莲妖圣来利用大阵，直接将净莲妖火镇压，然后他慢慢将对方的意识完全抹去。净莲妖圣当初没有直接拼着重伤之躯抹杀净莲妖火，也是一时不忍。毕竟净莲妖火跟在他的身边时间不下1000年，长久以来累积的情感让这位人杰也犹豫了。净莲妖圣布置下封印大阵，除去为了不让净莲妖火祸害天下苍生之外，也保留了磨砺他性子的意思。若是净莲妖火可以在这1000年的时光中将性子中的暴戾磨灭，净莲妖圣也未尝不会放他离去。但当进入妖火空间之后，凭借封印大阵知晓了净莲妖火1000年时光中做的种种事情，净莲妖圣在长叹一口气后，也彻底放下了那一抹心软，答应了萧炎的请求。轰隆隆，岩浆空间最为中心的战场之上，猛然间爆发出剧烈的爆炸，绚烂的火浪和斗气的光华溢散开来，形成一幅让人震撼的画面。噔噔噔，伴随着爆炸，8道身影纷纷暴退而去，在天空上踩踏了一块又一块的空间。古南海、火药等4星斗圣身上衣衫都是被烧毁小半，须发焦黑，身上还有或多或少的灼伤，显得极为狼狈。即便是古族老者和魂灭生2位5星斗圣，比起其他6人来也好不上太多。显然，即便是8圣联手，也没能在白袍青年的手上讨得多少好处。哼，蝼蚁般的东西，就这！净莲妖火低喝一声，当即大手一挥，顿时足有1000丈之长的岩浆被他汲取到手中，随后化作一柄巨大的长枪，然后冲着下方被震退的8圣生生拍去。砰砰砰，众人闪去，但却依旧有几人未能闪开，被这巨大的岩枪命中，生生被砸飞开来，狼狈地砸入乳白色的岩浆当中，溅起几10丈高的浪头。下一瞬间，被砸落的强者飞出岩浆，脸上满是苍白，显然在白袍青年刚才的轰击中受了伤。即便是8人联手，也才打成这个样子。随着时间的推移，恐怕他们将会尽数陨落在净莲妖火手中。在净莲妖火宛若狂风骤雨的猛攻之下，众人的脸色逐渐苍白了起来。那位魂魔老人也顾不得隐藏什么，直接施展出了全力，足有5星斗圣后期的修为，足以傲视众人，但如今却只能再多拖延一些时间。就在净莲妖火再度爆发，一圈又一圈的火浪弥漫，朝着已经是苦苦支撑的8圣撞去。然而就在这时，一道淡青色的光芒从半空落下，最后堪堪挡在了火浪面前，将那弥漫万千丈的火浪生生挡下。唉，没想到最后还是要我出手。一道略显无奈的稚童声音在天地间响起，随后一道戴着草帽的小巧身影浮现，是个小男孩，看其模样莫约在7、8岁左右。他的身上穿着一身粗布衣服，看起来就像是寻常穷人家的孩子。见到这一幕，众人的眼皮不由得颤抖起来，有些人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是不是还在梦魇幻境当中。一个7、8岁的孩子怎么可能是斗圣强者？就连远古8族中人也是不由得眼皮颤抖，显然是异常受到打击。你是丹塔的那位？有人苦苦思索，像是想起了什么，当即惊呼道。而这一声下去，也让众人了解了志同的身份。熟悉的气息丹塔的老东西总算现身了。每一次妖火空间开放，明里暗里阻我脱困的那人，想必就是你吧？白袍青年冷厉地呵斥道。显然这一次丹塔老祖的亲自现身，他并不意外。志同压了压头顶的草帽，淡淡的说道：以你的性子，若是出去，怕是会给斗气大陆带来难以想象的祸端。
我自然不能放任你离开。可笑！本座本就是天地灵物，何来被你们封印的道理？净莲妖圣也是，你也是，你们都该去死！伴随着净莲妖火的癫狂，整座妖火空间再度激荡起来。古南海等人挣扎地站起身，靠拢在丹塔老祖身边，沉声道：“多谢前辈搭救。”丹塔老祖则是微微颔首，沉声开口道：“此辽过于凶悍，老祖我也挡不了他太长时间，尽量联手将他重新封印吧。”随后，他的目光扫开，移到了一旁的魂族二人身上，沉声道：“我知道你们身上有克制净莲妖火的方法，等下用不用，取决于你们自己。但老祖我丑话说在前面，净莲妖火远比你们想的要恐怖许多。”听闻此言，魂灭生和魂魔老人的面色变了变，他们没想到丹塔老祖直接道破了他们的底牌。哈哈，想重新封印本座？你们想得美！如今我执掌半数封印大阵，就是净莲妖圣复活归来，也不可能将本座封印。听闻此言，在座众人当即色变，就连丹塔老祖稚嫩的脸上也是浮现出一抹凝重的神色。如今的净莲妖火，好像比典籍上的还要强大。封印，我等即便抵抗，都千难万难，又何谈更难的封印？一旁的火药长老苦笑道：“身为4星斗圣后期的他，不论是在家族还是大陆上，一向位高权重，颇为傲然。但刚才在和净莲妖火的战斗中，却显得颇为狼狈。不仅仅是他，即便是雷战和耀万龟，都抱有类似的想法，对那净莲妖火再度提起几分忌惮之心。这就要看魂族那2位了。老族我若是没记错，1000年之前，他们可是施展过类似手段的。”听闻此言，古南海等人心头便是微微一惊，随后将目光投向魂灭生和魂魔老人。只见他们2人的脸色也是阴沉了下去。就算是多了，你这个老家伙，又能奈我何？一旁的白袍青年发出狂笑，手中玄妙印记废物，顿时囊括整个岩浆空间的大阵发出微微亮光，周围的空间再度震动起来。他竟然能够动用如此手段！丹塔老祖稚嫩的脸上也是浮现出一抹凝重，没有丝毫犹豫。他当即小手一挥，顿时整片空间陡然间转移。下一瞬间，他已然一拳轰出，夹杂着青色的光芒，砸在了白袍青年身上。来得好！白袍青年不闪不避，以胸口硬接下丹塔老祖重重的一拳，不过是被凝实的力道轰退了数步。然而趁着这个机会，周围的乳白色的妖火在他的掌控下，直接化作一层又一层冲天的火浪，生生阻隔在2人之间。糟了！丹塔老祖已经意识到了不对劲，但却被妖火阻碍，脸上充满了焦急的神色。若是换个6星斗圣级别的强者，即便是净莲妖火强悍，在他不反抗的情况下，也可以强行冲破阻隔。但是丹塔老祖却不同，因为他的本体不过是一枚9品玄丹而已，因为意外诞生灵智，丹药本就最为被异火克制，若不是身为丹体本身便是有着不小的神意，恐怕面对净莲妖火，一身本事还发挥不到一半。就在丹塔老祖和净莲妖火开战之际，见势不妙，魂灭生终于咬牙说道：“我2人确实有手段，不过需要你等配合，否则必输无疑。”说到这里，魂灭生打响响指，无数黑雾自他的体内飞出，弥漫开来，而他的眼瞳也转化为纯黑之色，一股诡异的气息在他的身上发散出来，伴随着玄妙的结印。只见那些黑雾化作6芒星，飞速扩展开来。天罗封魔阵，众人当即大惊。要知道，这阵法可是出自远古斗帝之手，威能惊人。转瞬间，那漆黑的6芒星便是扩张开万丈，而那中心便是正好对准了还在和丹塔老祖缠斗的净莲妖火。归位！危急关头，众圣也顾及不了太多，飞速思索一番，便是怒喝一声，纷纷飞起，随后落入阵眼当中。当即便是6道浩瀚磅礴的斗气从各处暴涌开来，而那大阵也是缓缓朝着净莲妖火束缚而去。萧晨的面容上并无任何情绪波动，但他的眼神却是不留痕迹的在魂灭生身上一扫而过。就在他刚才即将飞入阵眼的那一刻，萧炎的声音却是在他的耳边响起，阻止他进入了阵眼当中。对于这位萧族当代最为优秀的后辈，萧晨并没有具备任何怀疑，当即停滞住了身形。不过也用不着他进去补充，即便是6人，也足以支持整座大阵的能量消耗。远处的萧炎瞧见这一幕，当即嘴角上扬，露出一抹讥讽的笑容，看向魂灭生和魂魔老人的眼底也浮现出了一抹不屑的神色，低声道：“魂族的家伙哪里会这么好心出手？妖圣前辈，好了吗？”哼，核心阵法的控制权已经在本座手中，若不是为了让那家伙察觉不到，何须这么麻烦？面对萧炎的多次催促，净莲妖圣也有些语气加塞，倒是让萧炎对他的滤镜有些破碎。不过这样才像是一个真正的人。净莲妖圣似乎不像是典籍和他认知中那般教条古板，褪去了那层神圣的外衣之后，给萧炎的感觉反而更像是自傲的小老头。那就好，接下来便该让我登场了，陪他玩了这么久，也该让我爽爽了。萧炎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自从进入妖火空间之后，
为了不打草惊蛇，他从头到尾都没有用过全部实力，憋屈得很。如今终于可以大闹一场，让他的双眼都是放出了光芒。轰！漆黑的繁杂大阵旋转开来，带着骇人的威势挥洒下道道锁链。魂灭生，你干了什么？大阵阵眼当中，古族那位长老实力最强，意识到了不对劲，当即怒吼出声，同时想要挣扎，却发现自己的气机已经和大阵牢牢锁死，阵眼宛若一个黑洞般，生生的从他的体内抽取力量，短时间内根本无法脱离。其余充当阵眼的各族长老们也意识到了不对，当即怒喝出声，想要脱离阵眼，无一例外，全部动弹不得。下一秒，魂魔老人直接脱离了天罗封魔阵，化作一道黑影，满脸阴笑地站在了魂灭生身边。魂灭生面对这般指责，只是露出了一抹癫狂的笑容，旋即道：“哈哈，这才反应过来吗？从一开始，本店主等的就是这一刻啊！”下一刻，那道道垂下的漆黑锁链当即爆射而出，对着交战圈当中的净莲妖火和丹塔老祖爆射而去。他们察觉到了不对劲，想要避开，但却已经晚了一步。那层叠的漆黑锁链将两人直接封锁在一处空间当中。魂殿贼子，当真卑鄙！丹塔老祖稚嫩的脸上满是愤怒和失望的神色，一旁的魂灭生则是大笑道：“天罗炼火，化为本源，今日将你等尽数灭杀于此。本店主再带走净莲妖火和丹塔老鬼的本源，又有谁能知晓？”他将目光扫向众多目眦欲裂的远古八族中人，又看向了默默提起巨斧的萧晨，讥笑道：“你们当真觉得就凭借萧晨这个家伙可以破得了这天罗封魔阵，就得了你们？”萧晨直接用行动做出了回答，当即手中巨斧斩下，一道血色虚影横跨虚空，带着腥风血雨朝着魂灭生斩落。就在血色浮影即将落在魂灭生头上的刹那，一只干枯的黑手伸来，恰到好处地挡住了血色浮影，正是魂魔老人。姐，可不能让你破坏了我魂族谋划，你就先和老夫过两手吧。话音落下，魂魔老人一挥手，直接将血色浮影震散开来，就化作一道黑雾，朝着萧晨扑了过去。当年参与击杀你大哥萧玄，老夫可是出了一份力。魂魔老人桀桀阴笑，低吼出声，正是这一句话，让一向不善于表达情绪的萧晨面容上浮现出一抹杀意。然而还没等他再度斩下巨斧，一道破空声便是从远方急速传来，然后直接撞在了化作黑雾的魂魔老人身上，将之直接轰飞。砰！伴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魂魔老人直接倒飞回去，速度比来时还快，生生砸在悬浮的巨山之上，在岩壁上留下一个人形窟窿。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所有人的表情都生生凝滞，目瞪口呆，不敢想象眼前发生了什么。哪来的老狗，喜欢挡路？伴随着一道冷厉嚣张的话语，萧炎缓缓收起了踹出去的左腿，这时候他的身形才浮现在了萧晨面前。你……萧晨看向萧炎的目光有些复杂，而萧炎则是轻声道：“先祖，等我处理完面前的这两个家伙再说。”闻言，萧晨也微微点了点头，随后退了开来，将战场交给了萧炎。该死的萧族小鬼，除了偷袭你还会什么？魂魔老人的身形陡然自被轰出人形大洞的悬空山飞出，褶皱干枯的老脸上满是暴怒。魂魔大手印，给老夫死！魂魔老人大手一挥，顿时方圆1000丈之内黑气弥漫，化作一道惊天巨掌，朝着萧炎轰了下去。这一掌拍实了，即便是4星斗圣的强者也会重伤陨落。萧炎则是微微皱眉，只见那天罗封魔阵中所有的气息都在飞速的下降，莫约再过1分钟左右的时间，那几位4星斗圣的强者便会陨落，至于5星斗圣也最多坚持5分钟。速战速决，懒得陪你们玩了。萧炎喃喃自语，随手一抓，顿时黑红交织的火焰自他的手中浮现，随后化作一柄火焰巨尺，看其模型基本和玄重尺相同。灵魂力量不再压抑，气息全开，下一刻宛若地狱魔神一样的恐怖气息在萧炎的体内腾升，气浪翻涌之间，周围的空间寸寸崩碎。而那魂魔老人的1000丈大手印还未到萧炎周身100丈之时，便已经被恐怖的气势震散，而他本人也被这股气势生生掀飞，宛如在惊涛骇浪中的小舟一般，差点不能掌握自己的身形。至于那些还在和众多强者们交战的火奴，则是在这恐怖的气息下生生被磨灭成藻粉，即使斗圣级别的火奴也是被压得生生趴在地上，动弹不得。这股气势，8星斗圣，怎么可能？魂魔老人发出凄厉的惨叫，整个人再也生不出一点想要对抗的想法，当即化作一道黑芒，就要撕裂空间逃离。然而萧炎只是屈指微弹，一缕劲风激发而出，在魂魔老人还未反应过来的刹那，便是直接洞穿了他的后脑，整个脑袋炸裂，溅起一片血花。一招秒杀5星斗圣后期的魂魔老人，无头的尸体自高空坠落，软塌塌的落入乳白色的岩浆当中，就这般悄无声息的化作灰烬。一位刚刚还活蹦乱跳的5星斗圣强者就这般滑稽的死去，一时间所有人都愣住了。
就连那些被困在阵眼当中的各族长老，一时间也忘了自己身处险境，当即傻了眼。魂灭生眼皮直跳，在萧炎爆发气势的那一刻，便是停下了的动作。趁着萧炎击杀魂魔老人的时候，直接捏碎了一枚空间玉简。然而空间通道出现，还未彻底成型的刹那，一道让他亡魂皆冒的声音便是在他的耳边响起：“给我散！”魂灭生眼睁睁地看到，差一点就彻底成型的空间隧道，就这般生生被吼散，这让他的面容上充满了绝望。他试图挣扎一下，然而还没跑出去几步，黑红火焰交织形成的火线便是凭空出现，直接将他的四肢关节、丹田、额前生生洞穿。我的修为！魂灭生当即喷出一口鲜血，脑中浮现起最后一个意识，便是彻底陷入了黑暗当中。轻松擒下魂灭生后，萧炎看向手中这位前一世带给他几乎绝望般压力的对手，不留痕迹地叹了口气，随后将之抛给萧晨，传音道：“先祖，看好这个家伙。”萧晨重重的点头，答应道：“交给我。”解决了魂灭生后，天罗封魔大阵没有了主持，已经困不住诸圣，他们奋力爆发之下，生生挣脱了控制，大阵也开始了崩碎。多谢阁下出手相救。脱困的诸圣纷纷对着萧炎拱手恭敬道，后者虽然年轻，但足足8星斗圣的修为，即便在远古8族当中也称得上屈指可数，他们即便再自傲，也不敢在此刻展现出来。萧炎微微颔首，算是承下了这个礼，随后声音平淡地说道：“你们先在这里平复下气息，我去会会净莲妖火。”下一秒，他的身形消失在原地，诸位斗圣强者互相对视了一眼，纷纷露出了一抹苦笑。萧炎的意思很明确，让他们放弃有关净莲妖火的争夺，而他们在萧炎展现真正实力的那一刻，也失去了争夺的想法。封魔阵中心，无数断裂的漆黑锁链洒落，黑雾当中突兀地倒飞出2道身影，正是丹塔老祖和净莲妖火。他们刚才被封禁在大阵中心，为了对抗封印，短暂的联起手来，对于外面发生了什么并不清楚。就在白袍青年脸色阴晴不定，想要操纵大阵的刹那，一只手掌则是悄无声息伸出，抓住了他想要结印的手掌。终于抓到你了！顿时，净莲妖火亡魂皆冒。净莲妖火怎么也没想到，竟然有人能够在自己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来到距离自己这么近的地方。给我滚开！当即，净莲妖火也顾不得什么，面容扭曲，当即引爆了自己那被抓住手臂，乳白色的火浪翻涌，在一瞬间便是发出刺眼的白光，炸裂开来，想要将黑袍青年吞噬。然而下一秒，只见黑红交织的火焰自黑袍青年手中冒出，化作一道火浪，与乳白色的妖火撞在一起，发出让人牙酸的刺啦响声。肉眼可见的2种不同的火焰，竟然在相互抵消。怎么可能？净莲妖火原本想要上扬的嘴角凝固，眼瞳瞪大，俊美阴霾的脸上满是不可思议的神情，仿佛是见到了什么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一样。这到底是什么火焰，竟能抵挡我本体的灼烧？净莲妖火心头猛然一惊，只见面前的乳白色火焰彻底被奇异的黑红火焰消融，一道消瘦的身影在火浪翻涌中走出，面容平淡，眼瞳中带着一抹淡淡的欣喜，看了过来，似乎并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真正的对手，而是囊中之物一般。你便是之前告诫过我的神秘人。丹塔老祖稚嫩的声音中带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原本紧绷的小脸略微放松一瞬，但很快又沉了下来。他紧紧地盯着面前的黑袍青年，不知道如何应对对方。越是打量，丹塔老祖便越是心惊。他发现，即便是真正面对对方，他也难以察觉他真正的实力。没错，是我。面对丹塔老祖的询问，萧炎并没有丝毫隐瞒，轻松地答应了下来。随后他又微笑着说道：“劳烦前辈出手了，还请您去休息吧。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便好。”听闻萧炎的话语，丹塔老祖心头一紧，并未说话。他的目光在萧炎和净莲妖火身上来回扫动了几番后，沉声道：“小子，净莲妖火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当年能让净莲妖圣陨落，今日未尝不能将我们葬送在此处，还是快点联手将他封印为妙。”封印我？就凭你们？还未等丹塔老祖说完，净莲妖火略显尖锐的声音便是打断了他，让其微微皱眉。本来还想藏一手，但现在已经没必要了。净莲妖火冷笑一声，双手猛然结印，顿时那弥漫整个岩浆空间的乳白色火焰全部飞速地朝着他汇聚过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火茧。下一秒，火茧撕裂，顿时在那一道道震撼的目光当中，足有万丈庞大的火焰巨人从中踏出，一步落下，一座悬空山便是生生爆裂，整座妖火空间也是微微震动起来。妖火神像，足有山一般大的头颅上，嘴巴微微张开闭合，顿时一道浩瀚的声音从中传出，激发起无边的热浪。这般巨无霸一样的体型，即便是斗圣强者看了也是心底发怵。这样庞大的威能下去，一拳下去，即便是古南海这种等级的存在，怕也是会被生生轰成虚无。至于那些半圣，在见到妖火巨人出现的刹那，灵魂都已经发出了莫名的颤抖。
七星斗圣。丹塔老祖咬着牙，从嘴里蹦出几个字眼，只是这几个字眼出现之后，便是令不少人浑身一颤。七星斗圣，这才是净莲妖火真正的实力。那岂不是说，他之前一直在斗整座空间中的人肆意的玩弄他们？有着这般实力，若是没有萧炎出手，即便是丹塔老祖在此，恐怕众人也难以逃脱陨落的结局。哈哈，看到了吗？这就是我真正的力量，一拳，只要一拳，你们都会死在这里。净莲妖火爆发出咆哮，刹那间庞大的身躯向前踏出一步，掀起1000丈高的焰浪。他目光望着前方宛若蝼蚁一样渺小的众人，眼底当中浮现出一抹讥讽，当即便是挥动足有山脉般大小的拳头，朝着不远处的萧炎生生砸下。拳头轰出的刹那，周围成片的空间便是生生爆碎，塌陷成一大片漆黑的虚无。而在那万丈身躯之下，光是拳风便将周围的岩浆生生吹飞1000丈开外。面对这毁灭性的一拳，远处的远古8族强者们当即脸色有些苍白，他们能够感知到这一拳完全足以将他们生生轰杀当场。面对这堪称毁天灭地一般景象的萧炎，表情并没有丝毫变化，而是微微抬起头，在那漆黑的眸子中，一团炽热的火焰倒映其中。果然没让我失望，萧炎喃喃自语，眼底泛起一抹欣喜。净莲妖火越强，自己吞噬了它之后，能够提升的修为也就越多。面对着即将砸在自己身上的拳头，萧炎感受着那股劲风，轻叹一口气，提起手中黑红交织凝聚而成的巨齿，火焰巨齿迎风暴涨1000丈，随后朝着火焰巨人当头劈下。轰！拳齿交锋的刹那，当即形成剧烈的爆炸，火浪炸裂开来，炽热的劲风一瞬间便是冲天而起，当即便是将穹顶轰碎，焰浪翻涌之间弥漫万丈开外，将一座座足有万丈大小的悬空山彻底崩毁。踏踏踏！火焰巨人大半边的身体直接消失在这次碰撞当中，巨大的力量让他不由自主地倒退开来，每一步踏出都是让空间轰出大片漆黑的虚无。就这样，火焰巨人生生被轰退到10万丈之外。这怎么可能？火焰巨人之中，净莲妖火发出咆哮，通红的双眼在这一刻也是恢复了一丝清明。他咬牙切齿，但是他已经知道，单单凭借自己不会是那个削瘦黑袍青年的对手。逃！大不了等下一次天地潮汐开启，绝不能让他抓住。净莲妖火浮现出一个念头，当即他便是要催动封印大阵，想要借此将萧炎阻挡，以供自己脱离战斗。然而下一刻，错愕的神情却是浮现在他的脸上。哼，想逃？萧炎伸出手掌，虚空抓握，顿时空间变换，只见那火焰巨人便是凭空出现在了他的身前。演了这么久，只为了十拿九稳将你擒走，若是凭借净莲妖圣留下来的核心大阵，便妄想将我阻拦，你未免太小看我了。萧炎微笑着看向身前的净莲妖火，眼神中带着些许的戏谑，声音温和平缓有力，吐字清晰，但这般话语砸在净莲妖火的心底，却宛若恶魔的诅咒。不可能，你凭什么会炼天古阵？净莲妖火发出咆哮，质疑着萧炎，状若疯狂。伴随着他情绪的波动，火焰巨人再度开始暴走，一圈又一圈的焰浪向着四周卷袭，但却在距离萧炎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凭空消失。妖圣前辈，心底默默呼唤一声，萧炎挥手打了个响指，只见妖火空间之上顿时凭空浮现出万丈光芒，玄奥的大阵浮现，无数奇异的纹路充斥大阵的每一个角落，道道锁链从大阵中垂下，爆射而出，直接将火焰巨人的四肢躯干洞穿，在净莲妖火的惨叫当中将之悬挂在半空中。大阵当中，阵眼之处的六芒星缓缓旋转，沟通天地，汇聚着大量的天地能量，经过大阵的转化，每一道锁链根部都泛起了阵阵红光，随后迅速将整条锁链染红。在锁链被染红的刹那，净莲妖火发出的惨叫声抵达了极致，能看到一团有一团的乳白色火焰从他的身体中被剥离开来，很快火焰巨人便被彻底瓦解。而在锁链束缚中心的白袍青年，比起之前气息萎靡了大半。小子，你说该如何处理这家伙？净莲妖圣的声音在萧炎的耳边响起，而萧炎则是微微颔首，轻声道：若是可以，最好抹除他的意志吧。如今的净莲妖火已经不再是您心中那样。说到这里，萧炎用略带同情的眼神看向了那披头散发、被束缚在大阵中心的白袍青年，微微叹了口气，轻声道：他早已经被各种极端负面的情绪腐化了心灵，想必前辈在见到他的那一刻也看出来了吧？听闻萧炎的话语，净莲妖圣沉默了。他当然看得出来，他早就看得出来，只不过面对和他相处了1000年之久的净莲妖火，下不了杀手而已。哎，罢了，就让这尘归尘，土归土吧。从何处而来，便从何处离去。话音落下的刹那，一道光团便是从萧炎的那界中飞出，随后化作一道白袍身影，观其形态，与那净莲妖火所化的白袍青年竟然有着9分相像。净莲妖圣，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还活着？
就在净莲妖圣现身的刹那，白袍青年心中顿时泛起了滔天骇浪，惊骇欲绝地咆哮道：“数千年的封印，看来依旧未能磨灭你心中的暴力，也怪我太过软弱，让你多受了千年的折磨。”净莲妖圣面容模糊不清，声音平淡地说道。不过萧炎能够隐约从中感到一股微弱的情绪波动。混蛋，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没有我，你能走到最后一步，取得这么多的成就，到头来反而将我封印，活该我早有准备，活该你深陨。净莲妖火满脸狰狞，疯狂地大笑道。一瞬间，那被炼天古阵消弭的诸多暴力情绪再度升腾，仿若将心底的无边恨意冲着那个身影发泄而出。你这般性格，我也有责任。当我察觉到的那一刻，为时已晚。若是任由你自然行走在天地间，必将会给斗气大陆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净莲妖圣微微摇头，有些唏嘘，似乎是在自责，也似乎是有些内疚。沉默了足足片刻之后，他似乎才调整好了情绪，沉声道：“当年我和你第一次相遇的时候，你是那般纯净，宛若白纸。我为你点开灵智，让你具备了人类的思想，但却未曾多加关注，让你走歪了道路。又因为一念之差，未曾给予你解脱，反而让你在这囚牢当中再度被折磨千年光景。今日前来此处，我便是抱着终结这一切而来。”一旁的萧炎默默地看着这一幕，他并没有插手进去。这是净莲妖圣和净莲妖火之间的恩怨，他们曾经并行相处千年时光，其中错综复杂的情感又岂能被外人所知？当年我赋予了你记忆，如今我便将之取走，让你再度回归纯净。炼天古阵，玻璃！净莲妖圣低喝一声，手中猛然结出印记，顿时高空之上的大阵骤然间爆发出千万道刺眼的红光，朝着净莲妖火爆射而去。每一道红光融入净莲妖火身体当中之时，便是让他的气息萎靡一分。而在他的体内，一缕淡淡的黑雾也是直接被轰出，落入大阵当中，当即被消弭干净。记忆波里足足持续了半个时辰之久，越是临近末尾，净莲妖火的惨叫也就越弱，气息也就越是萎靡。当最后一道红光落入净莲妖火的身体当中之时，那个白袍青年已然彻底消失在原地，只剩下一团嫣红宛若莲花般旋转漂浮的火焰。这便是最纯净状态的净莲妖火，也是净莲妖火最初诞生的模样。不过萧炎这时却并没有将任何一丝目光投向他追寻了许久的净莲妖火，而是将目光放在了净莲妖圣的身上。与此同时，净莲妖圣原本虚幻的身躯当即闪烁一下，萧炎心头一紧，当即抬手打出一道精纯的灵魂能量，融入了净莲妖圣的身躯当中。没必要浪费灵魂之力。长叹一口气，止住了气息衰弱的净莲妖圣看向了萧炎，轻松地说道。从净莲妖圣的眼神当中，萧炎看到了一抹解脱之意，当即他便是抿了抿嘴，轻声道：“虽然相处时间不长，但和前辈相处还算对得上性子。我萧炎不是知恩不报之人，我有一门复活之术，不知前辈意下如何？”听闻萧炎的话语，净莲妖圣则是微微摇了摇头，略显轻松地开口道：“没有那个必要，该经历的一切，本座都已经经历过，就是那天下第一也当过，再来一遍也没什么好活的。这朵新生的净莲妖火，便托付给你了。希望你不要重蹈覆辙。前辈，难道你对传说之中的斗帝境界没有兴趣吗？”面对净莲妖圣的话语，萧炎则是微微摇了摇头，沉声道：“他自然知道，如今净莲妖圣的这缕残魂已经濒临灯枯油尽，但以现在的他，还是有些手段，可以将之保存下来，待得他进入，甚至超越了那斗帝境界，也未尝没有复活的可能。”闻言，净莲妖圣俊美的脸庞上浮现了些许复杂的神色，片刻之后，却是依旧摇了摇头，虽然在微笑，但却有些伤感地说道：“不必了，我本就不是什么贪生怕死之人。”说到这里，他又是顿了顿，视线扫向那在虚空中跃动的嫣红火焰，嘴唇微动。或许正是我对力量的过于执着，才导致了如今这般悲剧吧。净莲妖圣的话语中蕴含着点点的失落伤感。如今他这缕残魂的任务已经完成，卸下一身重担，轻松了许多。既然前辈心意已决，萧炎也不再多说，恭送前辈。萧炎郑重地对着净莲妖圣那逐渐虚幻的魂体抱拳道，同时一点乳白色的灵魂光点自他的眉心飞出，落入净莲妖圣残魂当中。这些事，净莲妖圣并没有阻拦萧炎的动作，虽然只是相处了短短数天的时间，但他知道萧炎的为人，直到他肯定不会害自己。更何况，即便没人动手，再过个片刻，这一缕残魂也会消失在天地之间。前辈一看便知。萧炎低垂眼眉，他不过是又一次做出了选择，一如在面对黄泉妖圣时做出的抉择。净莲妖圣眼眸微微闭合，心神沉入那枚灵魂光点当中，从中他看到了震撼的一幕，即便是现在的他，依旧是心底生出一股悸动。哈哈哈，好一份临别大礼。莫约1分钟后，净莲妖圣猛然睁开眼，大笑道。在笑声中，他的身形逐渐虚幻，
而这一次，萧炎却没有再度动作，而是静静地望着这一幕，双手抱拳，神情庄严肃穆，犹如一阵清风吹过，净莲妖圣的身躯彻底消失。在他彻底消失的刹那，一道微弱的乳白色光点闪烁而出，射入萧炎的眉心。与此同时，一道话语在他的耳畔响起：尘归尘，土归土，本座早已在数千年前陨落，如今这缕残魂消逝，不必伤感。相处时日虽短，但你很对我的胃口，思来想去，本座决定将这梦魇天物的修炼之法留给你，学不学，但凭你本心。再见。萧炎长长叹出一口气，心底浮现出一抹惆怅。不论过去多久，他还是见不惯这般场景。随意地摇了摇头，将这些情绪自脑海中甩出。萧炎转过身来，看向远处的众人。刚才他封锁了周围的空间，因此之前净莲妖圣的出现并没有被他们知晓。在观战众人的视角当中，他们只看到萧炎和净莲妖火飞速交手几招之后，大阵扬起，净莲妖火便是直接被磨灭了人形。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回去吧。萧炎看向众人，视线在八族中人身上扫过，他主要说的便是他们。面对一位8星斗圣级别的强者，众人不敢违逆，连忙抱拳称是，随后纷纷离开。待得散修以及诸多小势力之人离开的差不多后，萧炎则是微微颔首，旋即对着药万归以及十族那位长老传音道：你等回到家族境内后，切记排查一番空间通道是否存在隐患。如今灵族已经覆灭，而根据前世记忆，下一个被魂族覆灭的便是十族。萧炎这般提醒也不算危言耸听，他相信经过这次魂灭生和魂魔老人的事件之后，这般话语的说服力已经足够，再加上他的亲自警告，已经足以引起两族的注意。有了准备后，即使魂族想要按照前世步伐，悄无声息地将十族、药族吞没，难度也会大大增加。魂族屠灭各族，积累血脉，除去为了收集古玉之外，也是为了延续血脉，为魂天地突破斗帝时候积攒一份力量。萧炎的提醒能够有效地增大魂族行动的难度，他相信凭借这般提醒，能够拖延足够的时间。多谢阁下提醒。十族长老和药万归抱拳拱手，沉声应下。即便他们再度自傲自负，但在萧炎的面前却根本没办法提起架子。好了，走吧。萧炎心念一动，在净莲妖圣消失之前，他便是将炼天古阵的控制权交给了他。如今他获得了妖火空间的全部掌控权，心念一动，便是可以控制内部的一切。还未等众人再度开口，他们便感觉到了一股天旋地转。待得回过神来之际，只见已经出现在了妖火空间的入口之处。回眼望去，却发现身边尽皆是和自己一样不知所措之人，面面相觑，最后只得纷纷离开。将众人驱散离开的萧炎，也是将目光凝望在那一朵不断跃动的殷红色火焰上，他散发出的妖异光芒，让萧炎的心头不由得浮现出一抹振奋的神色。好久不见，自打重生以来，过去许多年，终于净莲妖火即将再一次落入自己的手中。那是萧炎前一世所获得过的最强异火，也是对他帮助最大的一火，为他在日后的诸多战斗中提供了不可磨灭的帮助。如今即将将这股力量再度掌握到手，即便是以萧炎如今的心性，也是依旧不免激荡万分。外界凶险，此地倒是正适合闭关，用来炼化净莲妖火，省去了不少麻烦。萧炎喃喃自语道，随后伸手一招，那嫣红的净莲妖火本源便是向着他的手心飘来。不过他并没有直接开始将之炼化，净莲妖火不比其他异火，炼化时候凶险万分，即便是曾经炼化过一次他的萧炎，也不说有着十足的把握。他要调养生息，将自己的状态提升到完美，再凭借炼天古阵将净莲妖火再度压制，最后才进行炼化吞噬。一手托着一火，萧炎身形闪烁，消失在了妖火空间深处。妖火空间之外，天空上扭曲的空间已是消散而去，原本笼罩着天地间的恐怖高温也是逐渐减弱，下方的岩浆沙漠也是停止了翻腾，逐渐的凝固成一块块白色的岩石。足足7天的时间过去，天地异象消失，能量潮汐退去，而妖火空间的内部，盘膝坐在广场中心的萧炎也是陡然间睁开眼睛，一道金光从他的眼眸中爆射而出。此时此刻的萧炎已经将自己调整到了最好状态。都准备好了？萧炎喃喃自语道，随后双手结出几个印记，伴随着他的动作，盘旋在妖火空间上空的炼天古阵发起玄奥的亮光，而在其中道道火线垂下，相互链接，交织构筑出一个又一个微型的六芒星阵法。而那每一个小型的六芒星都相互链接，交织构筑，不断有寒气从中冒出，即便是净莲妖火都会被影响。这是严寒之气，天地间最为诡异的寒雾。除去这严寒之气外，炼天古阵也闪烁白芒，二者相互配合，可以形成对净莲妖火的双重压制。布置好这一切后，萧炎看向了那被封锁在寒气和阵法中心当中的净莲妖火本源。那嫣红的火焰上竟然是凝结出了些许的冰霜，颇为诡异。见到这一幕，萧炎并未动容，
而是再度从那戒中取出了一枚小玉瓶，将之拔开，顿时周围涌出刺骨的寒雾，甚至有着黝黑的冰刺在不断凭空浮现。此物正是萧炎之前委托药老炼制出来的九阴黄泉丹，也是萧炎本次炼化净莲妖火最大的依仗之一。屈指微弹，九阴黄泉丹飞速砸出，落在了净莲妖火之上。二者接触的一瞬间，便是爆发出了大团惊人的白雾，一层层漆黑的冰层在嫣红的火焰上不断浮现。萧炎敏锐地感觉到净莲妖火周围的温度在飞速的下降。就是现在！眼神一凝，萧炎深吸一口气，当即伸出手来，穿透了嫣红的外焰，直直地抓住了那一缕净莲妖火的本源。刺啦！有着融合一火的护体，萧炎并没有被爆发的净莲妖火所伤，但显然，即便是融合后的异火，也依旧不适合净莲妖火的对手，再以飞速变得暗淡下来。没有过多犹豫，萧炎当机立断，直接张开嘴巴，将那一缕淡粉色的净莲妖火本源生生地吞了下去。唰！熊熊燃烧的烈火，刹那间便是将萧炎的衣物焚烧成灰烬，而他的嘴角也是久违的溢出一丝鲜血。霸道炽热的能量在萧炎的体内奔腾，就算被多重削弱之后，依旧强得吓人。真是久违的感觉，这还是这一世第一次感觉到吞噬一火的痛苦。萧炎喃喃自语道，虽然受伤颇重，但他的脸上却露出了一丝兴奋的神色。当即他便是盘膝坐下，一股狠劲从心底爆起。焚诀，给我练！磅礴的斗气在强大的灵魂力量加持下，强行包裹着净莲妖火的本源，伴随着焚诀的运行路线行进。净莲妖火本源如今虽然只剩下本能，但身为天地灵物的他，本就具备趋吉避凶的本领，感知到了危险，他也在不断的疯狂挣扎。然而，当那暴起的火焰想突破萧炎的掌控时，炼天古阵就会激发出一抹浓郁的白芒，照耀到萧炎身上，将暴走的净莲妖火压制下去。就这样，以萧炎的身体为战场，形成了一片漫长而又持久的拉锯战。不知过了多久，高温弥漫的空间之中，火焰肆虐，宛如怒龙一般呼啸而开。庞大的岩浆海面也是时不时地爆出惊天火柱，最后宛如岩浆火雨一般从天际倾洒而下。半空当中，一颗巨大的火球盘旋，火球表面一圈又一圈的涟漪激荡而起，时不时有着一缕火苗溢出，砸在下方的岩浆层上，直接激荡起万丈焰浪。一道赤裸的消瘦的身影盘坐在巨大的火球中心，一动不动，身上的肌肉轮块分明，呈现健康的古铜色。陡然间，只见那道身影猛然间睁开紧紧闭合的双眸，一道金芒从中爆射而出，似乎是想要舒缓一下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而导致的肌肉僵硬。只见他缓缓起身，伴随着他的动作，一圈气浪翻涌开来，而那巨大的火球当即炸开，一簇簇嫣红色的火焰自他的每一处毛孔中飞出，又悄然收缩回去。只见他伸出手掌，心念一动，一团嫣红色的火焰凭空出在了他的掌中，终于成功将净莲妖火炼化了。那道身影正是萧炎，他注意到了自己如今的窘况，当即手指微动，一身衣衫凭空出现在他的身上，似乎是有些不确定如今的自己到底有多强。萧炎掂量了几下，凭空挥出一拳，顿时周围的空间寸寸炸裂，隔着虚空，光是凭空带起的拳压，便是掀起了万丈焰浪，其威势比起净莲妖火所化的火焰巨人不逞多让。这是实实在在的斗气修为，萧炎没有动用一丝一毫的灵魂力量，感受着体内澎湃的能量，以及比起之前运行速率要快上数个层次的焚诀，萧炎整个人都振奋了。他嘴角咧开，一抹狂喜在心底浮现，捏了捏拳头，他低吼道：“竟然是七星斗圣！”吞噬净莲妖火后，竟然将萧炎的修为再度拔高4星，生生达到了七星斗圣的层次。而且在萧炎的感知中，即便是距离七星斗圣中期也并不遥远。这般修为已经达到了萧炎潜意识在突破斗帝之前所抵达过的最高程度。不过他明显的感觉到自己还没有到达极限，完全可以继续提升。七星斗圣的修为与地境灵魂，再加上诸多手段，火力全开之下，即便是8星斗圣巅峰的强者，也不会是萧炎的对手。如今斗气大陆之上，比萧炎强的只剩下魂天帝、古元、竹坤、虚无吞炎4位9星斗圣级别的强者。哈哈，有着这般手段，即便是放眼如今的斗气大陆，比我强的也不过寥寥数位。成功吞噬净莲妖火，萧炎也很是兴奋，在妖火空间当中便是实验起来了效果。不过有些遗憾的是，潜意识的火灵小鹰并未被凝聚出来。虽然萧炎能够感受到如今他体内的净莲妖火具备十足的灵性，但距离凝形态还是差了一点。有得必有失，倒也算不上遗憾。若是机缘巧合之下，未必不能成功点灵。萧炎轻声说道，与潜意识并不相同。吞噬净莲妖火的时候，萧炎并未和薰儿在一起，没了金地焚天炎的加持，力量不足的情况下，未能点灵成功，也算得上是正常。相对的，不用薰儿承担部分力量，
萧炎独自承受了净莲妖火数千年累积下来的全部能量，突破的星级也远比前世要多，取舍之间也算得上是不亏。如今倒是可以破开这妖火空间离开，但若是就这般离去，怕是要浪费净莲妖圣前辈的一番苦心，再多待几天吧。微微抬起头来，萧炎看向虚空某处，在那里成片成片的梦魇天雾汇聚在此，宛若一片妖艳的云层一样，将那处空间压得漆黑一片。如此数量的梦魇天雾，即便是净莲妖圣，也需要耗费许久才能修炼出。萧炎将部分心神沉入识海当中，在那里有着一小团灵魂光点，悄然触碰，便是一道夹杂着威严的声音传来，影像浮现在萧炎心底。只见净莲妖圣负手而立，站在山崖之巅，向远处遥望而去。而在那里，有着一座规模不下于古圣城的宏伟城市，高耸的建筑物林立其间，下抵大地，上入云层，显得异常壮阔。梦魇天雾乃是本作参悟诸多幻术斗技，有感所创，契合净莲妖火的本质，也是本作的最强斗技，其品阶无愧于天阶高级。其精髓在于一个幻字，初步修炼不过是寻常幻烛，若是得了精髓，足以模糊虚实界限，以假乱真，模糊时空间感知。若是修炼到高深之处，假亦是真，真亦是假，虚虚实实之间，足以让时空错乱。说着，只见那道净莲妖圣的影像轻轻一挥手，不知何时弥漫开来的淡淡白雾，却是悄无声息地将那座宏伟的城市笼罩。待得白雾消散，萧炎也是不由得瞳孔骤缩。那里乃还有什么繁华城市，不过是一片腐朽废城，而那其中的人们却并未曾察觉这些，依旧生活其中。那些人就是真人的吗？即便是拥有着地境灵魂，堪称全斗气大陆首屈一指的洞察力，萧炎也难以辨认。似乎是知道了萧炎的想法，净莲妖圣再度轻轻招手，只见那一片地方宛若从未存在过一般消失了。世人皆说本作用梦魇天雾笼罩一座城，让百万人口在其中生活100年而不自知，但他们却不曾知道，世间从来不存在那样一座城，那不过是本作利用梦魇天雾构建而成，其中每一个人都是本作捏造的罢了。他们不知道自己根本不存在，甚至可以修炼斗气。闻言，萧炎不由得眼皮跳动，事实远比他想的更加惊人。要知道，这件事可是记载在远古八族所珍藏的古籍当中，那座城市可是有着许多斗圣强者都证实着存在，但如今净莲妖圣却是道出了他根本不存在的真相。不过在得知了震撼的事实之后，也让萧炎不由得兴奋眼热了起来。这般恐怖的威能，自己一定要掌握在手中。有着这般斗技，恐怕即便是古元和魂天地那种层次的存在，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梦魇天雾修炼之法如下。净莲妖圣的影像缓缓开口，萧炎连忙沉下心神，将那一字一句都牢牢地记在心底。1周后，岩浆不断的炽热翻滚，大颗大颗的气泡不断的从底下冒出，在岩浆表面炸裂开来，带出一股股浓厚的热气。而在那诸多岩浆的上方，萧炎双脚凭空踩在其上，眼神略微凝重，双手交错之间，玄妙怪异的结出印记，顿时一股奇异的波动自萧炎的体内激荡而出。换！伴随着一声低喝，只见嫣红色的火焰自萧炎的周身毛孔冒出，刹那间发散出一阵妖异的感觉。淡淡的白雾不知道何时出现，汇聚在萧炎身前，不过只有人头大小的一团。呼，总算成功了！萧炎眼神一亮，面容上浮现出一抹欣喜。经过1周的修炼，他总算是初步掌握了梦魇天雾，踏入了精通的层次。到了这里，梦魇天雾的威能已经让萧炎感到欣喜不已。这不是擅长杀伤的斗技，但它的作用绝非杀伤斗技可比，其功能效果以萧炎现在的修为施展，7星斗圣以下的存在基本无法察觉，即便是7星斗圣想要挣脱，也会耗费不小的手段。不过，这都是依仗着萧炎地境灵魂的特殊性造就的威能罢了。通常来说，需要修炼到比较高深的境界才可以做到这点。如今的萧炎虽然无法做到净莲妖圣那般恐怖的程度，但借助此地已经无主的梦魇天雾，做到个5、6成威能还是可以的，已经足够了。接下来慢慢锻炼，就是也不知道如今的外界变成什么样了。萧炎喃喃自语道，结印一招，顿时大片大片无主的梦魇天雾像是遇到了海绵的水一样，纷纷朝他汇聚过来，最后融入萧炎的体内，储藏在他的识海当中。也不知道过去多久，走了。萧炎心念一动，炼天古阵之上爆发出了浓重的白光，转动之间，一道空间裂隙被打开。萧炎最后回望了一眼此地，迈入空间裂缝当中。可惜此地环境过于凶险，非半圣以上不可进入，不然凭借大阵和地势，倒是一处不错的庇护空间。萧炎最后的话语消失在了虚空当中，此地最后一道人影也消失，妖火空间再度恢复了沉寂。中州南域边界，此时有着大批大批的强者伫立于半空之上，沿着边界线正在互相对峙。从下方望去，简直可以说是遮天蔽日。
而那每一个伫立在虚空之上的强者，修为最低也得斗宗起步，放在寻常，已经可以算得上是中州一流势力的客卿长老，称得上是一方强者。而如今这些强者却相当不值钱，一眼望去都数不清，其中不乏有一些气息更为强大的存在，远远超过斗宗强者。放在以前，那是中州超级势力中才能出现的人物，每一个跺跺脚都能让不少人跪伏在地，瑟瑟发抖。然而如今，斗尊强者也不是战局的主角，他们严苛地站在诸多斗宗之前，沉默不言语。如果说那些斗宗强者是小兵，而这上百位的斗尊强者也不过称得上是先锋将罢了。不论是斗宗强者还是斗尊强者，如今的他们都是眼神火热地望向最前方，在那里只有10数道身影，虽然人数稀少，但他们每一个都曾在名声响彻过中州，其中实力最低的存在，也是足以称得上一个圣字的半圣强者，而其中也不乏真正的斗圣强者，每一个都是传说中的人物，是一方超级势力的真正幕后主宰者。这般强横的实力，若是远古种族不出，说足以横压斗气大陆，也没几个人会不信。然而他们真正遇到了对手，和他们对峙的一方，论起阵容来不逞多让，甚至在中心的强者阵容上更为豪华。无数好奇观战之人，人穷拥挤，凡是具备着飞天之力的强者，皆是在此刻展开斗气双翼，或直接踏空悬浮。甚至在一些靠山巅较近的地方，还能够看见一些隐士的老怪，以及一些宗派的太上长老。看来这些辈分挺老的老一辈，也是对今日这场惊天大战感到极为的好奇。不过即便再为拥挤，他们都退出了战场数百里之外，而且随着战局的推进，恐怕还要退远，毕竟这可是有着斗圣强者参与的战场。你等莫要负隅顽抗，此刻收手，老夫饶得尔等一命。一道身着黑袍苍老的身影，头发灰白，宛若寻常老者一样，负手而立于虚空之上，面无表情，淡淡的说道：哼，到了这般地步还喜欢浪费口舌，当真可笑。身着炼药师袍服的老者踏出一步，冷笑着开口，继续道：此战并非我天府联盟挑起，而是你们魂殿先动的手。黑袍老者略微沉默，随后他抬起眼扫向面前的天府联盟众人，淡淡的开口说道：没什么好说的，即便你天府联盟如今势大，但想要剿灭我魂殿，也会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所以你们才会答应这一战，不是吗？老者的话语平淡落下，天府联盟众多强者当即沉默一瞬，即便是再有不甘，那黑袍老者说的话也是事实。即便是现在的天府联盟强者数量上已经超过了魂殿，但是魂殿背靠魂族，难以斩草除根。若是想要将在场这些人尽数灭杀于此，恐怕天府联盟的强者也要死伤大半，一战之后元气大伤，这不符合他们的想法。天府联盟毕竟不是单一势力，而是各方势力组建出来的联盟，一旦出现难以承受的重大损失，解体也并非不可能。魂殿老者所言非虚，更何况虽然天府联盟的强者数量上占据优势，但他们无一例外都从黑袍老者的身上隐隐察觉到一股危险之感，对方的实力很可能比他们预估的还要强。你等不愿意全面开战，我等也想保留有生力量，刚好以此暂定胜负。黑袍老者淡淡的说道，声音中夹杂着些许不容置疑。他继续道：若是我魂殿胜利，你等退后万里，不得进入我魂殿疆域；若是你们天府联盟胜利，魂殿将离开中州，不再踏入。声音虽然平淡，但在斗气的加持下，却宛若滚滚惊雷一般扩散开来，顿时让远处的观战之人纷纷兴奋了起来。这般看来，战斗即将打响，难得一见的强者之战，可以说数百年以来中州爆发过的最强大战。他们每个人都期盼着看到这般大战，强者的交手足以让他们收获颇多。好，你们的要求我天府联盟答应，不过还要加上一个条件。药老淡淡的开口，身为天府联盟盟主的他，虽然不是在座实力最强的存在，但却有资格底气说出这般话。什么条件？黑袍老者反问道。同一人只能出战一次。药老沉声说道，论强者的数量，自然是天府联盟比较多，但论强者质量，反而是魂殿更强。虽然不知道那位魂殿殿主为何未曾出现，但是魂殿一方的强者最弱的也是高级半圣，甚至还有让他们看不清底细的黑袍老者。但反观天府联盟一方，甚至还有中级半圣顶上去，差距可见一斑。这便宜占得未免有些过分。你等共有11人，而我等只有7人，岂不是白白送你们4场胜利？不妥。药老知道这般过分的条件，对方自然不肯答应。不过既然是谈判，那便具备着拉扯空间。他沉声道：既然你不愿这般分配，那我天府联盟一方强者可以同时上场，你意下如何？听闻此言，黑袍老者眼皮跳了跳，他没有想到药老竟然会如此不要脸。
虽然双方都包藏祸心，没有表面上看得那么和睦，但是堂而皇之的在单挑战场上说出要围殴的话语，着实是有些过分。药盟主莫不是在开玩笑？黑袍老者反驳道，而药老则是轻笑着摊手，出言道：“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不如这样，还是1比1交战，均不能重复上场。但我天府联盟一方强者，多出的4位折合2场胜场，你意下如何？”相当于9战5胜的局面，魂殿已经率先负了2场。不过这一次，黑袍老者却并未拒绝，而是低声冷哼道：“够了，送你等2场胜利又如何？我会让你们看到绝望。”第1战，谁来？魂族老者睁开眼，语气中不夹杂任何情绪地说道：“劳烦火云道友了。”药老也不含糊，当即沉声道：“点出了出战人员。”火云老祖当即咧嘴一笑，脚下猛然一踏，整个人融入虚空当中，下一秒便是出现在了被削得如同明镜一般的陨落山脉之巅，大笑道：“哈哈，既然如此，第1场那就由老夫来打头阵。”话音落下，他不再掩饰，斗气爆发，花白的须发在气息爆发之下向上倒飞而起，周围空间寸寸崩碎，无数火浪翻涌，天空之上沙漏一样的龙卷倒转形成，属于2星斗圣的气息毫无保留地卷袭全场，引得远处的围观之人纷纷惊呼：“好强的气势！这就是真正的斗圣强者吗？这个气息竟然是焚炎谷上一代那位火云老祖，没想到他竟然还活着。”天府联盟第1战便是派出如此强者，看来对于今日之战是势在必得啊！远处议论声纷纷，但却无法影响交战中心的任何一位存在。只见那位魂族老者双眼微微眯起，旋即道：“魂少峰，第1战由你来吧，莫要让老夫失望。”在魂族老者话音落下的刹那，一道略显年轻的身影便是从魂殿一方走出，脸上挂着邪异的笑容，眉心处还有一点鲜红的印记。只见他对着魂族老者拱手道：“结，定不会让大人失望。”话音落下，他整个人身化黑雾，下一秒便是凭空出现在战场之上，手中多出了一根泛着幽光的鼓棒。关注着战局的药老等人当即瞳孔骤然紧缩，他们竟然没有察觉，那魂少峰竟然是以何等方式跨越空间，这一手让他们所有人对此都不敢大意。魂族老者说的确实没错，若是真的不管不顾展开全面大战，即便天府联盟取得胜利，那不过也是惨胜。若是魂族再度派人扶持魂殿卷土重来，那么整个中州大陆上未必还能再度出现一个天府联盟。这么多年以来，魂族暗地里行事手段残忍无比，视人命如草芥，杀人如麻。不仅如此，还生生炼化生魂，其手段之血腥，即便是让最为恐怖的刽子手都能吐出来。他们早已引起了中州不少势力的众怒。这一战不仅仅是为了萧炎一个人，还背负了很多期许，只能胜不能败。这小子不简单啊，没想打老祖，我上来就是一场硬仗啊！火云老祖的眼底深处也浮现出了一抹凝重。魂少峰虽然看起来年轻，但其实力不容小觑，即便是火云老祖这位2星斗圣，也感觉到了些许压力。老头，一般年纪不去养老，反而跑过来送死。魂少峰没有多少紧张之色，而是眼神戏谑地挑衅道。而火云老祖却并不给他面子，而是直接冷哼道：“哼，你也配对老祖我指手画脚？滚开！”下一秒，火云老祖整个人化身火云，澎湃的气势爆发，当即冲着魂少峰掠去。老东西，真是给脸不要脸！魂少峰脸色一冷，没有丝毫退缩，手中飞速结出印记，刹那间便是身化滔天黑雾，同样属于2星斗圣的气势爆发开来，朝着前方轰去。轰轰轰！一瞬间，激烈的斗气碰撞声爆发，不断从陨落山脉之巅传来，气威势之强，让无数围观之人心惊不已。遥遥望去，只见远处天空之上，时不时有着巨大的空间裂缝出现，爆鸣传来，便是足以抹去一座山脉。碰撞爆发，斗圣强者，恐怖如斯，以一己之力足以磨灭一个国家，这般实力，当真让人胆寒。以前不过是典籍上了解过斗圣强者的威能，如今亲眼所见，当比典籍上更为强悍。火云老祖和魂少峰的战斗持续了足足大半个时辰，交手的激烈程度一开始就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无数空间被轰爆又重建，在这交手之间，双方互有损伤，直到最后，魂少峰突然发难暴起，火云老祖拼着受伤，一拳狠狠地砸在魂少峰的胸膛之上，二人双双重伤落去，最终第1战落得一个平手局面。这个结果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不过看着高空中喋血的2位斗圣强者，他们不得不感慨此战的激烈。抱歉，老夫大意了。火云老祖脸色苍白，有些难看地说道。他没有想到自己第1战便是打出一个平局的局面，这很不好。火云道友客气了，对手并不弱，你已经尽力了。药老轻声安慰道，当即便是将一瓶丹药递了过去。火云老祖将之接过，也没有客气，当即将之吞入腹中，苍白的脸色上也泛起了一抹红光。
显然伤势减缓了不少，是有些可惜了。天府联盟一方有人轻声低叹，第一战本想势如破竹的拿下，这才派出了火云老祖上场。本以为这位2星斗圣打头，即便遇到些麻烦也能势如破竹，但却不曾想第一战便是折戟。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切勿大意。丹塔大长老沉声说道：“火云老祖已经是他们这批人中处于中上游的强者，但他却未能取胜，这让众人的脸上都泛起了些许阴霾。与忌惮的天府联盟不同，只见魂族老者并无任何情绪波动，对于那位受伤的魂少峰也没有过多的表示，后者只是拱了拱手，回到队伍当中自行服食丹药。第一战平局，那边都不计数。既然你们先派人，那下一场轮到我们了。”魂族老者声音平淡，眼睛微微眯起，轻声出言道：“混蛋，第2场你去。”魂殿阵营再度走出一人，中年模样，冷漠不已，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只见他轻飘飘地落入战场之上，一言不发，气势暴涨。顿时，药老等人脸色一凝，这位混蛋的气息比起之前那位魂少峰只强不弱。唉，此战便由老夫来接下吧。身着华贵衣袍的老者踏步上前，脸上布满了无奈的神色。若是萧炎在此，一定认得，此人正是太虚古龙一族的强者，东龙岛的大长老青山。多谢道友出手。药老沉声道，而青山则是摆了摆手，有些无奈道：“可惜龙皇陛下还未出关，否则此战把握定会高出不少。如今距离紫妍吞下龙皇本源果已经过去了1年的时光，在这段时间当中，他都在浓厚的能量晶壁中沉睡，而龙皇本源果也在飞速地改造着紫妍的身体血脉。虽然是在沉睡当中，但是他的实力也在飞速地增长，而且比起萧炎前一世来要提升的更多。除去因为萧炎并没有分走那额外一部分药力之外，更有竹坤为他施展下了龙印封印，可以让龙皇本源果的能量完美被紫妍吸收。可以说，只要紫妍完全吸收了龙皇本源果，清醒过来便是直接跨入5星斗圣。这般实力，远古8族不出，足以横行斗气大陆。可惜距离紫妍出关大约还有这几个月的时间，这也是青山无奈的原因。若是天府联盟晚一些再和魂殿展开对决，恐怕胜算很大，又会多出不少战力。只可惜拖不得，尽力而为就好。药老微微摇头，而青山也不再说话，当即脚下一点，整个人落入战场当中，双方再度开始交手。顿时风暴巨现，比起之前还要激烈几分的战斗呈现在众人面前，这一次真的是天崩地裂。虽然青山和火云老祖修为相差无几，但是依仗着太虚古龙对空间的亲和，外加上强横的肉身，让他的战力却比后者要高出一个档次。但即便如此，对上那位混蛋却依旧有些落入下风。1个时辰之后，伴随着混蛋暴喝一声，大手重重一撕，青山吐出一口鲜血，从高空坠落而下。药老等人连忙在后者想要下达杀手之际，将青山接走。而对于这般动作，魂族老者却没有丝毫表示，而是淡淡的开口道：“第2战，我等一方胜利，该你们派人了。”话音落下，天府联盟一方众人当即心头一沉，不过还是沉着派出人手。时间一点点流逝，逐渐日落黄昏，夕阳西下，陨落山脉之巅已经彻底崩塌消失，周围的空间紊乱不已，周围已经有着数条山脉消失，而那观战圈也是扩大了数倍，以免被溢散出来的斗气波及到。双方互有胜负，但总的来说是天府联盟一方输得更多。如今双方距离决出最终胜负只差最后一场战斗，哪一方出战人员胜了，哪一方便是最后的赢家。竟然能够挣扎到这一步，看来还是有些小看你们了。魂族老者睁开双眼，一抹金光从中爆射而出，他不再像之前一样合着双眸不动声色，而是直接抬眼望去，看向虚空一角，淡淡的开口道：“没想到最后的一战果然是要你我决出胜负啊！”魂族老者拄着拐杖，灰色的衣袍无风自动，干枯的脸庞上一抹不自觉的微笑挂出，浑浊的双目也开始浮现出光泽。哎，魂阡陌，没想到你这个老东西还没死。一道稚嫩的声音夹杂着无奈，凭空出现在虚空当中。众人望去，只见骑着青牛的牧童走出虚空，他头上还戴着一顶草帽，身上衣衫打着补丁，俨然一副穷人家的孩子的模样。老祖！天府联盟一方，丹塔诸多强者激动躬身行礼，而被称为魂阡陌的老者，褶皱的面庞上也是浮现出了一抹波动。魂阡陌！天府联盟一方，手持巨大血斧的萧晨当即冷色一沉，抓着巨斧的手中猛然攥紧，他死死地盯着魂阡陌，眼神里毫不掩饰，宛若看死人一样。当初围攻袭击萧玄的便有此人，如今新仇旧恨当面，萧晨没有直接一斧头砍去，已经是极为克制。他辈分极大，若不是有着萧炎这层关系，天府联盟也不敢容下这位大神。不过即便他本人表示任劳任怨，听从萧炎的安排，
但天府联盟中人对他的意见也很是尊重，很多时候并不会去打扰他。哼，血府萧晨，没想到他还活着，不过可惜蹉跎了这些时光，原本堪比萧玄的天才也不过这般实力。被困在妖火空间千年，萧晨如今不过5星斗圣的修为，比起魂阡陌来说却是不如，但他却没有丝毫畏惧，而是紧紧盯着后者，沉声道：终有一日我必亲手杀你。是吗？那我等着。面对萧晨赤裸裸的威胁，魂阡陌不置可否，但他的眼底却是浮现出一抹血光，显然并不是表面那般不在意。最后一战，现在开始就由老夫和这丹塔的老东西一战，你等是否有意见？魂阡陌淡淡的说道，虽然是商量的说法，但语气却并不客气。哎，你们没人能对付他，还是我来吧。丹塔老祖叹了口气，感觉自己有些心累。前辈客气了。药老沉声道，而丹塔老祖则是挥了挥手上的放牛鞭，声音凝重的说道：魂阡陌这老鬼实力不弱，老祖我并不能保证可以胜过他，你等最好早做准备。就在这时，忽地，魂阡陌和丹塔老祖猛然抬起头来，朝着远处虚空望去。又过了几个呼吸，萧晨猛地抬起头来，望向相同的方向。剩下的斗圣强者们面面相觑，不知道在打什么注意。然而下一秒，只见到虚空一角，不知何时燃烧起嫣红的火焰，一道身影从中迈步踏出，由虚幻凝聚为真实。火焰散去，穿着黑袍的人影浮现，只见一眼扫向周围，随后轻笑道：看来我没来晚。黑袍身影出现的刹那，双方都是一阵骚动。见到那道熟悉的人影，药老当即惊喜道：萧炎，你出关了。面对药老惊喜的询问，萧炎当即嘴角上扬，微微一笑，旋即对着药老拱手，虚空行礼道：幸不辱命，老师，此战就由弟子来吧。丹塔老祖前辈，此战交给晚辈，意下如何？寒暄完毕后，萧炎直接抬起头来仰望，看向骑着青牛的志同，而后者则是摇着手中的放牛鞭，略显老成的叹气道：既然你要出手，那老祖我就不献丑了，多谢前辈成全。听闻此言，萧炎抱拳谢过丹塔老祖，而后者则是轻轻挥动牛鞭，老牛宛若时的灵性一般，缓缓迈步离开了战场。做完这一切后，萧炎才轻描淡写的将视线扫向魂阡陌，而后者却在微微皱眉，眼瞳中带着些许疑惑的神色，干枯的双唇微动，念叨着：萧炎，这个名字有些熟悉。忽地，他瞪大了那对浑浊的老眼，充满褶皱的面皮之上，再也不复之前的那般淡然。他惊慌的大喊道：萧炎！魂殿中人，快退！话音落下的刹那，也是萧炎回头之际，他整个人不管不顾，化作一道黑芒，当即消失在虚空当中。而在魂阡陌话音落下的刹那，诸多魂殿之人像是早有准备，当即四散奔离开来，开始逃窜。萧炎这个名字他们并不陌生，可以说是如雷贯耳，只是之前未能和本人对照上，反而才慢了一点。魂阡陌惊呼出声，魂殿中人四散奔逃，突如其来的变故顿时引得天府联盟中人引发了不小的骚乱。他们没有第一时间追击动手，而是谨慎的后退呈现阵型，生怕魂殿有着什么阴谋。而远处围观的众人，其中不乏能够翱翔在天空的存在，远远望去，见证这一幕，让他们也有些意外和骚动。发生什么事了？魂殿和天府联盟直接打起来了？不，为什么有人在跑？一时间，他们困惑万分，并不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然而下一个瞬间，一道恢宏的声音自远方传来，在斗气的加持下，横跨天际，笼罩方圆千里。区6星斗圣也想逃跑，未免也太不把我萧炎放在眼里了吧！下一秒，只见一道身着黑袍的年轻身影闪现到天空之上，大手随意一抓，方圆100里之内的天地能量当即落入他的手中。他低喝一声，直接大手重重挥出，砸向面前的虚空。轰轰轰！剧烈的爆响传来，天空在一瞬间暗淡，就连耀眼的骄阳都一瞬间失去了色彩。强烈的震动飞速自远方传来，将大地崩裂出一道道宽大深不见底的裂缝。远处不少围观之人当即被强烈的震感摇晃的摔倒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那是什么？有些实力较强之人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而是第一时间看向陨落山脉之巅的战场，而入眼的一幕顿时让他们悚然。嘿，漆黑无比！只见天地之间竟然出现了一大片漆黑的塌陷，仿佛被人生生踩塌陷的地面一样。然而与之不同的，那塌陷的可是空间啊！时不时有淡银色的流光在漆黑的塌陷中闪烁，那是空间碎片。虽然其貌不扬，但威能足以将斗尊强者拦腰切断。一击轰出，天空塌陷。而与远处围观之人同样震惊的，还有天府联盟中人。他们距离战场中心极近，更是能够深深地感知到这股恐怖的威能，纷纷惊愕地张大嘴巴，随后用火热的目光看向半空中的黑袍青年。他们都知道，此人便是天府联盟的少盟主。那些平日里地位超然的斗圣强者们也是目瞪口呆，
相比于那些看热闹的群众以及天府联盟的其他人，基本完全掌握空间之力的他们，才能意识到双方的差距究竟如何之大。一击下去，方圆1000丈空间破碎，大地塌陷。这般恐怖的力量，足以轻松轰杀他们其中任何一人。恐怕唯有抵达6星斗圣修为，完全掌握空间之力的丹塔老祖，可以在这一击下存活。然而，这远远不是萧炎的全力出手。从他轻描淡写的表情中，便能轻易地得知，不过是随手而为之。轰轰轰！空间彻底爆碎，而那融入空间中奔逃的魂殿中人纷纷从中掉落而出，不少人口鼻溢血，披头散发，甚是狼狈。还有2个人闪避不及，当场被拍成一滩肉酱，就那样狼狈陨落。这可是斗圣强者，任何一个都能横走斗气大陆的斗圣强者。魂千墨吐出一口鲜血，满脸惊恐，一点不复之前前辈高人的风度。手中那根华贵的手杖，不知道可已经断成了2截，而他的虎口处也直接破裂，鲜血溢了一手。萧炎，你我今日无冤，往日无仇，何必要赶尽杀绝？魂千墨当即大喊道，竟然当着所有人的面，毫不犹豫地向着萧炎求饶，丝毫不顾脸面。他并没有正面承受萧炎的一击，那一掌本就是轰向虚空，为的就是把他们逼出来。魂千墨只不过试图想要挡住余波，便是被直接生生打伤。他知道，刚才若是没有空间阻隔，萧炎一巴掌拍出，便是足以将在座众人全部击杀当场。近日无冤，往日无仇，你在说什么笑话？萧炎嗤笑一声，用看傻子的眼光看向了魂千墨，面容上带着冷笑，低喝道：侮辱我萧家，毁去我老师肉身，对我天府联盟宣战，更远之前覆灭萧族，血债累累，何谈无冤无仇？刚才不杀你们，不过是为了引蛇出洞，你当真以为我杀不了你们？萧炎话语落下，魂千墨当即脸色大变，他察觉到萧炎的杀意，当即大喊道：解9天封魔大阵，别想独自逃跑，他是8星斗圣。下一瞬间，他双手顿时结出印记，1000丈黑光在魂千墨的身后爆发，形成玄妙的纹路。其他魂族中人也没有犹豫，他们知道面对一位远远超过他们的强者，想要四散逃跑已经不现实了，唯有死中求生，方能具备一线生机。他们纷纷结印，身形微闪，出现在各个阵眼之处。就在他们入住的那一刻，大阵再度暴涨，覆盖方圆万丈。呵呵，有点意思。萧炎冷笑一声，魂殿看来并不是毫无防备。这9天封魔大阵，想来就是为了对付天府联盟众人。虽然他们魂殿一方战力更强，对着陨落之巅大战胜负具备不小的把握，但保险起见，还是准备此阵。万一魂殿一方战败，他们完全可以结成大阵，袭杀天府联诸圣，横扫此地。一旦计划成功，足以逆转双方如今的整体战局。果然如此，你魂殿还有后手？萧炎抬眼，冷冷地扫向面前的大阵，淡淡的开口道，丝毫没有畏惧的意思。9天封魔大阵再厉害，也要看操纵大阵的人。萧炎，莫要嚣张，即便你再强，想要一人攻破我们7位斗圣结成的9天封魔大阵，也要花费一些手段。大阵之中的魂千墨感受着周围雄浑强大的气息以及澎湃的天地能量，自己也不由得镇定了几分。浑浊的双眼一转，当即反威胁道：我魂族强者正在赶来，你若是强行破阵，我等也不会坐着等死。即便身死，你天府联盟在此地之人又能活下来几个？放我等离开，我保证魂殿从今往后不会踏入中州一步。魂千墨的声音在斗气的加持下回荡在天地之间，扩散开来，顿时令得天府联盟一方众人脸色难看了起来。魂殿之人果然狡诈，竟然还留有这般手段，当真凶险。抱着打不过就掀桌子的手段，着实可恶。萧炎少盟主能打得过他们吗？药老的脸色有些凝重，他能够感知到那黑雾凝聚而成，盘踞在天地之间的万丈大阵，其上的威能到底有多么恐怖。流光闪烁间微微转动，便是磨灭片片空间，崩裂出道道漆黑裂缝。漆黑的闪电时不时砸下，伴随着凄厉的惨叫，着实让人感到心悸。莫要担心，8星斗圣的手段不是你们能够想象的，看着就好。一向沉默寡言的萧晨忽地开口道，手中的血色巨斧也是微微放下，他并不担心萧炎会输掉。此言怎讲？一旁的火云老祖等人有些疑惑地发问，在他们看来，那大阵带来的恐怖的力量已经不是个人能够抗衡的了得。斗气修为到达斗圣境界之后，每一星级的提升都是几何量的增长，尤其是后3星的差距更是恐怖。你们未曾见过，但我见过的可不少。你们觉得这大阵恐怖，可在真正的强者面前，不过是摧枯拉朽的玩具罢了。还未等他们理解萧晨的话语，远方的天际战斗直接爆发开来。只见萧炎大手一招，顿时成片成片的殷红色火焰自他的手中飞出，刹那间自虚空飘散开来，化作一道漫天的火海。魂族的味道还真是难闻啊，不若全烧了吧。下一秒，火海暴涨，
当即反过来形成一张火焰大嘴，朝着魂族众人的万丈大阵拍去。全力出手！魂牵莫暴喝道。顿时，所有魂族之人双手印记转变，刹那间注入大量斗气。而那散发着漆黑光华的九天封魔大阵，此时此刻也开始转动起来，宛若一个磨盘一样，朝着滔天火海迎了过去。轰轰轰！二者碰撞的刹那，便是发生了剧烈的爆炸，无数黑雾和火焰炸散开来。短短时间，二者似乎僵持了起来。魂牵莫的嘴角微微上扬，褶皱的老脸之上不由得浮现出一抹欣喜的神色。然而，还不等他彻底展露那菊花一般的笑容，只听萧炎冷厉的低喝声自远处传来：“净莲，净化！”下一瞬间，让魂牵莫毛骨悚然的事情出现。只见那嫣红的火焰顿时朝着大阵迈进，而在他和大阵接触的时候，一抹力量发散，竟然生生的将大阵一角净化成为虚无。不，这不可能！魂牵莫惊呼道。然而还没等他喊完，那嫣红火焰形成的巨口已经深深咬下。咔嚓！清脆的破碎声传来，在众目睽睽之下，只见那被魂牵莫寄予了厚望的九天封魔大阵就这样破碎了一角，然后裂痕急速的蔓延了开来，顷刻间便是遍布了整个大阵。随后轰的一声爆碎，满前漆黑的能量碎片飘落，万丈大阵当即爆碎，魂族斗圣当即纷纷吐血暴退。然而还不等他们借力道飞出多远，一片嫣红色的火焰便是出现在他们的身边，将他们直接覆盖。伴随着无数凄厉让人毛骨悚然的惨叫，不消几秒钟的时间，一位位魂殿的斗圣强者当即被生生烧成一片虚无，消亡在此处，什么都没留下。跑！魂牵莫脑海中只剩下了这个概念。萧炎的2次出手已经将他的胆子吓破，他此刻只知道自己不跑就会死。上一次他具备这般恐惧之感，还是1000年之前围攻萧玄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强行突破斗帝而不得，短暂跨入半帝境界的萧玄浴血而战，差点将整个魂族最强的一批人悍然镇杀当场。那般尸山血海的战役，成为了魂牵莫的噩梦，也成为了他的心魔。这也是1000年来他修为毫无寸进的缘故。这一次，看着这个萧族后人展现出的威能，他再度想起了那个宛若魔神般的身影萧玄，一如与当时一样，他选择了转身就跑。唰！一瞬间，魂牵莫化作一道黑光，朝着远处奔逃而去。然而萧炎望着这一幕，没有丝毫犹豫，手指悍然隔着虚空点出，面无表情，语气冷厉地低喝道：“黄泉指！”天际之上，一根巨大的古朴的手指伴随着萧炎的动作同步点下。在这般威能之下，魂牵莫宛若一个小虫子一样乱窜，但却躲无可躲。不要杀我！魂牵莫亡魂皆冒大喝道。然而萧炎却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手指捻了下去，顿时魂牵莫肉身崩裂，当即爆成一团血雾。就这，萧炎冷笑一声，心念一动，嫣红色的火焰锁链凭空落下，血雾之中，一道虚幻的和魂牵莫长得一模一样的魂体被拉出。唰！就在萧炎想要将魂牵莫的灵魂拘回来之际，一道破空声传来，顿时一只黑雾大手自虚空中出现，一把向着火焰锁链的末端抓了过去。萧炎眼神一凝，心念一动，当即周围嫣红色的火海萦绕，化作一只火焰巨拳，朝着黑雾大手砸去。砰砰砰！沉闷细密的爆炸声传来，一圈又一圈汹涌澎湃的能量涟漪自二者交击之处爆出，然后以急速扩散开来，将整片天际的云层扫荡清净。方圆千里的山脉在一瞬间齐齐断裂，生生被削去一层。黑雾大手被火焰巨拳生生砸开，轰散倒退，直接将空间撞成一片漆黑的虚无。想从我手中抢人，你还不够格！说着，他另一只手当即一招，便是直接将禁锢着魂牵莫灵魂的锁链抽了回来，然后直接向着天府联盟阵营一方抛飞而去。该死的小畜生，把人还回来！一阵愤怒的咆哮声自远处传来，在虚空当中回荡，伴随着声音的临近，巨大的破风声再度来临。遥遥望去，只见一道黑色流光正朝着陨落之巅飞速赶来，卷袭起无边狂风。狂风消散，众人抬头望去，竟然是一道黑棺横立于虚空之上，隆重的威压自黑棺之上弥漫开来，顿时周围的空间寸寸崩裂。而在漆黑浓雾肆意张扬扩散开来之际，围观的众人心头都泛起一抹压抑之感，光是看上一眼便有灵魂坠入冰窖的感觉。咔嚓！只见黑棺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只见那盖子缓缓打开，一道黑瘦干枯的人影从中迈步走出，每一步踏足虚空之时都发出沉闷的声响，仿若踏在了众人的心头。药老、火云老祖等人无比难受，在这奇怪的韵律下，仿若下一刹那一口鲜血就要喷出。哼，下三滥的手段！萧炎的声音自一旁传来，只见他一步踏出，挡在黑棺老者面前，将那恐怖的气势威压全部挡了下来，这才令众人的那股心悸之感散去。这么恐怖诡异的力量，这就是高星的斗圣强者吗？
火云老祖布满褶皱的老脸上满是骇然的神色，他没有想到自己和那位魂殿老者的差距竟然如此之大，恐怖如斯。萧炎他能对付得了那个家伙吗？丹塔大长老长吸一口气，神情有些担忧地说道：“如今也只能相信他了。我们即便连起手来，也未必能和此人抗衡。”药老缓缓地说道，声音低沉：“你们还是赶紧退后吧，这样的战场不是你们可以涉足的。”一旁的丹塔老祖稚嫩的脸上浮现出了与年龄并不相符的沉重。天府联盟众斗圣心头顿时一惊，以他们的修为，甚至不能够近距离观看二人的战斗。一旁的萧晨则是缓缓放下了手中的血色巨斧，淡淡的开口道：“他说的没错，如果他们全力出手，肆意一战，其影响力足以将整片陨落平原轰塌。”众人心头当即一颤，目光下意识地扫过远方，一眼望不到边际。陨落平原之辽阔，横跨10万里，他们的交战能够影响这样大的范围，当真恐怖如斯。天府联盟众人慌忙退后，而远处围观的众人则是不解，但也还是跟了上去。就在他们离开陨落之巅千里的一瞬间，剧烈的交手声顿时传来，一阵波动竟然将斗尊强者震得生生吐血而退。你又是魂族哪位？萧炎冷冷地望向了那黑棺中走出的干瘦老人，淡淡的开口道。那无边的黑雾弥漫，但却丝毫影响不了他。一个死人，没必要知道。黑棺老者浑浊的眼珠中一抹凶光爆射而出，死死地盯着萧炎，低吼道。显然刚才萧炎的阻拦让他感到一阵恼火。呵呵，自大的老东西。萧炎冷笑一声，看着老者出场的方式，他隐隐有了些许猜测。要知道前一世的魂族为了千年大计，可是将一些魂族老一辈的诸多强者生生炼制成了活死人，只为了筹集战力。这位黑棺老者极有可能是魂族活死人中的一位。萧炎前一世并没有见过他，想来不是被魂天帝献祭了，就是已经死在了其他强者的手中。交出魂阡陌的灵魂，老夫当即退去，否则黑棺老者抬起眼看向萧炎，淡淡的说道。虽然没有说完，但话语中的威胁意味不言而喻。想要魂阡陌的灵魂？可以，用你自己的命来换。萧炎眼神微微眯起，一抹杀意浮现，后者的威胁要比魂阡陌大得多。如果可以，他想要直接将对方击杀当场。萧族的小畜生，当真狂妄！今天就让老夫来教教你，什么叫做天外有天。黑棺老者低喝一声，面庞扭曲，一抹杀意浮现，随后他大手一挥，当即周身无数黑雾化作漆黑的锁链，朝着萧炎猛然锁去，转瞬间便是穿透虚空，来到了萧炎面前。滚开！萧炎眼神一凝，嫣红色的火海当即翻涌而出，一瞬间暴涨，反而将那漆黑的锁链生生阻隔开来。刺啦！二者碰撞间，顿时爆发出让人牙酸不已的声音。只见道道黑雾自那锁链上翻涌而起，被嫣红色的火焰灼烤，消散而去。老东西，你的锁链好像不是我的对手。萧炎冷笑一声，当即凝聚力量，一掌轰出，顿时那嫣红色的火焰猛然暴涨，覆盖了大半片天际，反而将漆黑锁链撞了回去。哼！黑棺老者冷哼一声，什么话都没有说，而是将锁链收了归来，紧紧盯着断面，脸色阴沉的吓人。经过这般碰撞，那嫣红色的火海并没有少多少，反而是黑雾所化的漆黑锁链被烧融毁去一半，高下分明。看来那净莲妖火确实被你所得，威能的确不凡。黑棺老者抬眼看向萧炎，眼神中那股肃杀之意已经褪去。当萧炎展现出来这般手段之后，他知道，但凭借自己今天确实是无法奈何对方。哼，想逃？萧炎冷哼一声，当即双手结印，没有丝毫犹豫，一掌直接朝着老者轰出。他不想放对方离开。一点黑芒在萧炎掌心浮现，刹那间暴涨开来，化作万丈漆黑光圈，就要将老者笼罩在其中。一股股强大的吸引力传来，大地撕裂，天空塌陷，万物都在朝着那漆黑的光圈坠落而去。大天造化掌乃是萧炎所获得的第一门天阶斗技，也是最适合用在此刻的天阶斗技。强大的吸引力足以让对方速度锐减。虽然他的威能已经逐渐落伍，逐渐被萧炎的其他斗技取代，但特殊的作用却依旧具备着奇迹。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哪有这样简单的道理？给我留下！萧炎低喝一声，而黑棺老者已经融入虚空中的身形，竟然被生生的拉扯出来。他脸上浮现出一抹惊怒，当即大手一挥，暴喝道：“大森噬魂爪！”一道足以撕裂天空的万丈巨爪凭空凝聚而成出现，自上而下朝着萧炎生生抓了下来，在空间中留下5道散发着强烈气息的爪痕。轰轰轰！黑棺老者的恐怖利爪当即撕裂而下，砸在了漆黑光圈之上，锋利无比，竟然将漆黑光圈生生撕裂一角。大天造化掌被破除一般，吸引力锐减，黑棺老者当即摆脱了束缚，整个人就要融入虚空当中离去。萧炎眉头紧皱，当即散去手中结印，低喝一声，
双手再度结出新的印记。下一瞬间，只见天地元气汇聚在萧炎周身之上，而一只枯黄巨掌浮现在高空之上，朝着魂族老者离去的方向生生拍下。黄泉掌，去！而那魂族老者并未回头，只见那黑棺之上当即爆发出万丈黑光，刹那间一股诡异的力量浮现，竟然生生将枯黄巨掌轰爆。二者力量交织一起，扩散开俩，当即汹涌的巨压朝着地面扩散而去。肉眼可见的方圆数万里的地面，生生塌陷了数百丈。而那黑棺在挡下了萧炎一击之后，也是颜色暗淡不少，倒飞而去，化作一只小舟，连带着黑棺老者也是一口鲜血喷出。不过他的速度并没有放缓，而是再度加速，一瞬间便是进入虚空当中。这是什么力量？萧炎眉头微微一皱，有些意外。他没有想到，那个魂族老者竟然能够凭借黑棺就挡下了他的奋力一击。虽然后者也因此被打伤，但是距离萧炎想要的结果可是差得有些远。那位魂族老者足有8星斗圣修为，而且他相当谨慎，在跟萧炎过了一招之后，便是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对方的对手，当即便是全力逃跑。仗着黑棺的出剑杀，就连萧炎也第一时间没能将他擒下来。有些奇怪的味道，萧炎喃喃自语道，潜意识他并没有见过类似的力量，这突然出现的东西让他的心头也浮现出一抹不安。潜意识魂天帝的谋划太过完全，除去最后漏了一手，不知道异火广场上藏着驼舍古地的传承，几乎可以说是将一切都算到了，每一步都在他的计划当中。然而这一世因为萧炎重生的缘故，他的诸多谋划和布局都被侦破，反而不如潜意识进行的顺利。或许这是魂天帝的另一手准备，只不过因为潜意识并没用上，所以我并不知道。想到这里，萧炎心头微微一沉，魂天帝的城府果然要比他想的还要深，面对正对手当真不能大意分毫。回去了。萧炎大袖一挥，当即将此地的紊乱的空间抚平，随后指尖微微轻弹，一缕嫣红的火焰覆盖，将此地残留下的能量清除干净。魂族的力量流落在此处，若是不清理，光是溢散出来的一点，恐怕都要害死不少人。做完这一切之后，萧炎回望了虚空一眼，不动声色，随后朝着后方飞去。魂族，魂剑，一道干枯漆黑的身影突然出现在此地，刚出现的刹那，便是一口鲜血喷出，整个人脸上不由得苍白了几分。魂战，你竟然受伤了？谁干的？几道声音突然传来，带着些许意外的调侃道：“哼，与你们无关，我要去见族长。”被称为魂战的老者当即冷哼一声，面对这些同僚的冷嘲热讽，他也挂不住面子。姐姐，本座记得族长交给你任务是万一事不可为，将魂阡陌那几个小家伙带回来吧。看你这副模样，想必是任务失败，好好想想该怎么跟族长交代吧。听闻此言，魂战的脸上更阴沉了，不再说话，而他的心底也是浮现出了一抹忐忑。他担忧的不是这点，而是另外一处。魂殿一方的战力本来就隐隐高过天府联盟一方，在底牌未出的情况下，即将击败天府联盟，因此他也有些放松，并未时时跟在他们身边。然而却出现了意外，萧炎强势出现，在他赶来之前，便是以雷霆之势生生的震杀了魂殿众人。不仅如此，还拘走了魂阡陌的灵魂。他也没想到，在9天封魔大阵都已经施展出来的情况下，他们竟然没能撑过萧炎2招。本来他们只要多阻挡半分钟的时间，魂战便能赶到战场。该死的家伙，真是废物！魂战不由自主地咬牙怒骂道：“任务失败，他定要遭受到魂族的惩罚。”萧炎猜测的没错，他的确是被炼制而成的活死人，相比于傀儡来说，要多出一份属于自己的意识。也正因为如此，他更是相当于物品，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咦，魂战，你怎么搞成这副模样？就在魂战心思万千的时候，忽的一道漆黑的身影浮现在他的身旁，略显妖性的面庞上挂着一抹邪异的微笑，在他的眉心处还有着一点漆黑的火印。见到此人现身，魂战当即心头一惊，低声道：“虚无大人。”忽地，虚无吞炎的眼角一扫，像是感应到了什么，原本面庞上的微笑顿时消退，取而代之的却是一抹暴怒。魂战，炼魂黑棺怎么损坏如此严重？魂战，炼魂黑棺怎么损坏如此严重？听到虚无吞炎的怒吼，魂战心头也是一惊，浑身颤抖不已，后背一紧，额头上冒出大滴大滴的汗珠，顺着褶皱脸皮上的沟壑落下。虚无大人，是这样的。此刻的魂战没有了一点嚣张的气焰，整个人宛若做错事的小孩面对严厉的家长一般。他简短地将之前所发生的经历述说一遍。虚无吞炎听完之后，面色上的阴霾却是并未消散分毫。只见他冷冷地抬起眼来，看向在他身前瑟瑟发抖的魂战，沉声道：“这么说，是因为你的玩忽职守，才导致炼魂黑棺破损？”虚无吞炎冷冰冰的声音响彻在魂战耳边，而他听闻此言，当即浑身猛然一颤，
浑浊的老眼中浮现出一抹惊恐，他当即大喊道：“不是我，是那个萧炎啊！”只是魂战的话还没说完，便是一阵剧烈的疼痛自他的身上传来，无数漆黑的火焰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出现在他的身上，将他整个人包裹在其中，顿时凄厉的惨叫响彻了半边大殿。虚无，何必下此重手？就在魂战以为自己要彻底被那漆黑的火焰焚烧殆尽，彻底吞噬的时候，一道平淡的声音忽地出现，掠过此处，声音中似乎夹杂着特殊的力量。话音落下的刹那，只见那将魂战整个人覆盖的漆黑火团忽地消散。魂战趴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息着，浑身的衣衫都被冷汗打湿，整个人宛若是从水池中捞上来的一样，狼狈不堪。哼，魂天帝，你也来了！虚无吞炎双眸陡然间一凝，随后冷哼一声，大袖一挥，劲风暴起，就是向着地上趴着的魂战轰去。后者发出一声闷哼，被直接掀飞100丈，砸在一根巨柱上，不再去关注。魂战战战巍巍地爬起来，低着头，不敢动作，气息萎靡不已。即便是暗红色的血液自身上流下，也不敢去擦拭。魂战，你先下去吧，我对你自有安排。羽扇纶巾的身影下一刻陡然出现在虚无吞炎身边，淡淡的开口道，声音中虽然没有夹杂任何情绪，但却充满了不容置疑。是，族长大人。魂战俯下身子，恭敬的应声道，倒退着走出大殿。就在他离开的刹那，一旁的虚无吞炎便是紧紧盯向一边的魂天帝，低吼道：“就这样放过他？我们为了这东西准备了多久？”魂天帝则是平淡地看向了一旁的虚无吞炎，手中的扇子合上，淡淡地开口道：“那你能如何？当场将他斩杀不成？”听闻魂天帝的话语，虚无吞炎当即一滞，顿时说不出什么话，只得偏过头去，脸上满是桀骜。再怎么说，魂战也是重要战力之一，黑关损坏的事实无可避免，没必要再搭上他。魂天帝显然也不像表面一样丝毫不在意，炼魂黑关可以说是魂族计划中相当重要的一环。不过既然已经无法挽回，那不若保留有生力量。一位8星斗圣级别的强者，足以影响一场重要战场，不容小觑。即便是如今的远古8族当中，除去魂族之外，能够抽调出的8星斗圣级强者，也不足1掌之数，可见一斑。虚无，距离你突破还需要多久？忽地，魂天帝将矛头转向了虚无吞炎。如今的虚无吞炎虽然贵为9星斗圣，算得上斗气大陆的至强者之一，但即便是他也知道，他距离魂天帝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只有突破到地境灵魂，才有1、2分的抗衡之力。快了，我已经感觉到那层屏障，只需要足够的纯净灵魂之力，不过是这1、2日的事。虚无吞炎眼中光芒一闪，旋即轻声道。听闻此言，魂天帝微微颔首，整个人的身形刹那间消失在原地，只留下来一道话语在空旷的大殿中回荡：如此甚好，待你突破之后，去一趟要界版是时候该收网了。星界天府联盟总部，萧炎端坐在主位之上，听着一项又一项的汇报。自从他回归的那一刻，药老便是直接退位让贤，将盟主之位让给了萧炎。萧炎对此也并未推辞，此前隐藏自身存在，生怕被发现察觉，不过是为了屏蔽魂殿耳目罢了。但如今的他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成长了起来，就连天府联盟也以雷霆之势凝聚在一起，将魂殿这位斗气大陆上的老牌霸主势力生生掀翻了过去，自己坐上了这把交椅。如今的天府联盟比起萧炎前往妖火空间之前，可是壮大了太多太多，甚至有着隐藏前修的散修斗圣强者投奔。如今光是站在大陆巅峰的斗圣强者，天府联盟中便是不下10位，甚至有着丹塔老祖以及萧晨这等在分界线上的强者，整体实力完全不弱于一般的远古种族。萧炎可以很自信地说，如今的天府联盟即便是放在远古种族当中，也足以排在前列，除去魂骨2族之王，完全可以和雷炎2族媲美。像稍弱一些的药石灵3族，以整体实力而言，已经不足以和天府联盟媲美。天府联盟崛起之后，也有远古8族之人前来拜访结交，显然对于大陆上突然多出这等强横势力，他们也是颇为上心，尤其是在天府联盟和魂殿激烈开战的时候。显然，对于大部分的远古种族而言，他们乐意如此。盟主大人，如今我天府联盟的势力范围囊括南域在内的大半个中州，联军途径之时，又遇到17家本地势力的投靠。据下面之人报道，有疑似魂殿之人出现在西北山脉，正在全力进行排查。联盟全力运作之下，已经揪出超过20座魂殿的分店，已经有联盟强者带队前去剿灭。一道道重要的消息落入萧炎的耳中，汇聚在他的脑海当中，而萧炎也有条不紊地处理着这些事情。当把全部的工作做完后，他才揉着额头，靠在椅背上，吸了口气。处理这些东西，果然不适合我。萧炎摇了摇头，无奈道：“他本来就是个闲散性子，即便是建立了如此多的势力，到头来还是习惯当个甩手掌柜。呵呵，体会到为师之前的辛苦了吧？”一旁，
药老的身影缓缓走来，笑呵呵地说道，只是在那眼神中可以看到些许的幸灾乐祸。老师，你就别打趣我了。萧炎苦笑一声，甩了甩头，随手拿起果盘上的一个不知名异果啃了起来，汁水饱满，唇齿留香，甜津津的，不足为外人道也。你小子一走就是小半年，连个准信也没有，真让人担心。药老也没好气地说道。萧炎这次足足在妖火空间中闭关了小半年的时间，期间让药老不知道提心吊胆多久。若不是之后丹塔老祖带着萧晨找到了星界，恐怕他都要坐不住，派遣人手前去寻找了。嘿嘿，萧炎挠了挠头，将这件事一掠而过，当即转移了话题，开口道：“老师，有什么事找我吗？”他知道药老不会无的放矢，他来找自己一定有着原因。听闻此言，药老也是微微陷入了沉默当中。好半天后，他才将皱着的眉头舒缓开来，轻声道：“远古八族之一的药族派人过来了，他们想邀请一部分前去拜访。”听闻此言，萧炎也陷入了沉默当中。他望着药老，后者一向风轻云淡的脸庞上，此时此刻却满是纠结的神色，心中充满了矛盾之色。萧炎轻轻叹了口气，虽然这一世药老从未提起过这件事，但他却知道药老对于药族究竟抱有何等复杂的情感。与此同时，一阵恍惚浮现在心头。如今虽然距离药典开启还有好几年的时光，但如此巧合的邀请却让萧炎心头不由得浮现出一抹警觉。而药老并未注意到这点，纠结片刻之后，也是缓缓地吐出一口气，沉声说道：“萧炎，你可能并不知道，你老师我就是出身于药族。”说到这里，药老的脸上浮现出一抹苦笑的神色，他继续道：“只不过我不过是一介弃徒罢了。当年的事情谁对谁错，随风飘散，已然无法说清。只是我还有个心愿，我想将父母的名字铭刻回祖碑之上。”说到这里，眼尖的萧炎注意到药老竟然身体微微前倾，要对自己行礼，当即萧炎心头一紧，一股轻柔的灵魂力量当即从身体中飘散而出，止住他的动作，随后连忙起身，3步并作2步走，来到药老身边，将之扶住后，沉声道：“老师这说的是哪里话？身为弟子，自当为老师排忧解难。过几天弟子亲自去药族走一趟，为老师讨个公道。”听闻萧炎的话语，药老苍老的身躯不由得微微一颤，眼眶有些泛起雾气，心中浮现出一抹感动。良久之后，他才欣慰地笑了。纵然他这一生经历颇为坎坷，酸甜苦辣都有，但能遇到萧炎这样的弟子，也算是不枉此生。好，好，好，连说了3个好字，药老笑着离去。只是萧炎见到，在离开此地的刹那，药老的身形竟然有些踉跄。一位斗圣强者，即便是10万大山和无尽空间都挡不住他的步伐，但却走在平地上都踉跄，可见他的心情究竟是如何激动。萧炎深深地叹了口气，一抹既视感浮现在心头，帮助药老走一趟，那是一定的，他必然会去。但在这之前，他也要做一些安排，不怕1万，就怕万一。想到这里，萧炎心念一动，双手便是在身前一撕，顿时一道足以容纳1人通过的空间裂缝出现在他的面前。没有多少犹豫，萧炎便是一步跨越而出，顺着空间乱流，朝着一地坐标赶去。他乃是秘密出行，并没有向着任何人表露自己的踪迹，星界中人都不知道，他们这位才回归了1天的神秘盟主，竟然又消失在了自己的眼皮底下。而萧炎所赶去的位置也很简单，他在朝着古界的方向前进。如今斗气大陆上，若是说可以与魂族争锋，那么唯有古族。虽然重生过后的萧炎知道魂族真正隐藏力量的恐怖，但无一例外，古族是能够对抗魂族的最强势力，没有之一。我已然重生，所经历的一切早已与前世截然不同，前世所发生事迹已然不可参考。在我的手中，陨落的魂族强者已然多了太多，想必早已引起了魂天帝等人的注意，他们一定预备着后手，防备着我的行动。毕竟不论是萧族还是天府联盟，都曾带给过他几乎致命的危险，所以魂天帝一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不对，陡然间，萧炎心头一紧，顿时意识到了什么。如今的天府联盟已然将魂殿这个魂族的爪牙，大陆上的毒瘤铲除，已然成型。即便魂族将之覆灭，也难以短时间重新建立魂殿，构建出之前的网络，所以他们选择了放弃。其他远古种族在萧炎借助古猿之口的警告下，提高了警惕。除去早就覆灭的灵族之外，其他种族都未曾找到机会动手。那么魂族在2大目标都没有动作的情况下，究竟在等着什么？萧炎心头猛然一紧，顿时警铃大作，他当即速度暴涨几分，就想从空间乱流中退去。然而下一秒，一只洁白如玉的手掌已经出现，隔着百里虚空，朝着他轻轻拍去。轰轰轰！萧炎当即面容扭曲，从那只手掌上，他感觉到了重生以来所遇到过的最强力量，气浪翻涌之间的动静，即便是现在的萧炎，依旧感到心惊不已。毁灭火体现，金刚琉璃体现，万丈嫣红色的火浪暴涌而出，
与此同时，萧炎身体之上爆发出千丈金光，整个人宛若化作了金刚，道道火浪萦绕在他的身边，形成了一身极其厚重的火焰重甲。两大天阶强化斗技齐出，萧炎展现出了隐藏至今的最强战力。如玉般的手掌还未习至，光是其带起的气浪劲风，便是给了萧炎一种亡魂皆冒之感。光是破镜的气势，就让萧炎有些喘不过气来。若是这一击实实在在轰在他身上，至少也是落得一个重伤的下场。黄泉指，大天造化掌，黄泉掌。霎时间，萧炎双手各自结出不同的印记，体内暴涨的斗气带动周围的天地能量，化作一圈又一圈光华暴涨开来，将方圆万丈之内的空间再度激发出阵阵风暴。只见萧炎双手猛然向前推出，伴随着一声低喝，三大天阶斗技同时轰出，一瞬间，三道光印宛若追星赶月一般，对着那手掌的方向齐齐撞去。轰轰轰！眨眼之间，萧炎的攻击便是跨越了无尽空间，而那洁白如玉的手掌也是恰到好处拍出，二者瞬间撞击在一起，顿时爆发出剧烈的轰鸣。流转着淡银色空间之力的隧道当即被轰爆，狂暴的空间乱流爆发，在两道至强攻击的碰撞中，期间的一切物质都被破坏，化为最基本的粒子流，卷袭开来，搅碎一切胆敢靠近之物。就连萧炎本身也在三大斗技和洁白手掌碰撞的刹那，闷哼一声，嘴角溢出鲜血。他整个人被那狂暴的粒子流倒退飞出万丈之外，死死地向爆炸中心望了一眼，便是头也不回地朝着远方急速飞去，眨眼间便是消失在视野当中。在那碰撞的中心，彻底被轰成了一片方圆万丈的虚无。光是望着那黑漆漆的空洞散发出的寂灭味道，便足以让一名斗尊强者的心神崩溃。咦？一道略带惊异的声音出现在空旷虚空之内，随后一道羽扇纶巾的白袍身影凭空出现，面容俊秀，宛若一名书生。他的手掌上萦绕着点点能量，刚才那洁白如玉的手掌，显然正是他的杰作。没想到这遗留下来的萧族血脉，竟然能够成长到如此地步，还真是让人感到惊喜啊！不过若是这种程度，就想要逃出我的手掌，未免也有些太瞧不起我了。他遥遥望向萧炎逃跑的方向，那里早已见不到人影，但他却并不在意，因为萧炎逃不出他的手掌。身形微微一动，只见他的身形已然消失在了原地。感受着体内仅因为碰撞便已经出现的伤势，萧炎眉头紧锁，将速度提升到最大，化作一道流光，穿过层层空间乱流，整个人丝毫不敢放松分毫。该死，魂天帝怎么会在这里？古元伯父的监控失效了吗？萧炎低喝一声，心中暗骂道：若不是提前有所警觉，在魂天帝真身还未彻底进入空间，只是一只手掌袭来的时候直接暴起，恐怕此时此刻的萧炎已经陨落在魂天帝之手。对于这些站在斗气大陆巅峰的至强者，萧炎一向不敢放松分毫，因为他清楚的知道对方的实力到底多么恐怖。9星斗圣后期的斗气修为，再加上地境灵魂，便会引得已经提升到极限的斗气再度蜕变一个层次，这也就是所谓的半底。这种层次的强者，举手投足之间都能和天地元气共鸣，一拳一脚威能都是超越了天阶斗技的极限，光是拳风便足以震死一名8星斗圣级别的强者。若是没有同等级强者钳制，他们一人便是足以镇压整个斗气大陆。前一世的萧炎修为不比现在差，依旧在遇到竹坤的时候被其随意几招就打得重伤，只能自爆保命。若不是紫妍来得及时，父女相认，恐怕萧炎那个时候便已经陨落。忽地，萧炎心头再度警铃大作，地境灵魂的力量霎时间透体而出，周围的能量顿时被汇聚过来，形成一道厚厚的壁障挡在他的身前。下一秒，一根斗气凝聚出的血色巨指便是出现在萧炎面前，狠狠地戳来，重重的撞击在那能量汇聚成的屏障之上。噗嗤，萧炎一口鲜血猛然喷出，整个人毫无反抗之力的被轰飞上千丈的距离。光是那倒飞而出带来的风压，便是将沿途所有的空间风暴吹散。好不容易，萧炎才止住身形，踉跄地站立在虚空当中，嘴角一血，眼眸低沉了下来，朝着刚才自己所在的方向望去。只见那一道羽扇纶巾的白袍身影，不知何时已然站在了那里。虽然他并没有发散出任何气息，仿若一个普通人一般，但光是站在那里，便是吸引走了天地间所有的注意力，宛若真正的主角一般。魂天帝！咬着牙，萧炎死死地盯着那个人影，低吼出声。他的心底浮现出一抹懊悔的神色。这一世重来，萧炎一路上顺风顺水，从来没有遇到过真正的阻碍，这也让他失去了一部分应有的警惕。这失去的警惕之心，却在这时候以最为恶劣的结果砸在了萧炎的身上。哦，你认得我？我不曾记得我们见过。魂天帝负手而立，朝着萧炎望去，眼神平淡中带着点点杀意。对于萧炎本身，他并没有太过放在心上，不过他背负着萧族的血脉，却让魂天帝不得不提起几分警惕。萧族，萧玄，这个曾经激进让他陨落的男人带来的震慑，至今仍然铭刻在魂天帝的心底。
你还不放弃，是想要等人来破局吗？像是知道萧炎的想法一样，魂天帝淡淡的开口说道，语气中虽然未曾夹杂任何情感，但却依旧听得萧炎眼皮一跳。没用的，古族已经出现了变故，即便是古元，短时间内也不可能赶来。这段时间已经足够我杀死你了。平淡的话语自魂天帝的口中说出，便宛若一块巨石砸在萧炎的心头，让他的心底不由得一沉。说实话，他却是想要拖延时间，等待古元的支援。如今斗气大陆之上，能够自由行动并且抗衡魂天帝的存在，也只有古元了。只不过魂天帝的话语已经打破了萧炎的幻想，古元恐怕真的来不了了。萧炎的心在这一刻沉到了谷底，不过他并没有放弃，而是绞尽脑汁思考着脱身之策。他并不是一个习惯坐以待毙之人，即使再为强大，魂天帝也不可能毫无破绽，一定有着机会。脑海飞速的转动，萧炎眼神突然一凝，他发现了一处不自然，地境灵魂在这一刻施展开来。他察觉到了魂天帝身上的一抹不自然，察觉到了吗？果然是地境灵魂，还真是敏锐的洞察力。萧炎的眼神变化自然没有瞒过魂天帝的眼睛，而后者对此也并不意外，或者说察觉到萧炎具备地境灵魂的刹那，魂天帝就不指望这般手段能够瞒过对方。在此处的并非是你的本体，萧炎沉声低喝道。他已经察觉到了魂天帝身上的那一抹不自然，那是灵肉之间存在的一丝隔阂，这一缕隔阂他并不陌生。当初复活药老、复活天火尊者等人的时候，都在他们的身上感知到了这点，那是因为灵魂和身体的不匹配而导致的异样。潜意识的萧炎可没少跟魂天帝打交道，对方究竟是什么模样、什么状态，萧炎还是清楚得很。可他从来未曾展现过这般手段。的确如此，不过即便是这具傀儡的实力，也不是你能够抵抗的。具备本作本体5成实力的傀儡，即便是古元想要破除，也需要耗费一番手脚，杀你足够。魂天帝淡淡的说道，他的本体并不在此处，但他并不担心这一具傀儡杀不了萧炎。这道天魂魁乃是魂族自上古时期传下来的宝物，其材质本身奇妙，即便没有魂天帝的降临，也足有7星斗圣战力。借助魂族本身的秘技，完全可以将本体实力分割成2半，施加在傀儡之上。为了击杀萧炎，魂天帝可所谓花足了心思。听着魂天帝平淡的话语，萧炎则是嘴角微微上扬，抬眼望去，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只听他沉声道：“魂天帝，若是你本体在此，今日我定然难逃一劫。但很可惜，你来的只是分身，想要杀我还不够。”话音落下，萧炎气势当即再度暴涨，额头上9彩奇异的纹路浮现。这一刻，他已经停滞的气息再度提升。萧族族纹开。嫣红色的万丈火浪以及千丈如同大日一般的金光再度自萧炎的身上爆发，毁灭火体和金刚琉璃体2大天阶强化斗技齐出。萧炎的实力提升到如今他所能抵达的极限。大话谁都会说，如果这就是你的全部实力，那么很遗憾。望着气息暴涨的萧炎，魂天帝一手背负在身后，另一只手微微一动，顿时晴空霹雳炸响，一道足有万丈之长的血色雷霆朝着萧炎猛然轰去。血魔噬心雷，萧炎对此并不陌生。潜意识突破斗帝，与魂天帝鏖战之时，对方可没少施展过这般手段。只不过当时的血魔噬心雷足有10万道，每一道都比现在的更为强横。面对即将轰来的血色雷霆，萧炎眼神中闪过一抹疯狂的神色。他骤然起身，双手印记变化，顿时一个足有1000丈庞大的虚影在他的体外成型，宛若惊涛骇浪一般的灵魂波动，一波波的疯狂卷袭开来。黄泉天怒，萧炎暴喝出声。这是他这一世第一次施展这招斗技，也是他的最强斗技。潜意识帮助他击败过无数强敌的黄泉天怒再度重现世间。只见那庞大几乎凝成实质的巨大幻影，其上已经流光转动，一眼望去，宛若一个耸立在天地间的巨人一般，一种主宰灵魂般的气息猛然间扩散开来。魂天帝眼神陡然间一滞，他没有想到萧炎竟然还藏着这样一道底牌。天地间最为稀少珍贵的灵魂斗技，还是天阶高级的品质。除此之外，萧炎还具备着地境灵魂。这一切的一切，让这一刻的萧炎攻击抵达了一个极致。某，1000丈身影涌现，云雾之中，巨人嘴巴一张，顿时天地间仿佛都是在此刻寂静无声而下，唯有着那宛如实质般的灵魂声波冲击，从那巨人口中暴涌而出，最后以一种超越光速般的速度后发先至，穿过了血魔噬心雷，直接撞在了魂天帝身上。噗嗤！魂天帝眉头紧锁，一阵剧烈的疼痛之感自他的眉心传来，让他的眼前诞生出一阵眩晕之感，2道冰凉的感觉自耳畔滑落。他轻轻一磨，发现竟然是这具傀儡的耳膜被生生震破。该死，这个家伙怎么会有专门针对灵魂的天阶斗技？魂天帝并不是真身在此，而且单纯的灵魂境界上，他跟萧炎相差无几。
都是地境。若是寻常情况，魂天地的傀儡足以轻松斩杀萧炎，但是后者却有着专门攻击灵魂的天阶高级斗技，魂天地自然不可能将全部的灵魂力量注入到傀儡当中，这也导致了这具傀儡的灵魂力量反而弱于萧炎的地境灵魂一筹。这样一来，给了萧炎可乘之机。黄泉天怒爆发的刹那，不知何时弥漫在整片空间当中的黑云，此时此刻也剧烈翻腾了一下，隐隐间有着浓郁的死亡之气扩散开来。血魔式星雷毫无保留地撞在了萧炎的身前，虽然被凝聚过来的能量罩所阻挡一瞬，但还是攻破了防御，轰在了他的身上。当即，萧炎便被巨大的力道直接轰飞，狂喷出数口蕴含着淡金色流光的血液，不敢有着丝毫停留。萧炎拼着重伤之身，再度应技变换，趁着魂天地处于眩晕之际，手印再度变换。黄泉天怒，再来！足有1000丈庞大的巨人再度张开大嘴，发出嘹亮的咆哮。哞！霎时间，恐怖的灵魂冲击波再度爆发而出，朝着那刚刚回过神来的魂天地再度撞去。砰！宛若一颗炮弹轰出，魂天地所操纵的那道傀儡当即被轰飞开来。机会！虽然脸色苍白无比，但萧炎的眼神却在此刻当即一亮，调转身躯，整个人当即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原地。可恶的小子！劲风暴起，斗气狂涌，魂天地的傀儡身形停止了暴退，一缕阴雾自他的眼底浮现而出。这具傀儡受损并不严重，能够纳天地元气入体，傀儡的力量可以说几乎在全盛状态。但要命的是，魂天地留在这具傀儡上的灵魂力量，在那2记直击灵魂的黄泉天怒之下，生生折损了一半。若是全力追杀萧炎，后者拼命之下，很有可能彻底将他留下的灵魂力量轰散，牵连本体之下，魂天地的灵魂也会受到一定的反噬。10年之间，便从一介默默无名之辈成长到如此地步。今日我即便拼的这具天魂魁不在，也要将你彻底斩杀。只是略微犹豫一瞬间，魂天地便是下定了决心，他不能容忍这天地间再出现一个萧玄。顿时，魂天地周身斗气狂涌上来，阵阵气浪翻滚之间，便是将一个个空间碎片碾成碎渣，方圆1000丈之内顿时卷袭起一阵足以搅碎一切物质的风暴。找到了！话音出口的刹那，魂天地的身形便是消失，化作一道肉眼不可察觉的流光，朝着萧炎逃离的方向追去。还真是难摆脱。萧炎低喝一声，地境灵魂不遗余力地扫过，很快便是察觉到那自他身后飞速追寻而来的身影。两人都不加丝毫掩饰，只为了以最快的速度行进。只不过萧炎的速度比起魂天地的速度来说要差太多了，在他的感知当中，两人的距离在明显的拉近。这样下去，不消5分钟，萧炎便会被魂天地追上。牙关一咬，萧炎手指在那界上抹洒而过，手掌一翻，顿时数枚丹药出现在了他的手中。论起气息来，最差的一枚都在8瓶9色丹雷水平，放在外界可所谓千金难求。深吸一口气，没有丝毫犹豫，萧炎将丹药一把塞入口中，伴随着一阵入口，一阵澎湃且极端浓郁的药力自他的体内爆发开来。萧炎闷哼一声，嘴角再度溢出几缕鲜血。即便是平时让数种药力药效都不同的丹药同时入体，都是具备着很大的风险，更何况萧炎如今的重伤之躯。若是处在一个安静不被打扰的地方，凭借体内强大的融合异火，萧炎可以直接镇压体内的药力，花费大量时间抽检波斯一般慢条斯理的将全部药力炼化。但如今可没那个时间，他没有办法，在受伤和死亡之间，萧炎选择拼一拼。澎湃狂暴的药力在体内流转碰撞，再度加重了萧炎的伤势。但与此同时，浓郁的力量也增幅了萧炎的力量。陡然间，他的速度再度暴涨几分。受死！一道破空声自后方猛然传来，魂天地再度递出一指，朝着萧炎碾压过去。层层翻滚的气浪带着足以轰爆一切的力量，朝着萧炎碾压过去。毁灭火莲，给我开！刹那间，萧炎的手中顿时泛起奇异的波动，那对略微泛红的双眼中满是疯狂的神色。在他的手中，6种颜色不同的异火急速浮现，随后在一阵阵奇异的波动中，形状飞速转变。不消半秒钟的时间，只见一朵美轮美奂的彩色火莲浮现在萧炎的掌心当中，足有磨盘大小。而那朵火莲在刚出现的刹那，便是吸收着天地间的一切游离能量，壮大着自身。看也没看，萧炎便是将火莲向着身后丢去，彩色的火莲化作一道流光，刹那间撞在了魂天地的隔空一指上。剧烈的碰撞爆发，卷袭起的气浪将周围虚空与物质的通道生生打出好几道横跨数千丈的裂隙。只不过相比魂天地的隔空一指，终究是萧炎落了下风。只见二者僵持不消数秒，那美轮美奂的毁灭火莲便是被生生推了回来。爆！萧炎头也没回，瞳孔骤然紧缩，当即低喝一声。只见那还在苦苦和魂天地一指僵持的美丽火莲突然一缩，虽然以几何速度暴涨，轰轰轰！
璀璨的光泽便是从那火莲之中爆发而起，无数道蕴含着毁灭力量的光柱密密麻麻地从火莲之中射出。光柱射出后，毁灭般的波动也是从火莲之内传出，然后天空上璀璨的光泽宛如又一轮耀日一般，刺眼的强光几乎布满了整片虚空，无法形容的毁灭冲击在天空之上四面八方的席卷而开，空间隧道连1秒钟都没有抵抗过去，便是被生生的轰爆。紊乱的空间乱流形成的粒子风暴卷袭过境，仿佛将一切物质都泯灭。在空间通道崩毁的刹那，萧炎的身形便是跌落出了漆黑的虚空，一口鲜血自他的口中再度喷出，他的气息再度虚弱了几分。只见他猛然抬头望去，只见那毁灭一般的风暴直接冲出了空间，自万里高空之上的裂隙爆发而出，顿时将下方大地之上延绵万里的山脉彻底震碎，化为一片赤地。那恐怖的高温将大地直接融穿。萧炎，你以为这样便能逃脱本座的追杀？一道冷厉的呵斥自空间裂隙中传来，霎时间一片狂风吹拂而过，只见一道身影径直从那毁灭火莲的火浪中飞出。萧炎瞳孔骤然紧缩，只见那魂天帝的身上竟然只有一截袖袍被烧焦不见，露出手臂，除此之外竟然再无分毫损伤。要知道，自从收服了净莲妖火之后，毁灭火莲已经算是萧炎的最强底牌之一，就算是比起黄泉天怒也是各有优劣。萧炎自信在这样的轰击之下，任何一名8星斗圣都不会存在生机，但就算是这样的爆发，也不能阻挡只有5成实力的魂天帝一瞬间。这让萧炎的心底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绝望之感，眼底一抹疯狂的神色闪过。萧炎双手再度结出印记，那道1000丈之高的虚影再度出现在他的身后，递进灵魂的力量不加任何保留地注入其中。而那道凝实的巨人虚影也是张开嘴巴，再度大吼出声：“黄泉天怒！”某，本座若有准备，即便是天阶高级的灵魂斗技，又能如何？魂天帝脸色阴冷，挥手一抓，顿时方圆万丈之内的天地元气被他纳入手中，随后朝着萧炎所在的方向砸下。巨大的阴影自上方下压，宛若整片天空塌陷，庞大的风压生生将方圆10万里的群山压平，然后大地在这重压之下，生生向着下方不断塌陷。萧炎的身形在这片天地威压之间显得异常渺小，而那黄泉巨人也在这股恐怖的威压之下，身上擦出大片大片耀眼的火花，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而那道黄泉天怒在命中魂天帝之前，后者便是在身前一掌劈出足有万丈大小的空间裂缝，将那道攻击纳入其中。在这般巨大的压力之下，萧炎的身体宛若沉重了千百倍一样，即便是动弹一下都要耗费巨大的力量。重来一世，我就要这样陨落在魂天帝手中吗？我不甘心！萧炎的心底爆发出阵阵怒吼，但他已经几乎穷尽了所有手段，面对魂天帝的致命一击更是束手无策，死死地盯着魂天帝，将他的容貌神色全部纳入眼中。萧炎清秀的脸庞上满是不甘和暴怒的神色，魂天帝嘴角微微上扬，欣赏着这一幕，手中微微下压，就要将萧炎彻底轰杀当场。魂天帝！就在这时，异变突起，伴随着一阵夹杂着愤怒的暴喝，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在这片天地之中，冲着魂天帝便是一拳轰出。霎时间，周围全部被魂天帝所掌控的天地之力，在这一刻径直被夺走了大半。而那重重的一拳，也是彻底将这片即将塌陷的天空轰散，笼罩在萧炎身上的压力陡然间消失。下一瞬间，那道淡灰色的身影便是直截了当地挡在了萧炎的身前，将他和魂天帝隔了开来。古元，古伯父！两道惊呼声分别从魂天帝和萧炎的发出，前者脸色阴晴不定，心情不是很好，而萧炎则是松了一口气，心情好了很多。有着古元在场，魂天帝今天的目的也别想达成。没想到啊，古元，你竟然放弃了镇压族内变动，反而选择来支援这个萧族小子，还真是让我有些刮目相看。魂天帝像是恢复了那般风轻云淡一样，似乎击杀萧炎失败对他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大事。我古元做事，什么时候需要你魂天帝来指手画脚？面对魂天帝的夹枪带棒的话语，古元也没有客气，面色冷厉，直接对了回去。古伯父，那不是魂天帝本体，而是一具傀儡。萧炎舒缓了几口气，急忙告知古元，而古元也是微微颔首。早在他来到这里的第一瞬间，便是发现了这件事情，不过是为了保护萧炎，他没有选择直接轰杀魂天帝的这具傀儡，而是将那杀招轰散。呵呵，你还是这样，1000年都没有丝毫长进。面对古元的回怼，魂天帝并不在意，而是淡笑着说道：“古元，无论你今日是否出现在此地，我的目的都已经达成。你这样，永远都不肯能赢得了我。”听闻这般话语，古元没有反驳，面若冰霜，眼底浮现出的那抹阴霾，显然证明了他的心情不是很好。魂天帝说的没错。而萧炎在古元的身后听到了魂天帝的这般话语，顿时心头一惊，
宛若一道闪电在他的心底炸响。他似乎是想到了什么，也顾不得身负重伤，当即冲着浑天帝吼道：“古族动乱，难道是你已经派人前去抢夺古玉？”面对萧炎的话语，浑天帝不置可否，而是淡淡的回复道：“有些事心里知道便好，没必要说出来。”听闻此言，萧炎的心头猛然一紧，他没想到浑天帝竟然有着如此魄力，趁着这个机会，竟然直接袭击了古族，兵分两路，既想要击杀自己，又想着夺走古族的古玉。这样一来，即便是哪个目标完成，都不会亏。萧炎的心头不由得一沉，浑天帝的这般手段，未免太过激烈了。看古元和浑天帝的表情，萧炎哪里还不知道，古族所持有的古玉多半已经被浑族夺走。毕竟古元在两者之间选择了自己，那另一处战场可想而知。既然目的已经达成，那本座便先行告退了。说着，浑天帝将那对血眸盯向了萧炎，淡淡的开口道：“萧炎，下次你便没有这般好运了。”想走？古元的身形猛然消失在原地，下一瞬间便是出现在了高空之上，一拳轰出，夹杂着无边的天地元气，朝着浑天帝轰去。夺走了我古族古玉，想要这般全虚全意的退去，浑天帝，你是真不把我放在眼里了？你的这具傀儡就留下吧。浑天帝一指点出，同样调动着无边的天地元气，撞在古元的拳头上，两者碰撞的刹那，顿时激发出一圈浩瀚的气浪，以难以想象的急速扩散，本就满目疮痍的大地之上再度崩塌。短暂的僵持过后，浑天帝被直接轰飞，显然只有一具傀儡身的他远不是古元的对手。后者再度追击而上，斗技都没施展，光是调动随意的一拳一脚，便是拥有着超越天阶高级斗技的威能。不出1分钟，那具傀儡生生被打得流光溢散。你要，那就给你。浑天帝倒是脸色淡然，再度和古元对轰一拳之后，那遗留在其上的力量彻底消散。而在这个刹那间，傀儡的身躯也是迅速膨胀，就想要彻底自爆开来。黄泉天怒！然而就在这个刹那之间，一道低吼声自下方猛然传来，超越光速的灵魂冲击爆发，直接砸在了傀儡之上，将浑天帝最后的那一缕灵魂力量彻底轰散。古地封印！见状，古元也不含糊，当即一指点在了傀儡眉心之上，无穷的天地元气涌来，化作道道光纹，生生将即将自爆的傀儡压制了下去。光华流转，天地元气化作道道神秘古朴的纹路，将即将自爆的天魂魁彻底封印压制。他的动作逐渐僵硬起来，宛若生锈的机器，不断地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10几秒后，随着眼瞳中的红芒彻底散去，彻底停止了运行。一具顶级天魂魁，为了杀你，浑天帝还真是费了好一番功夫。古元一手提起傀儡，身形缓缓自高空中飘落下来，叹了口气，看向萧炎，开口道：“没事吧？恐怕得好好休养一段时间。即便以我如今的炼药术水平，估摸着也要半个月的时间。”萧炎苦笑着摇了摇头，与浑天帝交手，可谓是他重生以来最为凶险的一次战斗。每一招的对拼都是游走在生与死的钢丝线上，稍有差池，恐怕就会即刻毙命当场。闻言，古元也是微微颔首，出言道：“以你如今的修为，被浑天帝亲自出手截杀，即便对方只是一具傀儡化身，没有毙命当场，已经算是命大了。”古元一眼便是看透了如今萧炎的修为，肉身斗气在7星斗圣层次，灵魂踏入地境，这等水准，注意压制8星斗圣巅峰的强者。但是对上浑天帝来说，还是差得太远了。萧炎一言既出，顿时这些反驳他的长老们脸色难堪，也不说话，而是默默坐了下来。实话，有时候更为打击人。早在古元带着他进入古界之前，他们便尝试着和其他远古种族联系了一遍，而十族至今杳无音讯。结合前世的记忆，萧炎几乎已经可以得出十族已经被灭族的结论。远古种族的毁灭，可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今日一战，也让他看清了魂族的真正力量。古族已经和魂族出现了差距。诸位前辈，魂族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般简单。魂族来袭古界，光是8星斗圣级别的强者就不下3位，还都是我等之前从未见到过的存在。你敢保证，魂界之内没有更多的强者？听闻古元此言，萧炎也是微微松了口气，旋即又有些心疼。薰儿这是相当于变相的被软禁了起来啊！萧炎一字一句沉声说道，宛若一颗重磅炸弹一样，炸响在古族众多长老的心头。他们当即瞪大了眼睛，面容上充满了震惊的神色。只不过计划赶不上变化。萧炎眼神微微眯起，即便气息萎靡，脸色苍白，依旧不能磨灭他的那满腔怒火。这次古族遭受袭击，古元前去阻拦魂天帝，但回来的时候却将萧炎带了回来，后者还受伤不轻，直到现在还面色苍白，气息萎靡，双眼中的神光都暗淡了不少，一眼不在巅峰状态。掂量了一下，古元随手将手中的天魂魁丢给了萧炎，沉声道：“这东西给你吧，我用不上，但非地境灵魂，
也难以发挥他真正的力量。在古猿的右手边，则是一位身着漆黑重甲、宛若山峦般的厚重身影，此人正是黑烟军的最高统帅黑烟王古烈。古族最高端的战力云集于此，显然今天发生的动乱已经引起了古族最高程度的警戒。他们每个人的身上或多或少都带着伤势，黑甲之上也是布满了各种裂痕。经历过战火的古族之人已经被打醒了，即便是魂族，也不可能悄无声息地毁灭灵族。即便是魂天帝这等人物都用得上，价值想必也是极为珍贵。看到其威能，萧炎也是眼馋不已。若是能够将之炼化，即便是不亲身操纵，也相当于多出了一个足有8星斗圣级别的战力。对于急需力量的萧炎来说，算是颇为珍贵的助力。听闻此言，萧炎也是有些无奈。等到察觉到不对劲的时候，古猿也只来得及2选1，是去追击魂族大军，尝试抢回古域，或是直接南辕北辙去救助被截杀的萧炎。听闻此言，古族部分长老当即有些绷不住了，连忙追问道：“萧炎，你说的可是实话？”闻言，古猿也是短暂的陷入了沉默。萧炎说的没错，既然古族都会被安插进案子，其他远古8族恐怕被渗透的跟筛子差不多了。而古猿则是环视了一圈，随后将目光定格在萧炎身上，淡淡的开口道：“你们不妨先听一听萧炎的话，再做决定。中州、东域、古界，魂天帝的这招算计，可所谓是釜底抽薪，一下子将局面反转。显然，在之前的古族动乱中，他们也曾出手，但却并没有讨得什么好处。萧炎的推测不无道理。古族长老们也是分成了2派，一派主战，而另一排则是略显保守，双方开始了争辩。萧炎也没有停止话语，微微顿了顿，他的视线在众人的身上扫过，随后再度沉声道：“此时的古界当中已经不复那般繁盛，到处都是倒塌的房屋，燃烧着火焰的断壁残垣。身着黑甲的黑烟军成队的来回巡逻，面色阴沉不已。”萧炎望着这一幕，却是不动声色。他看向古猿，却发现古猿也在望向他。当即，萧炎尴尬一笑，正襟危坐了起来。幸好当初接受了你的提议，提前开启了天幕，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古猿叹了口气，眼底浮现出一抹庆幸。这下麻烦了。古猿扶着额头，皱着眉头说道。随后，萧炎毫不客气地便将天魂魁结果收入了那戒当中。听闻此言，古烈当即咬牙坐了回去，一拳再度砸在石桌上，不甘地沉声道：“难道我们就这样忍了？你受伤颇重，先去古族闭关休养吧。”后面萧炎在古族大败年轻一辈所有人，并且直接展现出了不下于斗圣级别的气势，更是引得一些长老们心惊不已。或许你们并不知道当初的灵界为何会失联，但我却知道原因。萧炎开口便是抛出了一个炸弹般的消息。他知道，想要说服这帮资历和年纪颇大的老家伙，就得下重手。灵界已经覆灭，是魂族动的手。他们的目的，一是为了驼舍古地狱，其二则是为了收集远古种族的血脉。他们修炼了半辈子，这才到达了这般境界。但萧炎却以20多岁的年纪将之追平，越是想，越让人受到打击。不过带来的后果，则是薰儿无法自由出入古界。萧炎沉声说道：“当初在迦南学院的时候，薰儿被古族强制带回去，而萧炎也在那个时候将属于萧家的古玉交给了薰儿。”双方都合上了嘴，坐了回去，看向主位上的古猿。闻言，古猿则是略微颔首，眉头舒缓了几分，沉声道：“倒是忘了这点，薰儿带回古玉之后，拒绝了长老会的提议。基本上都是贴身保管，长老们的反驳声接踵而至，而萧炎却是坦然自若。他说的是真话，神品血脉带来的地位，即便是长老会也无法无视薰儿的意见。此事僵持了一段时间后，便是不了了之。魂族的一部分力量展现，就是古族都难以抵挡，灭掉一个末烈的远古种族，很难吗？多谢古伯父。古伯父还请通知各族，注意提醒他们看管好古玉。当时我便觉得他的状态奇怪，躲躲闪闪，并不与我正面交手。现在想来，应当是在这具天魂魁中分出了相当一部分的灵魂力量，导致实力并不在巅峰状态。我也没想到他能亲自出手。萧炎咧着嘴苦笑几下，看向古猿的眼神中也带着些许的疑问。毕竟后者已经答应过他亲自出手监控魂天地。古猿将之前发生的一切娓娓道来，而萧炎也不由得沉默了下来。主场作战却无法拦住对方大军，已经可以证明问题的所在了。听闻此言，古猿也是咳嗽了几声，随后才吐出一口气，脸上布满了几分无奈的神色，沉声道：“就在半个时辰前，魂族突然来袭，古阳、古绝等人突然暴起叛变，击杀了负责监控祠堂的长老，携带古族古玉潜逃。这委实不是古猿的责任。”在听到了萧炎的警告之后，他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但没想到古族被魂族安插进来的案子根本不止一个，而且魂天帝更是亲自现身，他去拦截对方，但没想到反而中了计。不知道诸位前辈有没有听说过一个神秘的种族，损失了大量灵魂力量的魂天帝？
这段时间恐怕也不敢现身，魂族怕是要蛰伏一段时间了。他的名字叫吞灵族。待我察觉不对的时候，为时已晚。古伯父，我曾将萧家的古玉给了薰儿，不知道是否遗失。而萧炎也并没有停止，而是继续沉声补充道：不仅是灵族，魂族的第2个目标就是石族。我曾委托过古伯父帮忙提醒，但是有些人太过傲慢了。魂天帝果然不是这般轻易可以战胜的对手。正待我想镇压这一切的时候，魂天帝现身与我对峙，将我引走。虽然已经早有准备，但魂族的实力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料。听闻此言，萧炎也是眼神微微一亮，苍白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喜意。毕竟开会走神被抓包，还是被自己岳父抓住，即便是萧炎的脸皮再厚，也是有些不自然。说着，古元便是给了萧炎一个眼神。魂族这一次可以说是把他们算得死死的，从几乎已经死局中翻了盘。斗气大陆之上，真正的巅峰强者不是白说的。古元的左手边，3位须发皆白的老者皱着眉头，脸色阴沉坐着，气息有些紊乱。观其实力，每一位都在7星斗圣巅峰层次。萧炎对这3位并不陌生，他们3人正是古族的3位太上长老，古族3贤。请族长下令，我愿带8万黑烟军征战魂界。这让萧炎心底再度浮现出一抹深深的忌惮。众位古族长老看向了萧炎，神色不一。对于后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陌生，因为薰儿的缘故，即使在萧炎没有抵达古族之前，他们对后者便是早有耳闻。眼看着双方的争论越发与激烈，要吵出来几分真火气的时候，古元缓缓抬起手来，向下压去，雄浑的天地之力在这一刻微微压在了在场众人的身上。想到这里，萧炎想到了前世他身边的一大助力北王，他很适合你，我已经从头彻尾的检查了一遍，足够安全。今日魂族之举，当真是没把我古族放在眼中，着实可恶。黑鹰王古烈一拳砸在面前的石桌上，率先开口，声音低沉，蕴藏着难以压抑的暴怒。听闻此言，萧炎也点了点头。此行他本来就是要找古族与古元商谈一下接下来的计划。气氛凝重的大殿之中，古族众多长老皆是尽数赶到，在那首位之上，正是面沉如水的古元。看上去虽然宛若一个普通人一般，体内并没有分毫能量，可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很清楚，这普通的身体中究竟蕴藏着何等恐怖的力量。这并不是长久的办法，魂族绝不会善罢甘休，为了这块古玉，必定会再度动手，说不定还有机会阻止。这下恐怕麻烦了，牵一发而动全身。既然古族的古玉可以被夺走，那其他远古8族的古玉也凶多吉少。面色苍白的萧炎苦笑着说道。此言刚出，还未等古元发话，另一边古族3仙之一的古道便是冷冷开口，沉声道：你带着8万黑烟军一起去送死吗？魂族袭来，即便是在古界主场应战，古族依旧没有取得分毫优势，反而被压制的几乎喘不过气来。若不是突然退走，恐怕古界内今天少不了见血。萧炎的话音刚落下，大殿之内当即响起一连片酒杯爆裂的声响，众多长老猛地抬头，目光死死地盯着萧炎，那眼中居然是有着许些惊恐的味道。见到这些长老们的反应，萧炎嘴角微微上扬，显然眼前的情况在他的预料之内。萧炎双唇微动，再度抛出一个震撼的消息：据我所知，吞灵族的传承就在魂族当中。不可能！古族3仙之一的古道面皮抖动，当即低喝出声道：吞灵族早就在上古时代被各大地血家族联手歼灭，一切存在全部都毁灭，怎么还可能有传承存在于世？听闻他的话语，古族众多长老也是微微颔首，赞同古道的意见。毕竟，若是魂族真的具备吞灵族传承的话，那未免也有些太过恐怖了。对于这些古族长老的话语，萧炎并没有过多去解释，而是直接将目光投向了古元，平淡的开口道：古伯父应该知道，魂族有着异火榜排名第2的虚无吞炎吧？我当年便曾与虚无吞炎交过手，将其重创，而后他便是再也没有了消息，应该是在疗伤当中。古元点了点头，沉声道。萧炎眉头一挑，目光缓缓扫过大殿，随后将自己所知道的消息和盘托出。远古8族如今除去魂族之外，只剩下4族，若是再度分散，恐怕只能坐以待毙。听闻此言，在座众多古族长老都是脸色暗淡，就连古族3仙和黑烟王古烈也是咬着牙关，说不出话，似乎是察觉到了众多古族长老的疑惑。萧炎嘴角上扬，微微一笑：地境灵魂，若真的是这样，那么魂族究竟到底还隐藏了多少东西？此时此刻，萧炎的面前漂浮着众多的玉盒，玉盒之后总隐隐有着种种惊人的能量溢散而出，显然都是极其珍贵的东西。这是萧炎之前来到古族之时和薰儿居住过的小屋，如今他暂且栖息在这里，自然也是住在这里。古伯父，如今我伤势已经不影响行动，即可动身前往药族。他虽然知道魂族到底是怎么样的打算，但这却不能够直接在这些人面前明说。旁侧敲击，
提供线索，让他们自己推断出来答案，信任度反而会比直接告诉正确答案要高上很多。他们的实力早已经远远超过古族，不仅仅是如此，即便是剩余的远古八族联手，恐怕也不一定能够和魂族抗衡。众所周知，远古种族的传承都是依靠着血脉之力，若是族中血脉之力枯竭，那么便是会变得与常人无二。总的说来，每一个远古种族都是有着血脉枯竭的时候，当然，这前提是在中途其族中再未出现过斗帝强者。只见萧炎盘坐在原地，张嘴猛地一吸，在他面前的那2枚丹药，便是直接飞入了他的口中，融入了他的身体之内。原本已经伤得宛若破烂的麻袋一样的身体，也是被一股股浓郁的药力修补了大半，但新生的经脉肺腑还是相当脆弱，想要到之前的模样，至少也需要大半个月的时间。魂族能够延续到现在，想必和吞灵族的传承不无关系。萧炎缓缓开口道：“只要去查一查古籍记载，在这些年间是否出现离奇消失的远古种族，便可以证实说法。”体内淤积的药力已经彻底被炼化而去，让萧炎的斗气修为也是隐隐的有了松动口，想必晋升到7星斗圣中期也是一步之遥。抚摸着身上那被刻印上道血色能量的伤口，感受着身体内的痛楚，萧炎呢喃道。萧炎遥遥传音道，在地境灵魂的隐蔽之下，这番对话只有他和古元能够听得见。既然都没有意见，那我即刻便发信于言，雷二族邀请2位族长共同商议存亡大事。萧炎受到了不轻的伤势，纵然要前往药族商谈事宜，但也要在之前先稳定住伤势，起码不会影响实力的发挥。萧炎喃喃自语道，随后抬头看向远处一座高山之上，在那里，身着灰袍的古元正站在山巅。听闻古元的讲述，整个大殿之中顿时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吸气声，显然这般手段让他们心惊不已。难道各位要将生死存亡一事寄托于魂族，是否会大发慈悲？古元为何会信任萧炎，觉得他可以胜任此事？闻言，大殿众人顿时感到如坠冰窖，浑身冰凉，整个人背后宛若有蚂蚁爬过，激起来一大片的鸡皮疙瘩。漫长的战争过后，吞灵族战败，拥有血脉的吞灵族之人也被到处追杀，经历过漫长的时间，这才被彻底覆灭。吞灵族的最后一位族长，好像便是陨落在魂族之手。古元忽然眼神微微眯起来，缓缓地说道：“诸位长老，现在可曾放心了？”顿了顿，古元再度补充道：“所以，我打算联合炎、雷、药3族组建联盟，共抗魂族。”细想一下，却是和灵族失踪的经历差不多。不过此时此刻，却是再也没有人对萧炎展露出质疑。至于药族那边，则由萧哲出面吧。闻言，萧炎笑着点头，承应下此事。而古族的不少长老，则是略带狐疑的将目光投注在萧炎的身上。萧炎淡笑着说道。就在这个时候，因为伤到了肺腑，还不由自主地咳嗽了几声。混天帝，此仇我定会如数奉还。一位古族长老猛然惊呼道，他的话语显然也是众多古族长老们的想法，引起了不少赞同。这2枚丹药皆是8品9色丹雷层次的丹药，虽然不足9品，但确实对症下药。待得他出关的时候，整个人状态也是好了不少。萧炎陡然间提高的音量，让得不少长老身体都是微微抖了抖。他们纷纷下定了决心，用坚定的目光看向了守卫之上的古元。就是古族在面对魂族的袭击时都颇为被动，更何况剩下的3族，犹豫只会败北，拼还有一线生机。当然，效果也是颇为惊人。只见2枚龙眼大小、泛着流光溢彩的丹药散发着律动，漂浮在他的面前。伴随着萧炎的动作，只见那洁白玉盒当中的诸多药材宝物，皆是化作流光，投入一火药鼎之内，在恐怖的高温之下，逐渐开始被炼化了起来。一座幽静山峰间，竹屋耸立，清风吹拂而来，竹林摇摆，宛如一片绿色的海浪涌动。而吞灵族最为可怕的一点，就是具备一种奇特的能力，可以吞噬其他远古种族的血脉，用来延续自身的种族血脉。而当年的吞灵族，为了让种族血脉一直延续下去，便是直接在斗气大陆上掀起了战争，将注意打到了其他远古种族之上。众多的远古种族尽皆被吞灵族所覆灭，血脉之力也被夺走。不过吞灵族的这般做法，也是引起了其他所有远古种族的忌惮，他们共同结成联盟，一同鏖战吞灵族。萧炎的话音刚刚落下，便是有着长老难以置信的出声惊呼道。嫣红色的净莲妖火缓缓覆盖住萧炎的全身，开始辅助炼化。那些高高在上的古族长老们这才恍然意识到，1000年之间的温水煮青蛙竟然已经让局势到达了这等紧张的程度，这让不少人都有些难以接受。毕竟就在1天前，他们还认为古族和魂族之间相差无几。古元面沉似水，沉默了片刻之后，他便是缓缓起身，先是将目光在萧炎的身上停留了一会儿后，便是沉声道：“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在古族未曾注意到的时候，魂族已经悄然谋划1000年。
如今我们不得不承认，古族和魂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现在想来，能够逃过我等检测手段，悄无声息湮灭时02族的手段，不外乎便是这个。说着，古猿伸出手，在面前的虚空中画出一个圆圈，随后淡淡的开口道：“虚无吞炎现身，将整个界域的空间都吞入了体内。这些东西，有的是萧炎自己的收藏，但大部分都是古族所提供的宝物。时间已经不多了，到了这个状态，不影响战力的发挥，该动身前往药族了。”话音落下，萧炎也是双目微微闭合，彻底将心神放空。只见他张嘴一吐，顿时一个由多种颜色异火所构筑而成的药鼎浮现在面前，看上面的纹路，竟然和那药老的黑魔鼎无般一二。有人眼皮一跳，直接惊呼出声。而这般动静，也是让其他还在震惊中的古族长老们彻底石化。萧炎则是平淡地将气势收了回去，整个人再度恢复之前那般毫不起眼的状态。削瘦的身躯中，丝毫看不出那股足以撼动天穹的力量。从晨曦洒下到昏黄的光芒倾泻大地，萧炎的这一次炼药，足足花费了一整个白天的时间。轻轻叹了口气，萧炎知道，对于他们来说，吞灵族这个名字到底意味着何等恐怖的存在。但这般事关生死存亡大事，寻常斗圣可不够格去做主。只有黑烟王古烈以及古族三仙，这时候才意识到了一件事：他们竟然从始至终都没有看透萧炎的修为。驼舍古地狱，他们难道想寻找驼舍古地遗留下来的洞府？萧炎站起身来，沉声说道：“如今的他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天府联盟的盟主，斗气大陆上的顶尖势力之一。他们这样毫不掩饰地收集驼舍古地狱，显然是想要找到这位斗气大陆上最后一位斗帝的洞府，在那里面说不定会有着晋升斗帝的秘密。他知道，在绝大多数古族长老眼中，虽然他很强，天赋惊人，年纪轻轻便是抵达了斗圣的修为。萧炎这一次闭关，就是持续了整整2天的时间。”听闻此言，一旁的古烈则是面色凝重，声音沉重道：“一旦魂族成功，魂天地晋升到斗帝层次，到了那个时候，整个斗气大陆上都无人能够与其抗衡，所有人的生死存亡都在魂族的一念之间。”心念一动，萧炎直接将属于地境灵魂的力量发散而出，那浩瀚恐怖的威压，在一瞬间便是掠过整座大殿，顿时引得无数长老心惊不已。他们能够感知到，在那股力量的面前，自己宛若在海浪下的小舟一般，只能随风飘荡。魂族的目的显然远不止延续斗帝血脉，否则他们没必要这般大张旗鼓的动手。光是覆灭灵族100万血脉一名，足以让整个魂族再度延续数百年的时光。萧炎的话语沉声落下，顿时整座大殿都寂静了下来。如此甚好，快去快回。他的话语仿佛盖棺定论了一般，让大殿中不少人变了脸色。再加上因为身受重伤而有些苍白的脸色，从外表看上去简直就是一个病秧子。似乎是感觉到了萧炎的目光，他也将视线投了过来，两人遥遥对峙。纵然不甘，但事实摆在眼前，无可反驳。萧炎手指在面前的石桌上敲了敲，缓缓开口说道：“我曾亲眼看到虚无吞炎分化出吞灵族，吞噬一位血脉一名。”手掌虚握了几下，萧炎长长吐出一口浊气，将这几日来的一切烦闷扫荡。毕竟之前的萧炎为了拜托魂天帝的追捕，一次性吞服了10几枚，至少也是8瓶9色丹雷起步的顶级丹药，体内药力澎湃，让他整个人也是颇为不适。我有印象，自从驼舍古地之后，斗气大陆不再出现斗帝，那些曾经的远古种族一个个消失，但他们之中有一部分消失的方式却是颇为诡异。除去早已被萧炎告知过这点的古猿之外，剩下的所有人，包括古族三仙以及黑烟王古烈在内，都是眉头紧锁，神色充满了凝重。一枚用来化解体内各种淤积的药力，而另一枚则是专注疗伤。吞灵族乃是斗气大陆远古时期存在过的一个奇异种族，曾经在斗气大陆上掀起过无数的腥风血雨。古猿微微颔首应了下来，萧炎远远地对着山头拱手，随后整个人双手伸入面前虚空，便是直接撕裂开来一道10几丈庞大的空间裂隙。下一秒，他的身形便是钻入了其中，消失在了那处虚空。天地能量轻轻抚过，一阵空间涟漪后，那处裂隙消失。除去古猿之外，竟然谁都没有发觉，萧炎已经离开了古界。离开古界之后，萧炎并没有直接前往药界。实际上，前往药界这件事，本就是萧炎提前和古猿打过招呼的。毕竟药族不比其他远古种族，因为药老的这层关系，萧炎也不得不提起几分重视。毕竟他也不想药老的心结难解。但这种事情依靠不了别人，只能自己想通。而萧炎能够做到的，只是不留余力的支持。心思转动间，萧炎转了个弯，便是朝着星界所在的方向拐去。星界天府联盟盟主大殿之中，须发皆白，身着炼药师袍服的药老眉头紧锁，干枯如同树枝一般的手指不住地在桌面上敲击着。不知道为何，他的心头却是有些阴霾。
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萧炎。往常的萧炎也会留下口信，直接离开，但不知道为何，这一次药老却是生出一股淡淡的心悸之感。莫非萧炎真的遇到了什么危险？药老抚摸着胡须，喃喃自语道：“这不是凭口空谈。对于他们这种抵达了斗圣境界，在斗气大陆上站到了金字塔最顶尖的一批人来说，忽然的心悸本就是一种暗示。”就在药老暗自担心之际，忽地，盟主大殿的空间陡然被撕裂出一道缝隙。药老心头猛然一惊，下意识地提起斗气，戒备起来。但一道熟悉的气息便是从空间裂缝中传来：“老师，我回来了。”伴随着青年熟悉的声音，萧炎的身影从空间裂缝中迈出，脸上挂着一抹淡淡的微笑：“臭小子，你还知道回来？刚当上天府联盟盟主就当甩手掌柜，还真是乐得悠闲。”药老心底一阵放松，便是直接笑骂道。但他的话语出口之后，便像是察觉到了什么，眉头骤然紧缩。下一秒，他便是直接出现到了萧炎的面前，一手搭在了后者的肩头。萧炎那苍白到有些不自然的脸色，以及与平时相比萎靡了很多的气息，已经让药老意识到了不对。萧炎没有阻止药老的动作，虽然以他的实力，只要不愿意，药老都无法近身。但面对后者，萧炎不想有所隐瞒。怎么回事？伤得这么重？斗气在萧炎的体内扫过，药老睁开眼，震惊地问道。不久前，在陨落之巅，萧炎以一己之力独占魂殿众多强者，将之轻松挫败的场景历历在目。这般疯狂的举动，傲人的战绩，让药老清晰地认识到了萧炎如今的实力。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才能让他受到这般严重的伤势？药老能看得出，萧炎已经自行处理过，否则原本的伤势比起现在还要严重千百倍。被算计了，中了魂族的埋伏。萧炎摸了摸鼻子，带着几分苦笑，将这几天当中发生的事情和盘托出。药老越听越是心惊，在萧炎讲述完毕之后，他的眼底更是闪过一抹寒光，一拳砸在桌子上，捶出一个深深的拳印，低喝道：“魂族当真欺人太甚，真当我天府联盟无人不成？”萧炎知道药老说的是气话，当即将他阻拦，安慰了几句后，药老的怒火并未平息，不过情绪倒是收敛了几分。听萧炎提到前往药族去商谈联盟一事之后，药老没有过多的犹豫，而是重重的点了点头：“此事甚好，自然应由我们天府联盟一方负责。”魂族的暴起已经将远古种族推向了和他对立的局面，而天府联盟本就是联合大陆各大势力，为了遏制魂殿而诞生的联盟。以前的各大远古种族，或是为了平衡，或是骨子里的血脉，让他们不屑于下场。但如今魂族袭击各族的事情发生之后，这些远古种族骨子里的骄傲也被打破，他们已经不得不重视起来这件事，覆灭的可能性摆在眼前，他们不得不放下骄傲，联合起来。萧炎，此番前往药族，你打算带多少人过去？药老深吸了一口气，沉声道：“如今的天府联盟强者颇多，况且魂殿已经被覆灭，近期内倒是没有太多事情。抽调3位斗圣强者，我们一同走一趟便可。”萧炎略微思索一番，沉声道：“毕竟此番前去是为了商谈事宜，展现力量必不可少。纵然萧炎足够强大，但是天府联盟的综合力量也要让药族有个正确的认知。毕竟那种只是依靠着一个强者支撑起来的势力，也未免太过脆弱了些。至于其他人，留守联盟便好。魂殿虽然覆灭，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不可大意。”听闻萧炎此言，药老微微颔首，旋即沉声道：“既然这样，那就由我来安排吧。一切都依老师所言，星界之中，主峰之上。此番还要劳烦各位，与我和萧炎一同前往药族。”听闻药老的话语，旁边的3道人影都是摆手，笑着寒暄道：“哪里的话，一直在联盟坐镇，早就想出去走走了。”萧炎的视线扫过，微微颔首，药老的人选倒是颇为有趣。为首的则是一位身着普通麻衣的老者，手持宛若药草编制而成的拐杖，笑容和睦，完全看不出一点强者样子。其体内隐隐散发出一股强横的威压，足有6星斗圣。神农老人，萧炎心中低声念道。至于另外2人，则是之前参与过陨落山巅一战的2名斗圣强者，皆是散修，之前寂寂无名，后加入天府联盟，修为皆在2星层次。人数虽少，但实力却异常惊人。本次前往药族，只为商谈事宜，众位放松便可，不必紧张。萧炎淡笑着说道：“盟主大人，放心吧，我等不是什么愚昧之辈。”其中一位2星斗圣，中年男子模样，笑着说道，同时看向萧炎的眼神中充满着一股火热，隐隐间还带着几分崇拜。“时候不早了，该上路了，诸位跟我来。”说着，萧炎便是一个闪身，直接朝着星界之外掠去。众人更在他的身后一同起身飞去，几道流光飞速划过，化作数个小黑点，很快便是消失在了天边。
药族坐落在中州极南的神农山脉，从某种方面来说，那里的地域其实已经算是脱离了中州的区域，因此显得颇为的偏远。不过山不在高，有仙则灵。神农山脉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属于极端偏远的蛮荒区域，其中数不尽的毒物横行，种种在中州大地上罕见的凶兽层出不穷，危险系数极高。但相对应的，这片山脉也生产各种中州难得一见的珍稀药材，因此倒是有不少炼药师横跨万里跋涉，只为了在此处寻找炼丹药材。药族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落座于此。不过寻常之人可并不知道药族的名头，甚至以为神农山脉是片无主之地。但只有少部分强者才明白，这片区域真正的主宰者究竟是谁。星陨阁距离药族所在的神农山脉极远，足有1000万里之遥，即便是几人全速飞行之下，也是花费了足足半天的时间才抵达。莫约傍晚时分，弥漫着雾气的神农山脉便是出现在天府联盟一行人眼中，好生浓郁的天地能量，这药族倒是占据了个好地方。随行的另一名2星斗圣光头大汉惊叹道：“整片神农山脉上都弥漫着浓郁的雾气，而那些翻腾的云雾都是由天地能量汇聚而成，称得上是修炼圣地。在此地修炼，比起其他地方，速度怕是要快上好多倍。这片山脉乃是药族当年的一位老祖耗费数百年，方才培育成功。”望着熟悉又陌生的山脉，药老轻叹了口气，感慨道：“这还是他被驱逐出药族之后第一次回归这里。”一边感慨着，药老的身形缓缓降落，萧炎也不打扰，静悄悄地跟在身后，剩下3人跟在他们之后。神农老人对此地倒是并不陌生，他也是药族的常客。只听他长叹一口气，缓缓开口道：“见到你们如今这般风光，药族之中有些人怕不是后悔死了。神农前辈哪里的话，药尘不过是药族一介弃徒而已，单凭借我自己也不过如此。”药老则是摇了摇头，即便是如今，虽然跨入了斗圣境界，甚至抵达了2星的层次，他的灵魂境界也不过天境后期而已。这在注重炼药的药族来说，资质算不得多好。若是没有萧炎，药老终其一生也会被卡在8品9色丹雷的地步，在药族当中并不会得到重视。老师不管作甚，弟子都会支持。一旁的萧炎笑着说道，声音当中满是自信和淡然。有着这般出彩的弟子，药尘你还说这般话，也太不讲道理了。神农老人摇了摇头，笑着道，神情中带着些许羡慕。有着药老的带路，几人轻车熟路的便是跟了上去，还快便是在一道山涧之处找到了要借入口的所在。只见在那山间之上，有着一道莫约300丈大小的巨石拱门安静伫立，一股沧桑的气息从巨石拱门上传出。拱门中心是一片扭曲的空间，此时此刻正不断的有着身影从天空或者森林深处飞掠而出，最后落在巨石拱门之外，再取出一些玉简交于拱门之外的一些身着药族袍服的守卫后，方才被放入而进。而在这整片山涧上都布置着阵法，若非药族之人，实力不足高星斗尊者根本无法察觉到此地空间的异样。身形微微一闪，萧炎等人便是出现在了拱门之外，不同的穿着，陌生的气息顿时引起了周围守卫的注意。他们凌厉的目光射来，长枪交击，搭在一起，拦在入口面前。药族重点，不得擅入。你等是什么人？话虽如此，但那些药族守卫的心头却是微微一沉。他们每一个人的修为都在斗尊层次，但却感觉不到面前任何一人的实力。天府联盟家师药尘前来拜访，又要是商谈。萧炎瞥了那几人一样，淡淡的开口道，脚步轻轻往前一踏，澎湃的气息略微发散，并没有针对任何人，却是将那几个药族守卫震撼得不轻。在听到萧炎的自报家门之后，那几个守卫的面色当即变化。天府联盟这个斗气大陆上的新兴势力，他们并不是很陌生，毕竟从那里传来的震撼消息实在是太多了。还请诸位稍等，我等这就进去通报。为首的守卫谦卑地说道，随后便是直接迈步走入了药界之内，不一会儿便是出来，随后恭敬地说道，几位请进，进入之后会有专人接待你们。斗气大陆上实力为尊，平日里他们虽然因为药族成员的身份而自傲，但在真正的强者面前，这股傲气却提不起来一点。老师亲吧。萧炎微微点头，退到一旁，待得药老上前之后，自己才跟在身旁，2人一同进入其中。身后的3人这才跟上去。在走入那片扭曲的空间之后，视野便是一花，下一瞬间便是恢复正常，面前绵延几10万里的山脉便是激情可见，化作了一片绿意盎然的平原。哼，萧炎盟主竟然亲自拜访，我等匆忙准备，还请海涵。一道身影从天边悄然而至，跨步而来，笑着说道，他身着淡金色的炼药师服袍，一眼便看得出来地位尊崇。老夫药万火，药族太上长老。红发老者自我介绍道，我等突然拜访，不请自来，倒是打扰了各位。萧炎淡笑着回应道，
随后看向了药老，后者轻叹一口气，旋即上前沉声道：“万火长老，我等此次前来，为一件要紧事前来，事关药族生死存亡，还请出族长共同商议此事。”听闻此言，药万火眉头骤然一紧，他看向药尘，见到后者面容认真，不似假话，当即也是郑重了起来：“诸位，请跟我前往族内，详谈此事。”请。说着，药万火便是腾空而起。萧炎等人见状，纷纷腾空跟上，化作流光，几人朝着药界之内飞速前行。飞掠莫约持续了20分钟，几人的速度这才慢慢放缓。目光远远的望去，只见那云雾拨开，一座高耸入云的巨山出现在了众人视野之内。而在那巨山之上，云雾之中隐约可见到成群密布的大殿与建筑物，鳞次栉比，道道烟柱缓缓升空，融入云雾当中，发散着浓郁的药香。这里便是药界的中心，也是药族盘踞之地。各位，我们到了。在药万火的带领下，众人沿着巨山绕过了一道完美的弧线，最后在一处广场之上落下。100年未曾过来，没想到还是如此宏伟。一旁的神农老人笑呵呵地感叹道：“身为斗气大陆上难得的散修斗圣强者，还是极其擅长炼药的玄丹宗师，神农老人自然对药族接触颇多。至于天府联盟的另外2名强者，则是紧紧跟随其后，沉默了不少。就在刚才，他们感知到这座巨山之上有着7、8道强横的气息，其主人的实力并不比他们差。这也让2人对于远古8族这等庞然大物有了一个深刻的认知。药老并没有说话，而是望着那熟悉而又略显陌生的建筑物，怔怔出神。对于药老的畜生，萧炎也不打扰，而是安静地跟在他的身旁，双手穿插在袖袍间，轻叹一口气。巨大的广场之上，人来人往，一道道身着素白色衣袍的药族之人来回行进。他们中的不少人都用好奇与惊讶的目光看向沉默不语的萧炎一行人。他们到底是什么身份，竟然能惹得药万火长老亲自出面迎接？人来人往，窜流不息的热闹广场之上，萧炎一行人显得格外瞩目。好在这一切没有持续多久，药万火便是引得众人来到一处极其宏伟的建筑物当中，到处都是各种外界千金难求的珍稀的药材，或是挂在墙上，或是摆在桌边充当装饰之物。就连萧炎也是在心底不由得的咂舌，药族的底蕴还真是雄厚。不说别的，光是在大殿中当装饰物的药材全部放在一起，怕是都够炼制一颗9品玄丹了。安排萧炎等人在偏殿落座之后，药万火便是匆匆离去，大殿之中便是只剩下天府联盟一行人。老师，此次回来有何感想？萧炎笑着问道。他知道药老触动很大。阿药老叹了口气，因为苍老而变得有些褶皱的脸皮不由得颤抖了几分，随后有些恍惚地开口道：“在这以前，我本以为会很激动或是很愤怒，但真正到了这里之后，我才觉得不过是有些恍然罢了。往日熟悉的街道就在眼前，还是那般热闹的场景，但我却深深地认知到一件事：我不属于这里。”萧炎就这么静静地听着，也不发表任何意见。或许是2世以来的经历并不相同，药老在此刻却是比起前一世来，情绪要激动上不少。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药老长长叹了口气，心结似乎有所解开。萧炎能够感知到，药老体内将他卡在2星斗圣不得寸进的瓶颈，在这一刻竟然隐隐有所松动。各位远来，药丹有失远迎，还请见谅。就在这时，周围云雾翻滚，一道身影从其中缓步走出，其脚掌落下，空间发出阵阵奇异的波动，仿若凝聚成实质一样。只见他身着白袍，满头白发，但面容却宛若婴儿般细腻白皙，脸上挂着仁慈的微笑。此人便是药族族长药丹。感受着对方体内隐隐之间翻滚的强悍气息，其余天府联盟中人心中不由得一惊。在药丹之后，药万火也是从中迈步走出，2人联袂而至。药丹老头，没想到多年不见，你的修为也有所精进，竟然跨入了这一步。一旁的神农老人敲了敲拐杖，略显惊异的开口：“哼，略有精进，不足挂齿。”药丹笑呵呵的开口道，随后他的目光便是看向了萧炎。从后者的身上，药丹当即便是感觉到了一阵剧烈的炽热之感，就连他体内的异火也隐隐有些畏惧之感。这位应当便是天府联盟盟主萧炎吧？想不到年纪轻轻，竟然抵达了这等地步，当真后生可畏。萧炎嘴角上扬，轻笑道：“侥幸而已。”虽然萧炎对于药族不少人没几分好感，尤其是那位药万归，但是整个药族之中，还是有一些人值得他尊重。譬如说，眼前这位药族族长药丹。前一世，药族在药典之上遭到魂族袭击，药丹不惜以自爆为代价，保护萧炎等人离开药界，护住了最后10几位最后具备药族血脉之人。当时的药界之内险象环生，若是没有药丹的舍生取义，恐怕萧炎等人也会陨落其中。随后药丹便是将视线扫过，
停留在一旁的药老身上，目光微微闪烁，有些复杂的味道。药老缓缓抬起头来，目光直视着药丹，淡然一笑，一切执念仿若都在这一刻随风而逝。只听他拱手道：“药臣见过药丹族长。”药丹的目光凝视着药老，旋即又看向萧炎，发出一声摸不清意味的轻叹。随后他便是脚步迈出，坐在了主位之上，轻声开口道：“药臣，我们都走眼了。”一时间，大殿的气氛沉默了起来。半晌后，还是药万火打起了圆场，看向天府联盟等人，笑着开口道：“萧炎盟主，不若我们先谈正事。”“自无不可。”萧炎缓缓点头，坐起身来，目光扫过两人，沉声开口道：“不知道二位可曾知道，灵族和石族已经覆灭，彻底消失在了斗气大陆之上。”萧炎的话语宛若十级风暴一样卷袭而过，当即便是让药丹和药万火脸上的笑容消逝，取而代之的却是震惊不已的神色。此言当真，确无假话。不仅如此，古族长已经联系了雷炎二族，告知实情，而药族这边则是由我天府联盟负责。听闻此言，药丹瞳孔骤然紧缩，他低喝道：“是魂族动的手。”萧炎话语中透露出的意思很简单，答案并不难猜测。整个斗气大陆上能够悄无声息毁灭一界、覆灭一支远古种族的，唯有古族和魂族，只有他们具备这个实力。方才萧炎话语中唯一没有提到的，便是魂族，凶手不言而喻，自然不假。不仅如此，古族在之前遭受到了魂族的袭击，整座古界都被摧毁了将近1/3。魂族的实力远远超出所有人的想象。萧炎一字一句的沉声开口道。大殿中顿时沉寂了下来，所有人都在消化着这个震撼而又沉重的消息。他们到底说了什么？药丹脸上的慈眉善目不见，取而代之的却是一抹阴霾。天府联盟盟主亲自带队前来，其身后还有着古族的背书，萧炎不可能拿此事来开玩笑。这件事十有八九就是真的。一想到这里，药丹的心头便是狠狠一紧。要知道，除去灵族和石族之外，药族便是剩下的远古种族中最为弱小的。按照这个顺序，有极大的可能性，魂族的下一个目标便是药族。驼舍古地狱以及斗帝血脉，就连古族的古玉都被强行夺走，你们不妨检查一下。萧炎盯着震惊不已的药丹和药万火，沉声开口道。就在萧炎这句话说出不久后，当即药万火的脸上便是泛起一阵惊怒之色，他旋即低喝道：“不好，古玉有事！”旋即他整个便是闪身，直接离开了大殿。几分钟之后，他脸色阴霾地回到大殿当中，手里还提着一道人影。对方身着药族衣袍，看其衣服上的纹路，赫然正是一名药族长老。然而此时此刻的他却是满脸惊恐的神情凝固，整个胸腔出现一个巨大的空洞，被生生贯穿，其中的内脏消失不见，就像是被什么东西取走了一样。古玉已经不见了。药万火面皮抖动，脸上满是阴霾的低喝道：“药万君他可是2星斗圣，到底是谁能够这样杀死他，还让我等被蒙在鼓里？自以为安全无比，戒备森严的药界之中，竟然会发生这等骇人听闻之事，这着实有些让人惊悚了。要知道，斗圣强者举手投足之间都能击碎天地，调动方圆数万里的天地能量，交手动静之大，别说是药界了，即便是隔着10几万里之外都能察觉。可一位堂堂的2星斗圣，竟然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死在了自家的祠堂，这未免也太过可怕了。萧炎心底微微一沉，一股不好的预感充斥在心头。当即他便是猛然抬头望去，穿透层层空间，却是发现了一抹端倪。只见在那整片药界的虚空之外，不知道何时覆盖起来了一层漆黑色的薄膜，而这层薄膜还在以极快的速度笼罩起来。不好！萧炎心神一震，当即暴喝出声。下一秒，他的身形一闪，便是直接来到了药界天空之上。他的这般举动无疑是引起了很多药界之人的注意，他们纷纷望向天空，还有部分身穿黑甲的执法队成员向着天空朝着萧炎飞去。然而萧炎此刻却没有任何精力去考虑他们的举动了。只见他的力量彻底提升起来，一瞬间近乎无穷的能量卷袭起来，整座药界方圆10几万里的天地能量在这一刻都被萧炎催动着地境灵魂调动了起来，变得狂暴无比。光是这恐怖的威压，便是将那些药族的执法队生生从天际之上震落。而这般恐怖的动静也引起了药族所有强者的注意。只见浓雾弥漫的药山之上，爆发出道道颜色不同的斗气光柱，一道道身影闪现，朝着广场中央飞速赶来。药丹、药万火以及天府联盟中人在萧炎离开大殿之后，连忙追了过来，却看到了震撼的一幕。能量风暴翻涌之间，只见萧炎大手一挥，顿时漫天嫣红色的火海弥漫，随后在萧炎的操纵下，化作一道巨大的火焰巨龙，朝着药界天穹轰去。给我破！预料之中的惊天大爆炸并未出现，只见天际之上不知道何时出现了朵朵漆黑的火焰，散发着神秘的力量。若是盯久了，
哪怕是斗圣强者都会感到眩晕，一般人恐怕就连灵魂都会被吸走。刺啦刺啦，两种颜色不同的火焰撞击在一起，下一秒，宛若强酸腐蚀金属一般的声音接连不断地自高空之上传来，宛若痛贯天灵一般的爆鸣，让广场之上的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痛苦的神色，双手捂紧了耳朵。双方的碰撞持续了10数秒的时间，这才分开。准确来说，是萧炎的身形直接被轰开，向着下方倒飞出100丈。而在之前的攻击交界之处，只看到一道身着黑色衣袍的邪异青年不知何时出现，负手而立，在他身边则是燃烧的漆黑火焰，竟然是虚无吞炎。药丹面色难看的低喝道，当即他的身形便是腾空而起，属于7星斗圣强悍的气息爆发而出，方圆万里之内的天地能量被卷袭而来，化作一道枯黄色的万丈巨掌，朝着虚无吞炎所化作的黑衣青年轰去。枯荣掌，这一掌轰出，若是拍实了，其威力足以轰碎小半座神农山脉。然而那名黑衣青年只是随意的屈指微弹，指尖飞出一缕劲气，朝着万丈大手撞去，后者便是直接在众目睽睽之下当即爆散开来，化作道道无主的天地能量，融入空间当中。药丹闷哼一声，只见他口鼻溢血，如遭雷击，整个人身形朝着下方踉跄坠落，在萧炎的帮助下，这才勉强稳定住了身形。净莲妖火，小子，你便是那个萧炎？虚无吞炎就像是拍苍蝇一样击溃了药丹，并没有在意对方，而是将目光投注在了萧炎身上，略带几分惊讶的开口道：“魂天帝亲自出手，竟然没有将你斩杀当场，还真是命大的小子！交出你体内的异火本源，本座给你一个痛快。”对于异火来说，他们自天地间诞生后，灵智懵懂之时，便是被刻印下了生而为火的本能，那就是互相吞噬、净化自身。纵然因为绝大多数异火不具备灵智，因为天地规则也不会离开自己诞生之所，只能默默盘踞一处，但当因为某种机缘巧合之下，两方遇到之后，还是会发生不死不休的战斗。当然，绝大多数情况都是排名靠前的实力更强。虚无吞炎虽然灵智已经和正常人别无两样，但是他还具备着属于异火的本能，尤其是在见到萧炎这位堪称行走的异火库之后，这个执念更加深刻了几分。况且他隐隐感觉到了，在萧炎身上的那净莲妖火本源竟然还未诞生灵智。虽然从感知上来说，颇具灵性，与真正诞生灵智只差了一个契机，但他终究在这个时刻没有诞生真正的灵智，只是具备懵懂的思维。这是个大好机会，纵然背负着魂天帝的谋划，但他还是没有忍住，也因此外泄出一点气息。但就是这点气息被萧炎所察觉到了。抱歉，我没有将一火拱手让人的打算。萧炎眼眸微低，看不清面部的表情，但他的语气却是夹杂着几分冰冷。哈哈，那本座便自己来取。周身冒着黑火的邪异青年仰头大笑道。就在虚无吞炎的话音落下之际，只见那片还未曾被覆盖住的药界天空之上，顿时爆裂出无数道漆黑的裂隙，一道道气息强悍的身影，宛若下饺子一样，接连不断地从空间裂隙中飞出。敌袭！负责药族防护的长老目眦欲裂，凄厉地大喊道，声音在斗气的加持下飞速扩散开来。药族铁卫听令，迎敌！刑法长老药万归直接摇摇起身，双眼通红地暴喝道。在他的一声令下，只见那广场之上，药山之上，无数道身着黑银甲的身影纷纷闪掠而出，手持长枪，凌厉的斗气爆发，迎着天空上的身影冲去。双方第一时间便是撞击在一起，将药界的天空化为了最激烈的战场。时不时便有身影直接自高空坠落而下，砸出一个个深坑，生死不知。哼，没想到几百年不见，药族还是这般自大。一声淡笑响彻天际，只见一位身着黑衣的男子踏步走出，伴随着他的迈步，天空之上黑云涌现，最后以一阵几位惊人的速度蔓延了开来，眨眼间便是遮挡住了小半片天空。魂虚子！药族众多长老看向那道身影，神情中都是露出凝重的神色。药万火咬牙切齿地盯着那道身影，低吼道：“魂族第一炼药师魂虚子，斗气大陆上仅有的几位玄丹宗师之一，也是那位曾经丹塔塔主的弟子。只不过后来他叛出丹塔，打伤他的老师后逃走。虽然为世人所不齿，但他的实力和炼药术却是实打实的强大，而且他的地位在魂族也是相当之高。这一次魂族竟然派出他出动，想必是对攻下药界抱有十足的自信。魂族竟然会派出你来，看来魂天帝是以为吃定我药族了。”药丹擦了擦嘴角溢出的鲜血，沉声低喝道：“族长有令，若是你与药万火愿意投降臣服，我魂族倒是愿意考虑一二。”魂虚子脸上挂起一抹假笑，轻声开口道：“笑话，我要族一名100万，若是我二人肯臣服，你等如何处置？”药丹看向魂虚子的眼神里带着一抹讥讽，无用之人自然是没有活下来的价值。魂虚子双手背负在身后，淡淡的说道：“那便没什么好谈了。”药丹冷哼一声，当即高喝道：“
要族众长老听令，魂族之人杀无赦。是。药丹一声令下，顿时药族诸多早已等候多时的斗圣长老一个个跃起，悍然直冲天际，澎湃的斗气爆发，便是朝着魂虚子与虚无吞炎轰去。天真，难道只有你们有斗圣强者？魂虚子淡笑一声，随后直接拍了拍手，淡然道：“各位出手吧。”伴随着魂虚子的话语落下，只见10数道黑漆漆的身影猛然自魂虚子和虚无吞炎二者身后飞出，他们每个人的气息都相当强悍，尽皆是斗圣级别的强者。虽然距离相隔万丈，但是对于斗圣强者来说，这点距离宛若直面。双方当即爆发起了最激烈的战斗，此起彼伏之间的能量波动爆发开来，便是直接将天空一角轰成漆黑的虚无。你们也去帮忙吧。萧炎沉声开口，在狂风之下，他的衣衫和发丝被吹动，削瘦的背影在这一刻显得异常坚挺。萧炎的话音落下，在他身后的2名天府联盟斗圣强者也是直接跃上高空，加入战场。魂虚子，你给我下来！耀万火直冲天际，汹涌澎湃的斗气爆发开来，宛若最强大的明星，便是直接朝着魂虚子轰击而去。可笑，耀万火，你还以为本座只有那般实力吗？魂族子双眼一寒，斗气直接爆发，属于7星斗圣的气息当即将空间震碎开片片漆黑的裂隙，比耀万火还要强大10几倍的气息汹涌澎湃。你我2人联手拦住这个畜生！手执青绿色手杖的神农老人踏上天际，眼神凝重，凌厉地望向魂虚子，再无平日里的谦和。好！耀万火猛然点头，沉声道：“魂虚子已经跨入7星，比他还要高上1星，单打独斗，恐怕他在魂虚子手中根本撑不了10招。”黑、绿、红3道流光交织，当即站在一起，强大的爆发扩散出的阵阵气浪，掀飞了一位位挡在路径上的强者。一时间，他们交战万丈之内，无人胆敢靠近分毫。耀丹族长，你等还有什么手段？赶紧施展出来吧！药老沉声低喝道：“身为药族之人，他自然知道药族的终极底牌手段。”药丹神色凝重，迟疑了1瞬之后，便是咬着牙低喝道：“好，现在便是药族生死存亡之刻，隐藏毫无意义。”萧炎和虚无吞炎谁都没有动手，而是互相遥遥对峙起来。身为双方的最强者，他们的一举一动都牵扯着整个战局，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于这个真正以上的魂族2把手，萧炎感觉到了深深的压力，无论是前世记忆中带来的压力，还是实力上的压制，都让萧炎感觉到一阵压抑。呵呵，你就要这样看着吗？萧炎，相比于郑重的多的萧炎，虚无吞炎就要轻松太多了。魂族的整体实力要高于药族，每一处战场都是游刃有余。即便是他什么也不做，在一番激烈的战斗后，赢下这场战争的也只会是魂族。你不会以为这般话语便能让我心神动摇吧？萧炎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但他确实沉心静气，直接识破了虚无吞炎的阴谋，沉声开口道：“本来他的实力和虚无吞炎就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即便交手，很大可能性输的也是他。若是再被动摇了心神，恐怕10招之内便会被分出胜负。怎么还没好？”萧炎心底一沉，他在等着一个机会。前世的药族遇袭，药丹直接当机立断，献祭了药族大量积累，直接激发了药族护族大阵，召唤出了药帝残魂，挡住了虚无吞炎。虽然最后的结局依旧凄惨，但也争取了不少机会。萧炎等的就是那一刻。经历过万千年的磨损，药帝残魂实力也是锐减，但依旧不容小觑。以自己现在的实力和虚无吞炎贸然交手，必输无疑。但若是加上药帝残魂，未尝不能有一战之力。而且跟前世不一样的是，虚无吞炎并没有来得及将整个药界空间吞入体内，还留了一面天空未曾封住。虽然他们在极力阻挡，但一旦时间拉长，这边的战斗气息瞒不过一直监控着各大界域的古猿的。只要拖得的时间够长，就有翻盘的希望。魂天帝在之前为了分兵2路出手，已然受到了不轻的伤势，并非必要的情况下，他不会贸然对上古猿。这边是一个机会。就在这时，无数道凄厉的惨叫自下方猛然传来，只见那些药族的强者身上纷纷燃烧起黑色的火焰，不过多时便是化作了一团骨粉。萧炎眼皮一跳，当即打了个响指，顿时一层嫣红色的火焰薄膜出现，刹那之间，其上便是爆发出细小的爆炸。仔细望去，却是不知道何时天地间已经到处飘荡起来细微的肉眼难以察觉的漆黑火焰。小心，天地间飘荡着极为细小的虚无吞炎。萧炎低喝出声，大手挥动，顿时那火焰薄膜陡然扩张开来，掠过一道道战斗中的身影，将一位位魂族强者点燃爆成一团嫣红色的火雾，最后将那些细小的虚无吞炎全部横扫。哼，感知倒是不错。虚无吞炎原本邪笑着的脸色陡然阴沉下来，倒是不用施展这般下三滥的手段，想要我炼化的一火本源，放马过来吧。
萧炎低喝一声，脚步向前猛然一踏，顿时以他的脚步落点处，空间直接崩裂出万丈漆黑的裂缝，属于七星斗圣和地境灵魂的力量猛然爆发，在那一刻便是直冲云霄。6种颜色不同的异火漂浮在萧炎的身后，缓缓旋转，首尾连接，形成一道巨大的火环。这就是你挑衅本座的资本，还不够格？虚无吞炎哈哈大笑，气息暴涨，刹那间无边的黑炎自那虚无之中渗透而出，铺天盖地的扩张开来。这片天地尽数掩盖，顿时天昏地暗。金刚琉璃体现，毁灭火体现，足纹现。霎时间，萧炎双手印记飞舞，额头之上9道神秘的纹路乍现，印在其上。自他周身，方圆万丈火光乍现，随后又是爆发出1000丈金光，附着其上。2大天皆增幅斗技，齐开。呵，有点意思。见到萧炎这般爆发，虚无吞炎漫不经心的脸上也是略微收敛一番。当即他便是大手一抓，周围的黑炎裹挟着浓厚的天地能量，化作一只万丈巨拳，朝着萧炎悍然砸去。黄泉指，大天造化掌，给我破！萧炎2只手一左一右，分别结出不同的印记，施展出不同的天阶斗技，一指一掌，顿爆发出厚重的能量波动，一点漆黑的光团浮现，刹那间迎风扩张。而在那黑洞的中心，则是一根枯黄色的巨指，悍然点出。双方的攻击刹那间便是跨越10万丈虚空，碰撞在一起，顿时爆发出惊人的爆鸣。轰轰轰！无尽的爆裂于要界天际之上炸响，火浪翻涌之间，无数道粗大的漆黑裂隙自对碰中心从空间中蔓延开来，巨大的吸引力拉扯着周围的一切物质能量。然而那翻涌之间以急速扩张开来的气浪，则是将大片大片的人群掀飞。周围的数座山脉在刹那间便是齐齐凭空断裂，山崩地鸣。这般恐怖的动静也是引起了所有正在鏖战的强者的注意。只见那片战圈宛若生人勿近的风暴，狂暴的气息足以撕裂一切，光是溢散出来的一缕劲气，都足以将一名真正的斗圣强者轰得吐血暴退。黑炎巨拳和2道斗技同时溃散，化作天地能量溢散开来。2人对碰的第一招不分胜负。萧炎抬眼凝视着虚无吞炎，心底满是凝重。虽然看似平分秋色，但他可是已经动用了2大天阶斗技，但虚无吞炎只是操纵着天地能量砸了下来。光是这方面，萧炎的真实实力便是和虚无吞炎差了不止一筹。小子，再来！虚无吞炎脸上的漫不经心彻底收敛了起来。萧炎展现出来的实力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料，想要将之收拾，也需要认真费一番功夫。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只见一道光柱陡然自脚下的药山爆射而出，冲入云霄，甚至将那无边的漫天黑炎退散一角。化天药阵起，万丹化天，以丹之名，始祖归位。药丹的身形悬浮半空，望着那从他天空上弥漫开来，直到视野尽头的滔天黑炎与嫣红火浪，他的面色也是极端的阴沉。从那2股火焰的碰撞之中，他感受到了极端的震撼。他深吸一口气，药丹知道不能再犹豫了。前所未有的恐怖危机降临在了药界之上，药族的生死存亡或许就在今天。伴随着药丹2道响彻天际的厉喝声落下，所有药族之人的心头都是不由得一颤。化天药阵，那可是药族的护族大阵，自从远古之后，这还是第一次启动。由此可见，这一次药族所面临的危机到底是何等凶险。不仅如此，化天药阵的每一次开启都会消耗大量的底蕴资源，即便是以药族的体量，也无法开启多次。更关键的是，那一缕依托在大阵当中的药帝残魂无法恢复，每用一次便是虚弱一分。嗡嗡嗡，无数道光柱仿佛是被药丹所牵引，足有30万里连绵的巨大山脉之上，每一座主峰之上，一道道巨大的光柱破山而出，最后在天空上交织起来，散发出奇异的韵律，组合成一面奇异的大阵。伴随着阵法的成型，整片药山之上，所有的珍稀药材都是刹那间飞起点点灵光，自身则是瞬间化作飞灰，爆发出无穷无尽的能量，融入到大阵之中。刹那间，大阵光芒大作，一股恐怖的威压，宛若从远古洪荒时代就沉睡的巨兽一般，正在缓缓的苏醒。这道威压传出的时候，整片药界的空间都是剧烈的颤抖了起来。化天药阵果然名不虚传，比起灵族和十族的护族大阵威能要强上不少。高空之上的虚无吞炎对突然发生的变动并不在意，甚至还有闲心笑着点评了起来。这大阵颇为不凡，但即便如此爆发，其威能不过也就在8星斗圣后期的层次，虽然很强大，但想要拦住虚无吞炎，无异于痴心做梦。或许你高兴得太早了一点。萧炎淡淡的开口道，声音化作滚滚惊雷，在斗气的加持下，飞速的扩张开来，笼罩了小半片天际。轰轰轰！就在萧炎话音落下的刹那，只见药丹大手一挥，无数丹药自他的袖袍中飞出，化作一道璀璨的丹河，
宛若黄河之水倒流一般，铺天盖地地融入到那大阵之中，直接消融进入其中，能量化作万丈汪洋，流淌之间，无数报名声顷刻间响起。虚无吞炎骤然间脸色微微变化，当即便是身形一闪，便是宛若一道黑火流星一样，朝着药丹所在的方向撞去。他要打断药丹的操作。然而萧炎早有预料，就在虚无吞炎暴起的刹那，他也动了，先知先觉一般拦在了虚无吞炎行进的道路上。身后6道异火形成的光环转动一圈，萧炎悍然轰出一拳：“给我滚开！”虚无吞炎脸色一暗，当即周身漆黑火焰暴涨，整个人不闪不避，朝着萧炎所在的方位自上而下一拳轰出。砰！眨眼间，二人的拳头碰撞在一起，爆发出沉闷的声响，一道横跨100丈的粗大裂隙凭空在攻击交接之处炸开。双拳对碰，萧炎的手臂直接被荡开后仰，身形也被向着下方轰坠。然而他却趁着这个机会在空中翻转，一脚朝着虚无吞炎身上抽去。后者脸色阴霾，刚才动作被萧炎所阻，身形已经略有迟缓。他当即手肘往侧边一甩，恰到好处地抵住了萧炎抽来的鞭腿。砰砰砰！沉闷的肉体碰撞之声不断自高空传来，每一次激烈碰撞都有着一道漆黑裂隙凭空出现，横跨虚空，一圈又一圈气浪宛若波纹一样急速地扩展开来，荡漾过天穹，将那因为大混战而暴动起来的天地能量直接清场，方圆1000丈之内尽皆化作虚无。给本座滚开！虚无吞炎怒吼一声，重重一拳砸出。萧炎双手在身前一挡，发出一声闷哼，整个人被这股巨力轰得直接抛飞开来。说是时内时快，两人从接触到交手起来，过去不过短短的10几秒罢了。轰退萧炎的虚无吞炎来不及高兴，身形一晃，便是朝着药丹扑去。中间已经无人阻挡，只消一招，虚无吞炎便足以将药丹击杀当场，彻底阻止大阵的开启。然而就在他的身形冲到药丹身前不足10丈之时，后者确实猛然睁开眼睛，周身气浪翻涌，斗气化作光柱，直冲天际。只听他暴喝道：“始祖归位！”下一秒，剧烈的能量潮汐乍现，直接将虚无吞炎的身形阻隔开来。被轰飞的萧炎抓住这个机会，稳住了身形，死死地盯着能量波动，嘴角微微上扬，心底里的阴霾散去小半。药帝残魂，还有的打！能量潮汐只是出现刹那，随后又宛若潮水一般退去。然而一道身着粗布麻衣的虚幻老者身影，却是悄然出现在了这片天地之间。在那道虚幻老者身影出现之时，在场所有的药族之人灵魂突然间狠狠地颤缩了起来，一种来源于血脉的威压，瞬间便是让那整片山脉跪下了无数道身影。师祖，他们宛如在面对神灵一样，包括药族的众多斗圣长老在内，也是激动的老泪纵横，面容上充斥着狂热的神情。区区一道死了不知道多久的斗帝残魂，也配拦住本座？虚无吞炎声音尖锐的高喝道，脸上浮现出一抹难以掩饰的恼怒。他没想到，原本可以10拿9稳的战役，竟然会接连不断的出现意外。还请始祖护我药族！药丹在半空中跪伏而下，声音嘶哑的低吼道：“药族！”麻衣老者低低呢喃一声，岁月的流逝让他越发越茫然，但他对于这个自己创立又振兴的种族还有着些许的记忆，竟然衰败至此。没有去管那些面露羞愧的药族之人，药帝残魂徐徐抬起头来，望向远处弥漫的黑岩中那道漆黑身影。这是虚无吞炎啊，是你进犯药族吗？麻衣老者没有再度说话，一缕茫然浮现在那对深邃的眼瞳之中。只见他袖袍猛然一挥，顿时一大片被黑岩被轰散，天空清澈了半边。没有完整的记忆，没有完整的灵魂，不过是残留世间浑浑噩噩一傀儡。就凭你，也想拦住本座？天空上，虚无吞炎仰头大笑，语气之间没有半点对待斗帝强者的敬畏。只见其伸出手掌，布满黑色符文的手指猛然点出，轰！随着虚无吞炎这一指的点出，这片天地顿时山崩地裂，漫天黑岩之中，一根几乎遮掩了半个山脉的黑岩巨指从天而降，狠狠地对着药帝残魂所在的方向按了过去。这片天地空间都是在那一指之下尽数爆裂。见到这一指的恐怖威能，不少人的脸色都是煞白无比。之前萧炎和虚无吞炎交手于天际之上，与各处战圈都隔绝着无尽虚空，能量波动被遮掩打败。而这一次没有萧炎的阻拦，所有人这才清晰地认知到虚无吞炎究竟是何等恐怖的存在。面对这天地间仅存的一指，麻衣老者终于是猛一抬手，一尊不下于巨指的青色药鼎凭空出现在大阵当中，其上遍布着各种玄奥的纹路，散发着古朴的气息，宛若实质一样。当当当，宛若金铁交击一般的清楚报鸣声在天地之间骤然响起，声波霎时间穿透虚空，在整座药山之上回荡，宛若地阶音波斗技一样，直接将大片大片之力不济者轰得喷出逆血，耳膜爆裂，筋骨酥软。两者碰撞，巨指消散了几分，但那药鼎之上
竟然刻印下了一个深深的指印，而在那指印边上，则是数道粗大漆黑的裂痕。踏踏踏，高空之上，虚无吞炎未曾变动身形，而那药帝残魂竟然后退了数步。不，无数药族之人目眦欲裂地盯着高空之上，宛若坠入冰窖一般，巨大的恐惧之感宛若一只大手一样，死死地捏住了他们的心脏。药帝残魂竟然在和虚无吞炎的碰撞中落入了下风，这让将药帝近乎视为神明的药族之人，这一刻信仰尽数崩塌。哈哈，一道残魂又能挡得住本座极旨？你又能护得了药族多久？虚无吞炎仰头大笑，声音传遍天穹，肆意嚣张，扩散开来，让无数药族之人宛若陷入最底层的深渊一样，彻底陷入了绝望。我说，你是不是把我忘了？就在绝大部分人陷入了绝望之际，一道淡淡的声音从一旁的虚空中传来，一道身着略有些凌乱黑袍的削瘦身影正在迈步踏来。只见他伸手轻轻一擦，将嘴角溢出的一点鲜血擦去，细碎的黑色短发在狂风吹拂下肆意飘舞。而在他的身后，漫天的嫣红色火浪正在咆哮。萧炎盟主！天府联盟的众位强者当即兴奋地呼喊道。对于他们来说，萧炎的存在就相比与药帝残魂比之药族，是极其重要的精神支柱。萧炎望着那道踏来的身影，药老不由得松了口气，紧紧提转着的心也放松了下来。萧炎、药丹、药万火等药族高层心头也是猛然一颤。药帝残魂已然不是虚无吞炎的对手，纵然萧炎再度回归战场，他又能战胜得了对方吗？熟悉的味道竟连妖火还有萧族的气息，麻衣老者深邃的眼瞳中浮现出一抹恍惚，旋即他便是带着几分茫然地说道：晚辈萧炎见过药帝前辈，即便是面对这一道浑浑噩噩的残魂，萧炎依旧认真地抱拳行礼。随后他抬眼扫向对面的虚无吞炎，轻笑着开口道：药帝前辈，还请与晚辈联手一战，将侵占药族的爪牙赶出去。善！麻衣老者眼神中的清明彻底消失，在他说出这句话后，再度陷入了浑浑噩噩之中。而萧炎凭借地境灵魂的敏锐，也是察觉到一些东西。药帝残魂，恐怕这也是最后一次现身于世间。现在的他，宛若一个破洞的轮胎一样，疯狂地外泄着精气。虽然短时间内还能维持身形，但一旦陷入鏖战当中，必定会加速消散。此破绽非灵魂超越天境大圆满层次，不可察觉。想来虚无吞炎也是注意到了这一点。萧炎，虚无吞炎眼眸微微低沉，随后充满邪意的脸上再度爆发出一抹肆意的张狂。只听他大笑道：纵然加上你，又有何妨？本座今日便让你等尽数陨落。你大可以来试试。萧炎眉眼低垂，双手凝握，宛如万火之君主一样，屹立在漫天的火海之间，身后有着6种异火构筑而成的火环，在这一刻猛然开始旋转。五轮离火，化灵堪行！只听萧炎一声暴喝，在他的身后高速旋转的火环之中飘出青、蓝、白、无形、漆黑5团不同颜色形态的火焰，分别化作狼、豹、狮、虎、蛟5种形态，不断咆哮。众目睽睽之下，只见那5道化作灵兽的异火朝着萧炎汇聚而去，化作一柄宽大古朴的5彩重尺，被他抓着手中。简化版的异火横骨尺在萧炎手中成型。哼，故弄玄虚，给本座滚开！虚无吞炎眼皮不由得一跳，他总感觉萧炎的动作有些熟悉，不过他很快便是将疑惑压在了心底，暴力的情绪浮现在心头。只见他大手凭空一抓，大片大片的黑炎以及天地能量落入他的手中，随后朝着前方猛然一拍。这一击比起之前轰向药帝残魂的一指还要强上几分。轰轰轰！天空在一刹那倾塌，宛若整片天地一样，朝着药界坠落。光是威势和余波，便是让药丹和药万火等人脸色发白不已。换作是他们面对这样的攻击，只有被轰成一团血雾的结局。抬眼看向这堪称恐怖的攻击，萧炎毫无波动，宛若古井深水。随后眸光高涨，双手握着异火重尺，遥遥展出，暴喝道：异火尺，给我破！伴随着萧炎的暴喝出声，手中的重尺当即光芒大涨，随后一道犹如弯月一样的尺芒直接劈出，脱离尺身，其上不断流转着6种颜色不同的火光，迎风暴涨，化作万丈光芒，迎上了那翻涌的漆黑焰浪。轰轰轰！尺芒刹那间跨越无尽虚空，劈斩到漆黑焰浪之上，霎时间卷起无穷的火光，细密而有接连不断的爆炸声此起彼伏，每一道爆炸炸响，便是感受到药界空间传来一阵震动，而那横跨高空10万里的化天药阵，也在这接连不断的爆炸中急促的闪烁起来。给我破！萧炎再度暴喝出声，伴随着话音落下，只见那尺芒再度爆发出极为强烈的闪光，速度再度飞速暴涨起来，让人牙酸不已的轰鸣撕裂天穹。在那火光闪烁间，众目睽睽之下，只见那横压天穹的漆黑焰浪直接被从中展开，一尺开天。
在下方鏖战的众人眼中，那即将倾泻下来的天空忽地被分割开来。哼，雕虫小技！虚无吞炎的冷哼声自天际之上落下，下一秒，他整个人化作一颗巨大的火焰流星，以近乎光速朝着萧炎所在的方向猛然撞去。火焰重尺快速挥动，周围顿时出现漫天池影，浩浩荡荡，宛若实质一样，化作密不透风的壁垒，将萧炎挡在其中。当当当，黑火流星在和漫天池影碰撞间的刹那，便是爆发出无数道金铁交击的脆鸣，而那道道池影则是在接触到黑火流星的刹那，便是比瞬间折断。不过纵然如此，那黑火流星在每撞断一道池影的时候，也会直接让自己的速度减缓1分。而那漫天池影何止亿万道，给本座滚！虚无吞炎被迫停下身形，大袖一挥，张手虚握，顿时一道道天地能量汇聚在他的手中，化作1指万丈大手，带着劲爆的风压，直接对着前方悍然扇出。气浪翻涌，火焰爆散，在这大手的轰鸣之下，只见那所有的池影在这一刹那瞬齐断裂，露出了被包裹在其中的萧炎。防御斗技已破，你还有什么招？虚无吞炎大笑道，毫不掩饰，声音穿透了整片药界，随后伸手直接朝着萧炎的头颅抓去。而下方还在鏖战中的众人听到这句话，当即心头一紧，便是抬头望去，恰好见到这一幕，顿时目眦欲裂，心头一惊。然而就在这要紧关头，一根翠绿色的手杖自萧炎身旁虚空伸出，恰到好处地点在了大手中心，短暂的停滞后，便是直接将之震荡开来。始祖大人！见到这一幕，下方鏖战的药族众人惊喜地欢呼道：“药帝残魂恰到好处地出手，拦截住了为萧炎拦截住了虚无吞炎的致命杀招。该死的老家伙！既然你想死，那我就先成全你。”强行在半空中停住被轰飞的身形，眼见即将能将萧炎斩于马下，但却被阻拦。虚无吞炎顿时大怒了起来，周围的空间在他的怒火下颤抖着，漆黑的焰浪不停地翻滚，自他的体内暴涌而出。药帝万丹鼎！麻衣老者平淡的声音穿透虚空，手杖遥遥轻点，带着无边的灵力。伴随着他的话音落下，只见那保护着整个药山山脉的玄奥大阵之上，赫然爆发出道道璀璨光柱。随后那略显虚幻的碧绿巨鼎凝实，竟然飞出大阵，呼啸着朝着虚无吞炎猛然撞去。轰轰轰！足有10万丈庞大药鼎，霎时宛若巨山一样，搅动风云，以一种超越光速的速度，呼啸地朝着虚无吞炎猛然撞去。其威势之恐怖，所过路径之上，竟然悄无声息的他现出一道漆黑的虚无通道。黑炎翻涌，虚无吞炎一拳轰出，无边黑焰化作撼天巨拳，朝着药帝鼎砸去。在二者接触到的刹那，只见药帝鼎上爆发出万丈碧绿光芒，而那光芒上蕴含的奇异力量，竟然生生将那黑炎寸寸消融。砰！只是一个撞击，药帝鼎便是直接撞穿了黑炎巨拳，去势不减地撞在了虚无吞炎的身上，宛若天雷勾动地火一般迅猛。无形的空间当即被生生撞穿开7、8层炸裂的空洞，直接整个人霎时间倒飞出去万千里，无数连绵的大山被他撞碎，好半天才止住身形。始祖大人万岁！盟主大人万岁！下方已经被魂族强大压力压得已经陷入颓势的药族与天府联盟众人，见到这一幕，当即欢呼起来。一掌轻飘飘的轰出，将一位来自魂族的半圣强者震散成一团血雾。药老这才抬起头来，望向高空之上，心中紧紧揪着的心这才放松下来。这还是自从交手以来呈现无敌之势的虚无吞炎第一次落入下风。萧炎全速运转焚诀，已经提升到天阶高级的焚诀功法，这一刻展现出了他的变态能力。只见萧炎的状态肉眼可见的转好中，消耗的斗气在呼吸之间已经恢复得七七八八。手指伸出，擦去嘴角溢出的一缕鲜血，萧炎没有犹豫，当即心念一动，在地境灵魂强大的操纵力下，几十枚美轮美奂的火莲霎时间浮现在虚空之中，萦绕着他缓缓旋转，显得异常绚丽。去！伴随着萧炎一声低喝，那几十道火莲宛若追星赶月一般，朝着虚无吞炎坠落的方向轰了过去。虽然他们只不过是2色3色的火莲，但奈何不住数量多，堆积起来，爆炸威力也不容小觑。轰轰轰轰！密集而有接连不断的爆炸声，宛若鞭炮一样密集，伴随着火光自那一团又一团的烟雾中炸散，带着骇人的波动，将周围的空间都震得隐隐颤动起来。赢了吗？药丹忍不住低喝道，他一拳震退魂虚子，抬头望向高空的战场，心中满是期许。药帝残魂的奋力一击，再加上萧炎后续补充的火莲爆炸，那般连击之强大，即便是虚无吞炎也不可能安然无恙。你们打痛我了！爆炸还未结束，只听得在那浓浓的爆炸烟雾中出传来一句压抑的低吼。伴随着这道声音的出现，无尽的黑炎再次翻涌而出，滚滚开来。吞噬！随着虚无吞炎的冷哼声落下，只见那浓雾遮挡的中心当即出现一个巨大的漩涡，宛若中心有着一个恐怖无比的黑洞一样，将周围的一切都撕扯吞噬过去。
大地开裂，云雾被撕扯，能量被解离，就连那一团又一团的爆炸火光也化作点点火星被吸入其中。最后的最后，身着黑色衣袍的邪异青年从中踏出，只见他周身衣衫破损，脸色阴霾，但从其动作来看，却是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是虚无吞炎的吞噬之力。望着这一幕，萧炎的瞳孔骤然紧缩，他知道这是虚无吞炎的固有能力，譬如说净莲妖火的净化之能，3000焰炎火的修复之力，陨落星炎的星火种种能力，吞噬万物便是虚无吞炎的独特能力，也是最为棘手的一种力量，可以吸纳万物到体内，然后炼化，即便是被打散，也能依靠吞噬能力重新凝聚，再加上独属于异火的本质，可以说根本杀不死。即便是古元亲自出手，也只能将之重创，使之休养1000年，而不是彻底杀死。是吞噬之力，这下有些麻烦了。一旁虚幻的麻衣老者身影靠了过来，遥遥望着远处横跨千万丈的巨大黑日，缓缓地开口道：“前辈有破解之法？”萧炎沉声问道。而药帝残魂则是遥遥望着天边，缓缓说道：“有是有，只要在这个时候以极端庞大能量冲击，强行让虚无吞炎吞噬超过能力极限的力量，便可以中断这个过程。遭受到反噬的虚无吞炎短时间内也无法再度开启吞噬之力，只是以我如今的状态，并没有足够的手段施展出这等攻击。”听闻药帝残魂的话语，萧炎也是短暂的陷入了沉默当中，而药帝残魂则是遥遥望向远方，淡淡的开口道：“萧族的小友，还请找机会带着我药族后裔逃离此地吧，我会找机会彻底引爆药剑，将之困住。”听到这里，萧炎的身体却是略微颤动，随后他猛然抬起头来，死死地盯着远方的巨大黑洞，沉声开口道：“若是确如前辈所说，说不定我恰好可以阻止虚无吞炎这般行径。”不等药帝反问，只见萧炎悍然间屈指微弹，身后不断旋转的圆环上6道颜色不同的异火悄然飞出，落在萧炎的面前，容纳6种异火，当真稀奇。药帝残魂眼眸微低，轻声开口道：“还请前辈助力，帮我凝聚天地之力。”萧炎沉声开口道：“天时地利虽然不在他这边，但他还占据一项人和。若是平日里，即便是他也无法施展出这等堪称毁灭一样的大招，但如今却不一样。虽然萧炎本身只有6种异火，但在场的众人，神农老人、药万火以及药天等人，都是具备着1种异火，而且品阶都不低。再加上萧炎具备的6种，足足9种不同的异火汇聚于此。虽然虚无吞炎乃是天地间排名第2的异火，但面对融合了包括净莲妖火在内足足9种异火的融合火焰，也只能暂且逼退锋芒。药帝残魂略微颔首，手杖猛地在虚空中一点，发散出一圈又一圈的涟漪，宛若波纹一样扩散开来。化天药阵凝聚着无穷的天地之力，化作璀璨的光华，朝着萧炎周围聚集过去。神农前辈、万火老人、药天，还请借火一用。萧炎的声音带着些许的凌厉，充斥着无边的威严，在斗气的加持下，宛若滚滚惊雷一般，迅速笼罩下方。借火一用，药万火双拳交织轰出，将一位魂族斗圣震得吐血暴退之后，遥遥看向天际，却看到萧炎面前漂浮着的足足6种异火，当即心头便是微微一惊。神农老人手中药杖一点，无数道翠绿色的树木浮现，笼罩，将一位位魂族斗尊穿成肉串。听闻此言，抬起头来，遥遥看向天际。这时候的药天还没有成就斗圣，正在与一名魂族半圣鏖战。听闻此言之后，当即猛地一咬牙，一圈火浪自他的体内暴涌而出，随后不闪不避，以肉身强行接下对手一掌，嘴角溢血，随后双拳连环打出，刹那间挥出10几拳，直接将那位魂族半圣轰杀当场。3人体内的异火在萧炎的双手摆出结印之后，便是微微发散出一股奇异的波动情绪，想要朝着高空飞去。借！药万火当即低喝道，神农老人紧随其后，而药天则是在略微犹豫一瞬之后，也是咬牙低吼道。而就在他们同意之后，只见一股奇异的吸引力自萧炎的身前爆发，而他们3人体内的异火纵然已经炼化认主，但还是宛若被牵引一般，迅速地化作一道火光，落在了萧炎的身前。生灵之焰，九幽风炎，归灵地火。望着眼前出现的3团颜色各异的异火，萧炎的心头略作安定，不过旋即便是郑重了起来。最大的考验现在才刚刚开始。有着3道分别在第5、第10、第13位的异火加入，萧炎的气势猛然暴涨起来。只见萧炎双手转动，催动着体内的力量，被毁灭火体和金刚琉璃体加持到近乎晶莹剔透的肉身上，隐隐发散着奇异的光泽。在这一刻，萧炎的体质已经堪称异火之灵，前世从未达成过的终极毁灭火莲，今天就让我见一见你绽放的模样吧。萧炎在心中默默地低喝道，随后手中印记猛然一变，而在他的面前，那9团颜色各异的异火在众目睽睽之下，所有人惊恐震撼的目光中当即碰撞在一起。
一股股恐怖的能量在高空狂暴地呼啸着，竟然是有着一种要炸开的趋向。然而强大的灵魂力量传来，竟然是生生将那即将爆炸开来的力量从细微之处抚平。在某一刻，药帝的力量注入其中，狂暴的融合火浪之中，一层层犹如实质的涟漪泛起，一朵美轮美奂的火莲雏形若隐若现。相比于萧炎自身所掌握的6种异火，这后面借来的3道色泽各不相同的火焰，其中隐隐的有着些许抗拒之力传出。再怎么说，他们毕竟也已经认主，即便是在主人的允许下被萧炎摄取过来，没有特意反抗，但因为异火的本能，依旧存在着些许的抗拒。若不是萧炎利用融合异火，以及前世身为炎帝对异火本质上的理解，恐怕9种颜色迥异的异火，在接触到的刹那，便是直接爆炸了开来，哪里还会这么温顺？但即便是这样，萧炎的压力依旧颇为庞大。差距到3团异火的本源之中传来的抗拒之力，萧炎的眉头微微皱起，随后心念一动，顿时磅礴的灵魂力量分出一缕，带着一丝丝嫣红色的火焰，轰击在那3团异火本源之上。顿时，生灵之焰、九幽风炎、归灵地火之上爆发出强烈的抗拒力量，一簇又一簇的火焰爆裂开来，想要反抗着净莲妖火的侵袭。然而嫣红的火焰之上去，确实猛地散发出一层蒙蒙的红光，恐怖的净化之力从中溢散而出，顿时将他们3个的异火本源笼罩其中。一瞬间，那3团异火直接被震慑住，不敢多加动弹。即便他们没有什么灵智，但生存的本能会让他感觉到恐惧。呼，萧炎的心中也是略微松了口气。不过他旋即便再度提起心神，手印缓缓变化，9种异火不断的旋转着，朝着一个中心点缓缓靠近着。轰轰轰！原本还算融洽的火莲雏形，在这一刻又开始若隐若现，在失控和消失之间拉扯着。细密的汗珠自萧炎的额前落下，他却不敢丝毫分神，而是紧紧地盯着身前，不断从最细微之处感受着前面那团火浪中细微的变化。即便是以他递进灵魂的力量，已然是感觉到不小的压力。要知道，萧炎若是全部心神投入，即便是6色的火莲，也是眨眼间可以凝聚而成。但融合佛怒火莲，每多一种异火，便需要去找到新的平衡点，难度几何倍上升。更何况其中3种异火，甚至还不是已经被萧炎炼化的，而是他借来的，更是增添了几分难度。感受着其中毁灭性的力量再度濒临狂暴，递进灵魂的力量宛若海水一样不要钱地涌入其中，让那股狂暴缓缓消弭几分，如同在滚开的沸水当中注入一大团冰水一样，短暂的令它停止报废。但这终究不是解决之法，其中容纳的力量是有限的，就像是往一个罐子里面注水一样，带的超过了容纳极限之后，便是会直接失控，宛若脱缰的野马一样，无法拖拽分毫。萧炎则是在这之间飞速地探索着那微小的平衡点。该死的小子，他这是在干什么？远远的吞纳着天地元气的虚无吞炎没有来的感觉到一阵心慌，他遥遥看向远方，却发现萧炎的身前9团颜色各异的异火正在不断相互的碰撞融合。9种异火本源，怎么可能？顿时虚无吞炎爆出了粗口，邪意年轻的脸庞上满是震惊错愕的神情，眼瞳之底满是不可置信。要知道，那可是异火啊，天地间最为狂暴的毁灭性力量，互相遇到只会因为本能陷入无尽的厮杀和吞噬，直到决出一方胜者。即便是净莲妖圣，那等差一步便是可以跨入斗帝境界的强者，也只能掌握一株净莲妖火。饶是如此，他的陨落和净莲妖火也不无关系。即便是1000年之前的斗气大陆第一强者萧族萧玄，也只能凭借强横的修为强行压制3道异火在体内，并没有将之炼化成功。而且那3道异火的排名也不靠前。而面前的这个萧族后裔萧炎，竟然当着他的面生生操纵着9种异火，朝着一处融合。虽然碰撞和爆炸声接连不断，狂暴的能量在肆意的溢散，但在那9道异火的最中心，隐隐之间已经趋近于平衡。该死，不能任由他这样下去！虚无吞炎低吼一声，旋即下令大喊道：“魂族全员，给我用尽一切手段去打断那个小子！”而他本人也是直接凝聚起天地能量。只见周围的无穷黑炎弥漫爆发，在半空中凝聚成一道又一道的黑火流星，随后宛若疾风暴雨般朝着萧炎所在的方位轰去。每一道火焰之上蕴含的力量都足以将一名真正的斗圣强者轰杀当场，而这样的流星在天空之中又何止数万道。一瞬间，恐怖的力量弥漫，让下方无数人面色铁青，甚至陷入绝望。唉，药帝残魂轻叹一声，手指轻点，顿时硕大的药鼎出现在二者交击之间，万丈翠绿色的光芒爆发，将那一道道恐怖的黑火流星生生地阻挡了袭来。轰轰轰，接连不断的细密爆炸声不断传来，而那化天药阵在这一刻闪烁到了极限，那光芒的不断变化，光是看到便让人感到一阵阵的眩晕。
上啊！谨遵虚无大人法旨。无数魂族强者这一刻纷纷抛弃了他们的对手，铺天盖地，宛若黑压压的乌云一样，朝着交战区域冲去，就要打断萧炎的动作。虽然他们即便加起来也远不是萧炎的对手，但在这关键的时刻，一点微小的变化便足以化作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药族全员听令，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萧炎先生！药丹双眼通红，大喊出声。下一瞬间，他整个人便是摇摇升起，朝着魂族众多强者拦截而去。而在他的身后，无数药族的强者冲天而起，爆发出此生最强大的战斗力。魂族和药族的强者撞在一起，战局在一瞬间便是进入了最为白热化的状态。每一分每一秒都有人化作血雾，都有强者被轰杀当场，残肢断臂横飞，宛若绞肉机一样惨烈无比。哼，一帮废物！虚无吞炎低吼一声，天地元气再度凝聚在他的身上，吞噬之力全开。因为屡次的吃瘪，已经收起了玩闹的心态，虚无吞炎全力出手。刹那之间，天昏地暗，天地之间宛若多出了一个真正的万丈黑洞一般，大地被撕裂，空间被撕扯，就连光芒也无法逃脱，在那黝黑的大洞之上流转，宛若一道光圈一般。无尽的撕扯之力传来，麻衣老者挥杖轻点，化天药阵之上，清脆的光芒大作，将之短暂抵御。然而即便是这样，却也只能延缓。火力全开的虚无吞炎展现出了他的恐怖之处，即便是药族几百年以来的全部积累，也只能拦截片刻。化天药阵已经濒临极限，粗大的漆黑裂痕已经密布其上，或许下一瞬间，或许还能坚持几分钟，但终究无法支撑太久。华天药阵一旦崩毁，药帝残魂失去依托，终究会消散。这一劫依然无法避过。高空之上，大阵中央，粗布麻衣虚幻的老者望着这一幕，再度恢复些许灵智。只听他轻声叹息，呢喃之语在所有人的耳畔飘荡：往后我便无法庇护你等，接下来的路需要你们自己走了。此言一出，所有的药族之人顿时神情大变，身形一阵颤抖，一抹悲凉悲戚之感涌上心头。始祖大人！药丹大吼道，原本能够看穿一切的眼睛，此刻视线已然模糊。麻衣老者并未回头，整个人忽地掠出大阵，化作一道虚幻的光芒，以一种超越光速的速度划破无边的黑岩，最后撞入了那巨大的黑洞之内。砰！两者相撞，并未发出多么庞大的响痕，但虚无吞炎的身形却是猛然剧烈一颤，整个人的表情第一次变得狰狞扭曲了起来。啊！该死的老东西，我要你死！他愤怒地咆哮着，此时此刻彻底陷入疯狂。然而一阵细微的闷响再度自他的体内传出，顿时狂暴的灵魂之力自他的体内炸裂开来，将那构筑成他身体的黑岩纷纷炸得破碎开来。虚无吞炎在交战开始之后，终于第一次受到了创伤。然而药丹等人的眼中却并无一丝惊喜，所有的药族之人身体此刻都在微微僵硬一瞬，他们能够感觉到体内的血脉之中有一种很慢东西在此刻已经悄然破碎。始祖！药丹猩红着双眼，呆呆地望着苍空，仿若一道信仰在此刻轰然崩塌。在药族之人呆滞的目光当中，横跨10万里保护着整座药山的化天药阵在此刻也是抖动了起来，最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咔嚓一声轰然爆裂开来，大阵破碎。在这一刻，药族失去了一切底牌手段，就连药老此时此刻也不禁双眼泛红。虽然他对于药族并未太多的归属之感，但他的体内还留有着稀薄的药族血脉，始祖消逝对他也造成了不少的影响。失去了化天药阵的前置，无数细小的黑岩漫空洒落，针对魂族众多强者的压制已然消去，更多的则是大片大片的地区被暴露了出来，无数具备着药族血脉的异民失去了保护，顷刻间便是惹来魂族强者的屠杀，在无数凄厉的惨叫中化作一具具干瘪的尸体，顷刻间便是有着数万药族异民失去了生命。魂族，我药族与你不共戴天！药丹凄厉地咆哮着，不顾自身消耗和伤势，爆发出斗气和天境大圆满的灵魂力量，疯狂地朝着魂族众多强者攻去。除了他之外，每一位药族长老都是这般做法，以一己之力拼死独战，以伤换伤，以命换命，拦截住了足足2到3名的同级强者。药帝残魂的牺牲破碎，已经让他们的战意飙升到了极致，即便是不敌，也是悍然扑上去，催动压榨体内的最后一丝力量，随后自爆，带走与之相抗的对手。场面之悲壮，入目之惨烈，不由得让人揪心。给我杀！今天药族一个不留！虚无吞炎癫狂的咆哮自高空之上传来，药帝残魂的自杀式袭击对他造成了不小的伤势，即使是灵魂也遭受到了沉重的创伤。他被彻底激怒了，即便放弃魂天地的意图，也要将药族屠杀干净。纵然是拼命，但那股自骨子里传来的绝望之感依旧压在药界众人的心头。药帝残魂已经消逝，如今能够和虚无吞炎抗衡的
只剩下一个萧炎了，可他破釜沉舟的手段能够是虚无吞炎的对手吗？似乎是感受到了药族众人的期许，萧炎紧紧闭合的双目陡然睁了开来，一抹金光从中爆射而出。药帝前辈，安息吧，有我在，药族今天不会亡。萧炎缓缓地呢喃道，伴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他的脸色逐渐变得苍白起来，大颗大颗的汗珠自额头落下，身前覆盖的漫天火焰霎时间消散，露出其中蕴藏的一物。只见一朵足有房屋大小的虚幻火莲正在虚空中缓缓旋转着，火莲似有似无，若隐若现，宛若活物，其上还流转着绚丽的九彩颜色，美丽无比。望着那近在咫尺的火莲，萧炎脸上却是并无任何表情的变化。就算刚才紧紧闭着双眼，将心神放在凝聚火莲之上，但他对于外界的一切并不是毫无感知。药族的死战，药帝残魂的抉择，发生的一切，萧炎都知道。无形之中，他的肩头却是更多了一些沉重的担子，在场上千万药族之人的性命就这样被托付给了他。萧炎从来都不是一个心软的人，但他却做不到眼前无数生命在眼前被屠杀而不动容。九彩火莲，让我看看你绽放时候的模样吧。萧炎轻轻开口，随后伸手缓缓一推，顿时那火莲便直接横跨虚空，向着虚无吞炎所化作的黑洞飞去。吞噬天地，给我吞！虚无吞炎也感觉到了火莲中蕴含的恐怖力量，脸色陡然大变，当即施展出最为强大的手段。在众目睽睽之下，九彩火莲与黑洞彻底碰撞在了一起。一瞬间，天地仿若失去了颜色，化作了黑白色的旧照片。璀璨的光泽从黑洞与火莲的碰撞之中赫然迸发，无数道蕴含着毁灭性力量的火焰光柱刺破黑暗，穿透虚空，密密麻麻地从中爆射而出。有躲避不及者，被这光芒照射中连反应都反应不过来，身体与灵魂在瞬间便是化为灰烬。火莲的每一次旋转都在黑洞上擦出大片大片的火花，而那火花在离开两者之后便是直接爆裂开来，发出接连不断的轰鸣爆响，宛若滚滚惊雷一样通天彻地。其中散发出的点点威势，哪怕是斗圣级别的强者都是心惊胆颤，生怕沾染到分毫。恐怖的碰撞足足持续了5分钟之久，让无数人揪心不已。所有人都明白，这就是最终的碰撞了，两人的胜负决定了这场战役的最终走向。萧炎先生，他能赢吗？药天抬头看向虚空，然而凭借他的实力，只能看到一簇簇闪耀的火光，无法看穿其中背后的绝力。身为药族这一辈天赋最高之人，药天已经隐隐被当作药族的下一任族长接班人来培养。他的修为依然到达了9转斗尊的层次，以他的年纪足以傲视众人。但在看到高空中那道消瘦的黑袍身影之际，他却只能仰望。整个药族在座所有人的命运都背负在了他的肩上，这份担子何其之重！会赢的！药老苍老的声音从一旁缓缓传来，声音虽然不大，但其中却蕴含着十足的信心。萧炎，他从来都是制造奇迹的那个人，我一直都相信他，这一次也不例外。药族的众多长老对于药老的到来都是郑重对待。若是说他们师徒来到药族之前，他们中的部分人还存在些许扪心自傲，但此时此刻，整个药族的存在都悬系在萧炎一人的时候，他们终于是收敛起来了那迂腐的想法。但愿如此吧，我们如今也只能相信萧盟主了。药丹声音略显低迷的传来，不仅仅是因为受伤，更是因为今日药族的大变。这位和蔼的老人在这一刻仿若再度老了几十岁一样。萧炎，你当真以为能奈何得了本座？黑洞之中，虚无吞炎发出剧烈的咆哮，强烈的声音在近乎无边无际的灵魂力量之下暴虐了起来。聒噪！远处脸色泛白的萧炎沉声道。此时此刻，他的体内也不好受，之前被魂天帝追杀的伤势并没有痊愈，只是到了不影响行动的层次。在和虚无吞炎交战的时候，每一分交手都会让体内原本已经被压制住的伤势隐隐的加重。吞噬之力，吞噬天地，给我吞！虚无吞炎的暴喝声再度传来，天地间的能量再度狂暴起来。伴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一大股灵魂力量便是被注入到了黑洞当中，而那黑洞也是豁然间暴涨万丈，强烈的吸引力再度暴涨一个档次。刚才还在与之僵持的九彩火莲，已经隐隐间难以抵抗这种吸引力，璀璨的莲身整个朝着黑洞之中坍缩滑落而去。不好！下方的众多强者见到这一幕，顿时脸色大变。刚还在僵持，但如今胜利的天平已然倾斜，一股淡淡的绝望之感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让他们的神经紧绷，几近崩溃。然而相对的则是魂族之人，他们见到这一幕，顿时爆发出无边的欢呼，所有人陷入了狂喜当中。诸位长老，接下来搏命吧，即便流干我药族之血，也要给魂族一个难以承受的代价。药丹声音悲痛，疯狂中蕴含着一丝决绝，而诸多药族长老的眼底深处也是闪过一抹悲哀，但是对于药丹的这个决定，他们却并没有反对。哈哈，
萧炎，待得本座将这火莲吞噬，便是你的死期。虚无吞炎大笑出声，声音笼罩了整片药界。此时此刻，那9彩的火莲已经坠入黑洞中一半，眼看另一半也要坠入其中。就在此时，萧炎眼眸抬起，嘴角上扬，苍白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略带讥讽的笑容。到底是什么东西给了你们错觉？你们当真以为这就是9彩火莲的全部威能？听闻此言，虚无吞炎微微一怔，还在欢呼的魂族众人戛然而止，抱着绝死之心的药族众人猛然抬头。难道一个可怕的念头猛然浮现在虚无吞炎的心头？然而还没等他反应得过来，只见踏足在半空中的萧炎手中印记猛然变换，一声厉喝穿透虚空，火莲爆！刹那间，那与黑洞碰撞许久，被磨灭到只剩下房屋大小的火莲，在众人或是惊喜，或是惊恐的目光中，陡然间一缩一长，随后猛然炸裂开来。轰轰轰！天地间仿若一瞬间失去颜色，无数道远比之前璀璨千百倍的光柱从中爆射开来，将那黑洞生生击出一个又一个的破碎。咔嚓咔嚓，破碎的声响接连不断，刹那间，黑洞之上便是遍布着无数细密的裂痕。若不是虚无吞炎再度投入了一大股的灵魂力量，黑洞恐怕已经爆碎。然而现如今也只是苦苦维持罢了。不过这样的僵持也只有一瞬，融合了9种异火的火莲，又岂会这么简单？光柱射出后，毁灭般的波动也是从火莲之内传出，然后天空上璀璨的光泽宛如又一轮耀日一般，刺眼的强光几乎布满了整个药界空间。无法形容的毁灭冲击在天空之上四面八方的席卷而开，下方本就千疮百孔的山脉直接是一瞬间化为赤地，恐怖的高温连山脉都是生生融化了去。除去下方被药族和天赋联盟强者保护好的一块山头，整个药界都被彻底夷为平地。轰隆隆，黑洞碎裂，虚无吞炎当即被直接轰飞，周身黑炎炸散开来，成片成片的魂族强者在恐怖的威能下化为灰烬。